婚？我可是25世纪的全能大佬，要退婚也是我退。沈爷，我要和你退婚。退婚？我可是25世纪的全能大佬，要退婚也是我退，你没有资格。切，还做着昔日沈家大小姐的美梦呢，也不想想现在的状况。就是，一个贞洁都丢尽的女人，配提什么退婚呢？切！你说什么？我堂堂三皇子，你说我没有资格？对，我说的就是你。哼，谢成宇，你还真是卑鄙！为了悔婚，竟然使出如此卑劣的伎俩。他的手工杀根本就没有消失，而是他中毒了，是他体内的毒让手工杀暂时消失了。恬不知耻！沈岩，你我本有婚约在身，可我与你从未有过肌肤之亲，现今众人皆已瞧见，你手臂之上并无手工杀。哼，真不知你是与哪个野男人苟且，失了贞洁。似你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，就当被处以进猪笼之刑，即刻处死。如今的沈岩是京城出了名的草包，她早已不是曾经的京城第一才女。该死的是你，背信弃义的狗男人！沈岩迅速拔下头上的发簪，将尖端刺进手腕处穴位，瞬间手腕处有黑血流出。过了2瞬之息，他点了自己的穴道，让血流停止。紧接着，他挽起袖子，将白皙纤细的胳膊暴露于众人面前。我的手工杀还在，刚刚是中了毒，让手工杀暂时消失了。现在毒解了，那这消失的手工杀自然就回来了。这手工杀还能因中毒消失又重现？不可能，沈小姐一向是品行端正，我觉得她不会说谎。这三皇妃的位子，你便不能再坐了，只能做我的妾室。我曾听闻世间毒物千奇百怪，沈小姐中毒致使手工杀消失，也并非全无可能。胡说八道！你说中毒就中毒啊？沈岩，你为了嫁给我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为你不择手段？哼，你配吗？沈岩目光犀利，然后一把拽出站在自己身边的丫鬟，将她扔到地上。你说，是谁指使你下的毒？今天早上我只喝过你给我准备的水。小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你以前在乡下脚就踩在丫鬟的手背上。是二小那丫鬟的后背插上了一把剑，剑的另外一端握在原主亲爹沈建章的手里。他知道对我下毒的人，为什么不让他说完？沈岩，丞相府的脸已经被你丢尽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沈岩，既然你是被冤枉的，那我还可以娶你过门，只是这三皇妃的位子，你便不能再坐了，只能做我的妾室。沈岩，三皇子给你如此大的恩赐，还不赶紧跪下谢恩，然后上花轿？是啊，姐姐，你赶紧上花轿，别不懂事，让爹娘再丢脸。沈岩将头上的凤冠扯下来，我要退婚，这妻我不结了。你说什么？谢成宇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说我不嫁给你了，我要退婚。好，很好。沈岩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可别怪我无情。从此刻起，我谢成宇和沈岩的婚约作废，以后婚嫁自由，各不相干。家法伺候吗？奉陪到底。他拿起一旁的合婚书，当即撕成粉碎。姑姑，婚事既然作罢，我就先回宫了。长公主点点头。谢成宇看着沈岩，明明还是那张脸，明明还是那个声音，可他却总觉得沈岩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而且他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感觉来，今日退婚，他将来定会后悔。沈岩，你给我滚进来！来人，家法准备。家法伺候吗？
奉陪到底。今天的这场退婚是一场阴谋，原主既给了他重活一次的机会，他就要好好活。所有欺负过原主、欺负过他的人，他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世子爷，沈大小姐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你了。那又如何？我记得她就是。起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逆女，这府里哪里还有你的位置？跪下！为什么没有我的位置？我是你沈大人原配夫人所生的嫡女，正正经经的丞相府嫡出大小姐，而且长幼有序。沈青青是季氏所生的二小姐，还一直强占属于我的东西，难道还有理了？放肆！我乃堂堂长公主，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，有皇家血统，岂是你这区区庶民能比的？长公主，你是没有读过书吗？你是在我娘去世以后过的门儿，难道你不叫季氏？姐姐啊，我娘是爹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，不是普通的季氏，而且你也得尊称一声娘。不是普通的季氏，那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季氏了。但不还是季氏吗？你没想到姐姐这些年在乡下却变得伶牙俐齿了。妹妹自愧不如，只是妹妹知道百善孝为先，不知道姐姐有没有学过。百善孝为先，妹妹读过书，自然知道母慈子孝，母不慈，子为何孝？还有一句话，你不仁，我不义。沈青青，你可学过？够了，沈岩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当着我的面，你就敢如此欺负你妹妹，可想而知，为了我你有多放肆。爹爹，您别骂姐姐了，姐姐在乡下长大，和我们不亲也是正常的。你看看你妹妹，她多懂事多体贴，哪像你粗鄙不堪，真是丢了丞相府的脸。和他说这么多做甚？直接都家法。老爷，长公主。管家将台杖奉上，跪下，压住他，打！找死！沈岩眸色一冷，抬脚向朝他扑上来的几人踢去。这几个婆子还没有近到沈岩的身，就被沈岩撂倒在地。才到房顶的紫衣男子正好掀开瓦片，看到这一幕，眼前的沈岩似曾相识，他觉得他曾经认识的沈岩回来了。反了！你们都上！谁能压住这蹄子，上10两黄金！谁再靠近，下场便犹如此斗。一旁的凳子直接碎成了2大块。沈岩，你以为我们奈何不了你？不如试试。沈岩，你今天向三皇子退婚，得罪三皇子，害丞相府丢脸，你可知罪？要讲道理是吗？今天我出嫁，丫鬟受人指使对我下毒，然后在我准备上花轿的时候掀开了我的衣袖，露出了没有朱砂痣的胳膊。三皇子就那么凑巧地看到了，当即指出我失贞，要与我退婚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我记得那丫鬟临死之前说了几个字，是二小。那这后面的真凶会是谁呢？这么好心，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那这后面的真凶会是谁呢？沈岩目光快速扫过在场的几人，相信凶手是谁，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而今天这场阴谋，三皇子不可能不知情，他这是摆明了要我的命。我既已知他歹意，又怎会嫁给他？退婚一事到此为止，至于下毒害我的真凶，我会彻查到底。沈岩，你要退婚可以私下说，这大庭广众之下退婚伤了皇家脸面，我虽大度不和你计较，但是皇家定不会饶你。你现在立刻去祠堂反省，我进宫向皇上求情，兴许能饶你一命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沈岩，长公主是你母亲，她是为了你好，再敢对你母亲不敬，我便打死你。你现在立刻滚去祠堂忏悔，若是因为你连累了整个丞相府，你就是千古罪人，百死也难向列祖列宗赎罪。既然如此，
他便将计就计，这样才好找到真凶毒害他的罪证，也可以引出长公主后面的阴谋。沈大人，你们最好别耍花招，不然鱼死网破，我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。公主，我进宫一趟，今日之事我得向皇上禀明，不能牵连到丞相府。你就空着手去？公主的意思是？当然是要把罪魁祸首一起押着去，不然如何向我皇兄交代？但你刚刚看到了，沈岩不知怎的突然会的功夫，想要把他押进宫很难，而且到时候进了宫，他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，对我们更不利。待活人难，待死人还不容易。夫君，祸是沈岩惹出来的。爹爹啊，女儿知道姐姐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和妹妹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呀。姐姐和我们不亲，爹爹救了她这一次，她以后还会再犯的。皇上，微臣的女儿已经畏罪自尽了，此人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沈建章想到自己从一无所有爬到今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还娶了太后的女儿为妻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巅峰了。还是公主和青青想的周到。夫君，这个计划得分开行动，我们先进宫，制造不在府里的证据。他们所有的计划一字不落都落到了屋顶紫衣男子的耳中。想动沈岩，得先问问他同不同意。皇上，罪女沈岩自知犯下弥天大罪，在臣和公主会，她已畏罪自尽，这就是沈岩的尸体。可惜了，既然沈大小姐已经走了，此事就作罢，这也不再追究丞相府的责任。多谢皇上。二人相视一眼，都长长的松了口气。皇上，沈大小姐求见。哪个沈大小姐？丞相府的大小姐沈岩。带她进来。皇兄，沈岩在此，门外那个肯定是假冒的，让臣妹去会会他，说是歹人假冒，以免伤到皇兄。不用，带进来，朕倒是要看看哪个沈大小姐是真的。沈岩跟着陈公公进到明贤殿来，他还穿着出嫁时的大红嫁衣。臣女沈岩见过皇上。你是沈岩？是，皇上。那这是谁？是牢房里面的女囚犯。胡说八道！皇上，微臣的女儿已经畏罪自尽了，此人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对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来人，把这冒牌货拖出去打死。朕还在此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牢房里的女囚犯？臣女亲眼所见，沈大人和长公主从宫里回去以后，在祠堂没有找到臣女的尸体，沈大人就去牢房里找了一个女囚犯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害死你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沈大人就去牢房里找了一个女囚犯，这女囚犯犯了死罪，正好用的是火刑。女囚犯被行刑以后，沈大人用她冒充臣女，并带到了宫里来。沈建章，皇上，此女在此胡言乱语，您可千万别听她胡说八道。皇上，囚犯的信息是可以查的，臣女是否说谎，您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查。禀皇上，奴才已查实，沈大人带来的的确是牢房里的死囚犯。沈建章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啊？皇上，微臣担心您生气，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，臣是无心的，请皇上恕罪。皇兄，建章对你一直忠心耿耿，你就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玄德帝知道，如果他不宽恕沈建章，那么长公主肯定会去向太后求情。但是沈建章胆敢欺君，如若不惩罚他，帝王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欺君这种事只有0次和1次，一次不忠再也不用。沈大人今日敢欺骗您，他日就敢犯更大的错。沈岩，这是你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害死你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长公主可别这么说，我心没你们夫妻恶毒，不配和你们成为一家人。
先要我命的是你们，怎么，只许你们烧死我，还不允许我反击了？烧死你？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沈大人和长公主说臣女退婚有损丞相府脸面，便将臣女关入祠堂。他们进宫向您请罪，实则他们是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趁机命人将臣女烧死在祠堂。下人放火的时候，臣女侥幸逃出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胡说！皇兄，你千万别信他。他不知道为何他和沈建章密谋的事情，沈岩会知道得这么清楚。皇兄，沈岩是个疯子，他痴傻的事情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他说的话不可信。皇上，长公主和沈大人一直以臣女痴傻为由，认为臣女是丞相府的耻辱，要将臣女除之而后快，包括退婚一事也是他们的阴谋。皇兄，你看沈岩多嚣张，主动退婚，害您丢了脸面，他反而倒打一耙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。如果不惩戒他，你颜面何存？你说退婚一事是他们的阴谋，你给朕仔细说说。沈大小姐，你要说实话，朕会秉公处理；若有虚言，朕绝不轻饶。是皇上，给臣女下毒，诬陷臣女失去清白的，就是沈青青。沈青青？沈青青是京中大家闺秀的典范。舅舅，青青平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会诬陷自己亲姐姐？端庄得体，明智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沈岩，你血口喷人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玄德帝没有开口，周围没有人敢动。沈大小姐，沈青青是朕的亲外甥女，她品德高尚，诬陷她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臣女知道，臣女恳请皇上彻查此事，还臣女一个清白。来人，带沈二小姐。沈青青和香香被带到宫里的时候，当看到沈岩的时候，二人面色大变。青青见过舅舅。青青，沈大小姐说是你指使人下毒，诬陷她失去清白，你有什么话可说啊？舅舅，青青平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会诬陷自己亲姐姐？不过姐姐从小就喜欢胡言乱语，她诋毁青青的那也不是一次两次，青青不和她计较。说实话，香香，蚂蚁又不会说话，你就算把它踩死了也没有人知道。你说我诋毁你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都诋毁了你些什么？你拿不出证据来，但我能。我亲耳听见你和你的丫鬟香香说，是你指使她收买我的丫鬟对我下毒。沈青青，你是不是以为你爹杀了我的丫鬟灭口，也就死无对证了？沈青青心跳不已，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你有证据吗？皇上，朕南王世子求见。宣。谢怀瑾迈步进来，目光最先落到沈岩身上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臣见过皇上。怀瑾有些日子没有进宫来看朕了，今日怎么有空啊？皇上，臣今天是带着人来的。谁？带进来。一老妇人和一小男孩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。娘，小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香儿，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你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娘，您说什么呢？女儿没有做过。还不承认？老妇人蓦地起身，一耳光扇在香香脸上，恨铁不成钢地骂道：娘当初卖了你是为了让你活命，不是让你去做坏事儿。世子爷都答应我们了，只要你老实交代，会保你的命。你娘我年纪大了，活不活无所谓，你弟弟还小，你忍心让他因为你丢了命吗？不说实话，他家人的性命堪忧，可若说了实话，丞相府是不会放过他的。香香，我知道你是被人逼迫的，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。姐姐，你这是在诱供吗？闭嘴！我说实话。香香，可不必退婚，我让老三给你认错，
你继续做我皇家媳妇儿。我说实话，香香，小姐，求您看在奴婢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不要为难我娘和小弟，奴婢来世做牛做马，报答您的恩情。大小姐，一切都是奴婢做的，没有任何人指使奴婢。他说完，猛地跑起来，撞向一旁的柱子。香儿，姐姐，皇上，人已经没气儿了，丢出去！玄德帝的心里已经是有了答案了。沈二小姐，这丫鬟是你的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才会歪。朕罚你回去抄写女则10遍，明日辰时朕要看到，你可服啊？皇兄，女则那么多，就算不吃不喝，这不到12个时辰的时间也抄不完呀。长公主如此心疼女儿，不如你和沈二小姐一起抄。沈建章，你身为人父，没有舐犊之情，没有为小辈做好榜样，身为一国之相，无视王法，犯下欺君之罪。朕念你是初犯，就罚你俸禄半年，打10大板子，你可服啊？皇兄，长公主，你别想着给他求情，这件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。臣恳愿领罚，谢主隆恩。长公主，你身为主母，不爱护幼小，反而以强凌弱，朕罚你回去面壁思过3日。领旨。多谢皇上，还臣女公道。沈大小姐，既然事情已经清楚，你大可不必退婚，我让老三给你认错，你继续做我皇家媳妇儿，如何？臣女不愿意。为何？皇上，三殿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就当众动手打臣女，有第1次，将来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，甚至无数次。臣女绝不会和一个对自己动手的男子在一起。求皇上解除臣女和三殿下之间的婚约，让三殿下另觅良缘。当真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啊！当年玄德帝就觉得谢承宇配不上沈岩，如今他觉得他更配不上他了。去叫谢承宇来见朕。是皇上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姑姑，跪下！父皇，儿臣做错了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朕？谢承宇，当年是你跪着求朕，为你和沈大小姐赐婚，你向朕保证过，一定会好好对沈大小姐细心呵护，真诚相待，绝不辜负。可你现在是怎么做的？大庭广众之下不辨是非，公然对沈大小姐动手。你把朕的话当作耳旁风，还是你以为朕好糊弄啊？父皇，是沈岩他自己不知。放肆！你竟然还在诬陷沈大小姐！朕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真相。谢承宇，朕对你太失望。陈富贵，你旨昭告天下，谢承宇德行有亏，已不是沈岩的良配。现在朕废除他们的婚约，以后各自婚嫁，各不相干。是皇上。父皇恕罪，若您说儿臣德行有亏，儿臣日后该如何面对他人？你当众诬陷沈大小姐清白，提出退婚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沈大小姐日后如何面对他人？若让朕知道你再去打扰沈大小姐，朕绝不轻饶。出去，回去给朕好好反省反省。是，儿臣告退。当年沈岩足够惊艳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来求亲。如今沈岩名声扫地，他就想尽办法要退婚。谢承宇不仅仅是在利用沈岩，更是在利用他。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的谢承宇，他怎敢将江山重任交给他呢？多谢皇上成全。有了玄德帝的圣旨，还有谁敢诋毁他的清白？沈大小姐留下来，你们都退下。是皇上。谢怀景临走之前看了沈岩一眼，示意他放心。玄德帝在众人走了之后，从暗格里取出一块黄色的布，那上面写了很多字。沈大小姐，你对这上面所描述的问题有何看法呀？善施四夷者，能治四夷；不善施外夷者，外夷治之。大秦既安，群夷自服。是故
皇上欲攘外者，必先安内。玄德帝闻言，瞳孔瞬间放大。沈大小姐，你把你刚刚说的话写下来。是皇上。玄德帝把纸拿起来一看，惊讶的眸子闪出一丝欣喜。好了，沈大小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是皇上。陈富贵，奴才在。去查沈岩这些年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人家是在逗你开心，你却想着要人家的命。沈大小姐果然与众不同。去查沈岩这些年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关于他的事，任何一个细节朕都要知道。是皇上。世子怎么还没有走？等你啊。今天的事多谢世子帮忙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日后必定相还。怎么还啊？以身相许吗？世子是要命，还是要身体？命和身体，我都要。我说的是你的命。人家是在逗你开心，你却想着要人家的命。沈大小姐果然与众不同。世子体内的毒再不解，活不过1年。他中毒的事情，除了身边亲卫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你在沈青青院子救我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摸到了你的脉。我中毒很多年了，寻遍名医，皆束手无策。你的毒，我可以解。我信你。镇南王世子，本皇子记住你了，随时奉陪。沈岩，你如此迫不及待地和我退婚，原来是有了别的男人。说，你们2个是什么时候有一腿的？他抬手直接抓住已经走在他们面前的谢成宇的手腕，然后用谢成宇的手狠狠打了谢成宇自己一巴掌。谢怀瑾，你敢打我？你自己打了自己，怎能赖我？找死！他直接拔出身旁侍卫手中的大刀。我让你们去！沈大小姐，有没有伤着你？没事，别出手。出手就是互殴，而且谢成宇是皇子，谢怀瑾只是世子，他担心谢怀瑾吃亏。大家快看呐，三皇子杀人了！没有想到，一向温和仁厚的三皇子竟然当众行凶。你以前是装的吧？不是听说三殿下是个好人吗？看来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他以前都是装的。这样的人，以后还有谁敢信他呀？谢成宇听到这些言论，刹那间他所有的罪意都醒了，怕是明日京城都在传他杀人了。误会，我们是朋友，是在开玩笑呢。谁和你是朋友？刚刚如果不是我们闪得快，现在就成了你的刀下鬼。姑娘，不然你报官吧。不能报官。除了报官，其他的我都答应。扇你自己3耳光，算是给我们道歉。打翻我们饭菜，弄脏我们衣裳，损坏酒楼财物，赔钱。做梦！那就报官吧。站住！谢成宇知道自己今天这个亏是吃定了。沈岩，你看清楚了，今天这3个耳光，总有一天我要加倍还给你。镇南王世子，本皇子记住你了，随时奉陪。今天得罪了谢成宇，你要小心，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。他不来，我也会去找他。世子，等我准备准备，就给你解毒。站住！沈岩，谁允许你进老夫人院子的？大胆！谁允许你一个低贱的奴婢用这样的语气跟本大小姐说话的？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无论你是谁，敢无缘无故欺辱我，我定让你下地狱。你让谁下地狱？老夫人，你要为奴婢做主。老夫人，沈岩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奴婢动手，他还要让奴婢下地狱。老夫人，奴婢恐怕是伺候不了您了。沈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连我的人你也敢打！就在那拐杖即将落到沈岩身上的时候，沈岩轻轻抬手，稳稳抓住拐杖。我说过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欺负我，你的人也不可以。反了！那个贱人生的女儿果然不是好东西。沈岩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竟然敢对祖母动手，简直是目无尊卑。沈岩，
你快跪下来向祖母认错，说不定祖母还能饶你一命。是啊，沈岩，你祖母最是仁慈，只要你跪下认错，她一定会饶你一命。沈岩看向众人，冷笑，一口一个沈岩的叫着。沈玉、沈兰，我才是丞相府正经的嫡大小姐，提起尊卑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先向我行礼？我和三皇子之间的婚约是经过皇上同意以后，皇上亲自解除的。二夫人是吧？你是上了年纪，眼神不好了是吗？连谁是谁非都分不清楚，就开始定罪？青樱是仆，沈岩是主，的确是青樱不对在先。老夫人，我以后再听到你骂我母亲一句，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你客气了。他很想打死沈岩，但是他又打不赢，只能是先忍着。你骂我母亲的时候，请你先想一想，你也是一个母亲，而且当初是你儿子上赶着娶我母亲的，你如此骂我母亲，又将你那身为一国之相的宝贝儿子置于何地？况且今日也不是我想来你院子，是沈青青让我来给你请安，不然我一步也不会踏入你的院子。长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祖母已经明确下令不准你踏入这院子一步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来给祖母请安？青青给祖母请安。青青今天来得晚了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孙女儿很好，劳烦祖母担忧，是孙女的不是。青烟姐姐，你怎么跪在地上？可是受了委屈？长姐，你昨天退婚丢了丞相府的脸面，今天又欺负祖母的人，不顾及祖母的感受，你这样目无尊卑、嚣张狂妄，怎配做丞相府的大小姐？不如还是回你的乡下去吧。沈青青，你现在以什么身份在和我说话？我是丞相府正经的嫡大小姐，是你的长姐，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，你的母亲是怎么教你规矩的？我和三皇子之间的婚约是经过皇上同意以后，皇上亲自解除的。你的意思，丞相府丢脸，是皇上造成的？昨日皇上惩罚的可不止沈青青一人。我之所以会和三皇子解除婚约，这其中不是还有你沈青青的功劳吗？你的丫鬟畏罪自尽，你被皇上责罚的事儿，大家都还不知道吧？昨天他和他爹娘被玄德帝惩罚的事一直瞒着府里的人，就是担心传出来丢脸，可没有想到千算万算还是被沈岩揭穿了。青青，你被皇上责罚了。姐，你竟然被皇帝舅舅责罚了，你被打了吗？沈玉看似关心，实则满眼欣喜。青青啊，你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这还是你第一次被皇上责罚吧？哎呦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你的好名声。沈青青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。知道刚刚沈二小姐为何这么晚才来请安吗？因为皇上罚她抄女则，她进宫去教女则去了，她不敢告诉大家实情。还有，昨日皇上惩罚的可不止沈青青一人，还有你们的沈夫人和沈丞相。沈夫人面壁思过3日，沈丞相被罚俸禄，打板子。他看着众人险些惊掉的下巴，你们不用感谢我带给你们如此炸天的消息，我只是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好消息就应该分享。青青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姐，你一向是爹娘的骄傲，你竟然会犯错，不应该啊！够了，我娘是我皇帝舅舅的妹妹，我是我皇帝舅舅的亲外甥女，而且我皇帝舅舅可以责罚我们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欺负我们。我家青青这么乖巧，那是深得皇上疼爱呀。而且我们青青可是太后娘娘的掌心宝，哪有人敢欺负？哼，你笑什么？与你何干？你管天管地还要管我笑，你有那资格吗？好戏看够了，下了吧。谢怀瑾嘴角含笑，一双桃花眼弯得跟月亮似的。沈岩不禁感叹，人世间怎么会有谢怀瑾这样的美色？看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被本世子的英俊给迷倒了呀？
怎么可能？比你英俊的人多了去了。是谁啊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和他比比去。就不告诉你。我呢，就一直跟着你，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刚刚在老夫人院子里的时候，沈岩就发现谢怀瑾了。我给你带了新衣裳，穿上试试吧，然后带你去吃饭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带新衣裳？因为你没有新衣裳。有啊，我有很多新衣裳。那是别人不要的，沈岩，你值得更好的。你如果有心理负担，我送你衣裳，你请我吃饭，可好啊？成交。衣裳在桌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他进屋走到里间换好衣裳，只见沈岩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衣裙，衣裙很合身，将她的身姿展现得刚刚好。谢怀瑾，我的眼光可真不错，选的衣裳真好看。想夸我好看就直接夸嘛，还夸衣服好看。衣服虽然好看，但和你比起来，那简直就不值一提。衣服我很喜欢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一看就知。岂不是只要被你看过一眼的女子，你都知道她们的尺寸？沈大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些人都不是你，我又不是登徒子，为何要去量别人的尺寸？而且你忘了，昨天我俩近距离接触过，所以我才会知道你的尺寸。我信你。大小姐，长公主要见你。来得挺快，你在这儿等等我，我稍后就来。好，放心去吧，我在你身后。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谢怀瑾的目光渐渐冷了下来，他运起轻功，跟在沈岩身后，默默守护着他。大夫人找我何事？沈岩，我是你母亲，你见到我为何不行礼？母亲？我母亲早死了，难不成我母亲借尸还魂了？放肆！我是你爹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更是大秦国的长公主，你对我如此无礼，就不怕我将你逐出丞相府？10年前你不是已经做过这样的事了吗？大夫人，你没有生我养我，反而多方为难我。你不要妄想我会叫你一声母亲，更不要奢望我会待你如母。同样，我也不会妄想你会对我好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。如若不然，那就只有刀剑相向了。找我何事？我听说你敲诈青青1万两银子，你信不信我报官抓你去坐牢？不信，你报吧。沈二小姐，你说你说话算话，会负责赔偿我的门，怎么现在又反悔了？张姐，你别冤枉我，我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。沈青青，当时那么多人在场，你亲口当着众人的面承认的。沈二小姐已经及笄了吧？该到议亲的年纪了，又有谁家会要一个品德不佳的女子做儿媳妇呢？沈二小姐，长公主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，我的耐心有限。沈青青闻言，面色慌乱地看向长公主。她从小是被按照大秦最尊贵的女人的标准来培养的，将来她自然也是要做大秦最尊贵的女人的。她的人生不能有任何污点，但是她失策了。冬青，取银票。是，长公主。很快，冬青拿着银票过来，递给长公主。这是1万两银票，给你。在她的手即将拿到银票的时候，长公主抬手一扬，瞬间那银票飞得到处都是。沈岩，我的银子可没有这么好拿，想要银子呀，自己跪着，一张一张的捡起来。她身子挺拔，面色冷酷，目光如利刃。长公主觉得背脊发凉。长公主，你清楚大秦的律法吗？我身为大秦长公主，当然对大秦律法十分清楚。既然如此，难道长公主不知道侮辱大秦的银票是违背律法的吗？她刚刚只是想发泄，完全没有想到这茬啊！胡说，我并没有侮辱大秦银票。她朝冬青使了个眼色，冬青连忙将地上的银票捡起来，递给沈岩。沈二小姐，以后管好你的人，我屋里的东西可值钱了，再有下次就不是1万两银子能解决的。张姐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。
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，随时奉陪。长公主，我记得昨日皇上罚你面壁思过3日，这时间还没到，你的惩罚就结束了？难不成你公然抗旨？沈岩，你休要多管闲事。我没有多管闲事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长公主日后若再敢招惹我，我会让你今日违抗圣旨一事，天下皆知。沈岩，小蹄子，我要是不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，你还不知道你招惹的是谁。娘，您息怒。我觉得沈岩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像是变了个人。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我觉得沈岩背后肯定是有人帮他。青儿有何看法？娘，女子向来注重名节，如果我们把沈岩的名节毁了，那他这辈子也就毁了。他要么只有死，要么离开京城，对我们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。还是青青聪明，那你可有好主意？沈岩，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演戏，装可怜，利用舆论对付本公主？怎么，只允许长公主演戏，就不允许我演戏了？他今天早上出去就专门找了木匠铺子，他让那木工头配合他演一场戏。沈岩趁机利用舆论对付长公主，拿回了属于他的院子。那是青青的暖阁，你也配住？我一个原配所生的女儿不配，难道沈青青一个继室所生的女儿会配？沈青青害了沈岩，那我就要夺走她最爱的一样东西，这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，也让她长长记性，别总想着害人。你，冬青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是，长公主。直接抬腿踢在冬青身上。找死！今日我要住进暖阁，赶紧让你女儿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疯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没用的东西，连个沈岩都打不赢。王婆，是谁在外面吵？告诉你主子，让他立刻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从今以后，我沈岩才是暖阁的主神。你让谁离开这里？你娘说心疼我住那院子太破了，担心我一个人不安全，就把这暖阁给我住了。胡说，暖阁是我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夺了去。如果我偏偏要夺呢？沈岩，你是一定要和我作对了？一定。好，我到时候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那本事把我的院子抢了去。你们给我拦着！今天若是放任何一个人进来，我唯你们是问。是，二小姐。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？住手！冬青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刚刚沈岩说我娘把这院子给他了，你作证，肯定是他胡说八道。二小姐，长公主让奴婢来告诉您，让您收拾东西离开。什么？起轻功飞了上去，将那院门口的牌匾也摘了下来。你的东西带走。什么？沈岩今天用卑鄙的手段让长公主把这院子给了他，他住不了多久的，早晚有一天长公主会把这个院子给拿回来的。这个院子对他的重要性，他母亲是知道的，可沈岩竟能逼得他母亲就范，可想而知这沈岩得有多厉害。沈岩，你等着，今天的羞辱我一定会加倍的还给你。可别只说不做，我等着你出招。等一下。沈岩轻垫脚尖，运起轻功飞了上去，将那院门口的牌匾也摘了下来。你的东西带走。沈岩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沈青青，你欠我的，你们欠我的，该还了。走，回去收拾屋子。是，大小姐。你高兴什么？大小姐赢了，奴婢很高兴。你是长公主的人，我赢了就代表长公主输了。从奴婢选择大小姐那一刻，奴婢就是大小姐的人。这个回答不错，奴婢对您绝无二心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但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背叛我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是，大小姐。娘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暖阁给沈岩？娘也不愿意。沈岩设计陷害我，利用舆论对付我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就会被外界说成是恶毒后娘，娘不得不同意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替你把院子拿回来。大小姐，
厨房什么都没有了，连馊的东西都没有，干净的老鼠见了都得哭。走吧，出去吃。不用出去了，我带来了。谢怀景站在门口，提着食盒，望着他，温柔地笑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一个人吃饭不香，来找你一起吃饭。这里的确不错，比之前的院子好，布置的也很有味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搬到这里来了？你和你那死去的娘一样，死也要把别人拖下水，你们都是疯子！”沈建章骂完，疯了一般跑出去。大小姐，刚刚吓死奴婢了。秋雨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，我能保护我自己。方才多谢了。奴婢保护大小姐是应该的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奴婢还是会这么做的。傻姑娘。此时的长公主还不知道，她想派一个眼线在沈岩身边，可不曾想给沈岩送来了一个誓死相随的丫头。太后娘娘，沈岩来了。太后看向殿外，外面的日头正烈，亮着的。是，太后娘娘。沈岩和秋雨直接暴晒在烈日之下。大小姐，您蹲下，奴婢站着，这样太阳就晒不到您了。不用。沈岩知道这是太后在故意为难他。秋雨，我们直接进去。是，大小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太后没想到沈岩的胆子如此大，没他的命令都敢进来。太后娘娘，原来你好好的呀！臣女在外面等了这么久都没有人出来回话，臣女还以为您出了什么意外了呢，害得臣女好一阵担心。他终于明白为何他女儿和外孙女都败在沈岩手上。胆子大，嘴皮子厉害，大胆，竟然敢诅咒哀家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打50大板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明明是担心您，怎么变成诅咒您了？哀家说是诅咒，那就是诅咒。你老实的去受罚，不然哀家定扒了你一层皮。如果我不呢？给我打！跟在我身后。沈岩吩咐秋雨，然后抬腿伸掌之间，拥上来的10多个人全部都倒在地上。太后娘娘强行要臣女的命，臣女只有去向皇上讨个说法了。太后没想到沈岩的功夫如此了得，更没想到他竟会公然反抗，还要跑去玄德帝那儿求救。沈岩是我新家上的人，您这样诋毁镇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快关门，把他往死里打！皇祖母这是要把谁往死里打呀？秀海景看了沈岩一眼，见他安然无恙，他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下。孙儿拜见皇祖母。你来做什么？来接孙儿的妍儿回家。妍儿？是啊，皇祖母，孙儿还等着妍儿回去一起吃饭呢。等了许久不见她回来，还以为皇祖母喜欢妍儿，要留她下来吃饭。孙儿特意赶来蹭饭呢。沈大小姐，哀家倒是低估你了，才和哀家的3皇孙退婚，又搭上了镇南王世子。你是非皇家不嫁是吗？不是谁都可以嫁入皇家的，尤其是你这样品行不端的，想都不要想。景儿，你也是的，看上谁不好啊，偏偏要看上你3弟不要的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好的？你若是想成家，哀家可以为你指婚，保准比这个好。皇祖母，沈岩是我新家上的人，您这样诋毁镇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你，皇祖母，沈岩也不是非皇家不嫁，是皇家的人求着娶她。当年3弟如此，如今我也是如此。他和3弟解除婚约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也是我皇叔准许了的。皇祖母还要拿这来说事儿，是不是有失您太后的身份呢？谢怀景，你这是在教训哀家。皇祖母，您看，孙儿还没说您什么呢，您就如此愤怒。您刚刚骂妍儿骂得那么难听，她一个字儿都没有回您，到底是谁在教训谁啊？是谢怀景一直为了保护他在和太后怼，他也不好插嘴啊。我身为太后，难道还不能教训他了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管儿孙心无忧。谢怀景提醒太后别管得太宽，他当然知道太后是因为沈青青才找沈岩麻烦的。为了我得罪太后，不值得。值得，你值得我为你做任何事。说了这么多，肚子饿得不行了，
妍儿，你饿了吗？饿了。皇祖母，孙儿先告辞了。若您想我们，等孙儿有空再带着妍儿来给您请安。他说完，不等太后回答，就牵着沈岩的手走了。沈岩侧目望去，心生一股暖意。你怎么知道我来宫里了？林小六告诉我的。为了我得罪太后，不值得。值得，你值得我为你做任何事。谢怀景，谢谢你今天又帮了我一次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喝。为何？我不想因为你感谢我而敬酒。那你是无私奉献，不求回报？那也不是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做自己，快乐，自由。当然，有朝一日，我能与你看日落，等日出。这情话说的不错。谢怀景，你说你家世背景、身材模样都挺好，嘴还甜，挺会哄人开心的，怎么至今还没有婚约？我被人给抛弃了。当真？他答应过我，说等我去提亲，结果他转眼就跟别人有婚约了，还记不得我了。他这么过分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他，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而且当年他与别人有婚约，也不是他的错，是别人主动的。他脑袋里面只有原主6、7岁以后的记忆，沈岩想不明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谢怀景，你是好人。我不是好人，但是我愿意把我仅剩的所有好都给你。他想让沈岩知道他一直在等他，等他记起他来。不说这些事儿了，好事多磨嘛，我慢慢等，先吃饭。怎能不宠呢？这可是他等了10多年才等回来的新家家啊！这秋雨是你派给我的丫头，她是你的人，肯定不会偏向我。大小姐，奴婢刚刚去了邀月院。她要你怎么害我？她让奴婢想办法给您服下这个。秋雨从袖中把小纸包取出来，递给沈岩。真卑鄙！长公主还说，只要把这个给您吃下就可以。奴婢不知道她是打算怎么害您。你去休息吧，就当这个药我已经吃了，其他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沈岩，你好狠毒的心呀！你勾引我儿子不成，竟然害他！你觉得你儿子配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你为了你的差事，把你的亲儿子当棋子使了？冬青，用冷水把他泼醒。冬青端起一旁早就准备好的冷水，泼向王小山。小山，你跟娘说，是不是沈岩勾引你不成，还把你打晕了？你说实话，由长公主为我们做主。长公主，大小姐勾引了奴才，又不要奴才，求长公主将大小姐嫁给奴才。沈岩，没有想到你竟如此不知廉耻。长姐，原来你和三殿下退婚是因为王小山啊，你眼光可真好。既然你夸我眼光好，那证明你觉得王小山不错，那你嫁给他吧。青儿冰清玉洁岂是你能比的？今天我就做主把你配给他，从今之后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了。你诬陷我的那些话可有证据？秋雨，你来说，你家大小姐是如何和王小山勾搭在一起的？回长公主，我家大小姐清清白白，并未和王小山有任何来往，甚至在今天之前她都不认识王小山。我记得秋雨是你派给我的丫头，她是你的人，肯定不会偏向我。秋雨，你最好想清楚，这丞相府是我说了算。长公主，我家大小姐并未和王小山有任何来往，反倒是您昨夜叫奴婢来交给奴婢媚药，指使奴婢谋害我家大小姐，这是为何？我何时给过你媚药？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跟对象一起看。陌陌上面很多性格好、颜值高的单身姑娘都在找伴，只需简单回应就能越聊越投机，强烈推荐，脱单就这波了。沈大小姐不必担心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欺负你。媚药在我这里。这沈岩当真是个厉害角色，竟然连他的人都能策反。依我看，这个药就是你自己买的。这个药就是你给奴婢的。秋雨，你连你主人都敢背叛，你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长公主，自从奴婢来到大小姐身边那一刻起，奴婢的主人就只有大小姐一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长公主说要给大小姐下药，然后趁大小姐睡熟以后，让奴才去大小姐的院子毁了大小姐的清白。长公主，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。
长公主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想不明白为何秋雨要背叛她，现在王小山也背叛她了。小山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还不快给长公主认错！娘，我没有撒谎，就是长公主指使我的。长公主，沈二小姐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们母女二人合谋害我，该当何罪？我是堂堂长公主，你啥也不是。这个屋子里都是我的人，我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要你的命。那所谓的真相，你就带进坟墓吧。现在能保住他和沈青青名誉的唯一手段，就是让沈岩死。来人！刹那之间，10余个黑衣人从各个方向涌来，杀了沈岩！住手！一道厉喝声从外面传来。国公夫人、燕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把沈岩他们先带下去。且慢，沈大小姐不必担心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欺负你。长公主知道国公夫人是在骂她。长公主，这丞相府的大门可真难进呀，我这来了3次才进来。国公夫人，这的确是误会，我不知道是你要来，不然我肯定敞开大门等你了。如果不是沈大小姐在这儿，这丞相府的大门我以后也不想登。沈二小姐，是你和长公主伤我们2家和气在先，你们企图合谋杀害我娘的救命恩人，那与要我娘的性命有何异？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，你身为嫡母，竟然用这种手段谋害丞相的嫡女，你真是丧尽天良。今日之事我会禀告给皇上，请皇上为国公府主持公道。国公夫人，这是我的家事，就不必劳烦你了。传到宫里，就等于传得天下尽知，到时候他和沈青青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今天这事我管定了。国公夫人想怎么管？这2人直接处死。长公主，您救救奴婢！再说这件事也不是奴婢的主意，是您的。来人，把这2人拖下去，杖毙！不必了，就在这儿打。他在警告众人，欺负沈岩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长公主，你才是真正害大小姐的那个人，要死也是你先死，凭什么指让我和我娘？长公主听到这些话，面色惨白，她今天的脸算是丢尽了。国公夫人，你可满意？你们伤害的是沈大小姐，你应该问问她满不满意。她今天必须按照国公夫人的要求做，不然她一定会身败名裂的。沈岩，你可满意？国公夫人公平公正，我当然满意。国公夫人、燕公子，今日就不留你们了，我也乏了，没空陪你们。他下逐客令，等他们2人一走，他再关起门来收拾沈岩。长公主此言差矣，我们不是为你而来，你是否有空，对我们行程也没有影响。沈岩第一次听到燕青说话，声音温柔极了，这才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狠的话。燕公子，我娘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她说那句话只是出于客气，你又何必要咄咄逼人，伤了我们2家的和气呢？沈二小姐，是你和长公主伤我们2家和气在先，你们企图合谋杀害我娘的救命恩人，那与要我娘的性命有何异？娘，您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也心悦沈大小姐？沈大小姐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，谢谢国公夫人为我做主。沈大小姐，不知你是否有空，我想要和你单独聊一会儿。国公夫人请。长公主、沈二小姐，沈大小姐是我国公府的恩人，2位以后若是再欺负沈大小姐，那就是站到了我国公府的对立面。别看我一介妇人，垂垂老也，但是我国公府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青儿，你觉得杨儿如何？娘，沈大小姐是儿子见过的最特别的姑娘，如果能与她相伴，儿子觉得不枉此生。那就勇敢的去追求，娘支持你。而且娘也很喜欢妍儿，说她能做我国公府的儿媳妇儿，那是我们天大的福气。是娘，儿子一定努力，不负娘的厚望。不过你为何如此了解妍儿？儿子观察的，连长公主都得敬您3分，
他却没有因为您的身份而讨好您，他也敢和长公主对视，证明他根本不怕长公主。我们刚刚在外面听到长公主的人突然翻供，这很奇怪。儿子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。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也很冷静，证明他早有准备。他简直太聪明了。这么优秀的女子，到时候肯定是百家争抢，你要抢占先机。明日去见燕儿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他拿出了当年上战场的气势来抢未来的儿媳妇。娘，您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也心悦沈大小姐？燕儿救我那日，我看到了镇南王世子和她在一起，而且世子对她啊是呵护有加，看那样子应该是情根深重了。世子跟燕儿认识在先，所以他有优势，你是后来者就更要用心。那日朱楼楼主也在，冷楼主向来不近人情，我却听见他为燕儿说话。沈岩吃完饭又钻进了屋里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屋外响起了一阵笛声，笛声悠扬，悦耳动听。沈岩嘴角一扬，忍不住拿起一旁的筷子，敲击面前的各种瓶瓶罐罐。屋内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与外面的笛声相呼应，奏出一曲绝美乐章。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听说镇南王世子的笛声在京城一绝，今日得闻三生有幸，而且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在我屋外吹笛子？别人的看法不重要，你只管做好你自己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出去办事回来晚了，我听说了长公主害你的事儿，便连忙来看看。抱歉啊，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没有在你身边。谢怀景，你应该有你的生活，而不是总是为了我。可你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我之前在乡下多次遇到危险，都是你在帮我。是。他之前有过疑惑，原主一个孤女，连唯一的亲爹都判她死，身后又空无一人，她怎么可能次次运气都那么好，能逃脱长公主他们的魔爪呢？原来是谢怀景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。沈岩，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以前你忘了和我曾经的承诺，还和别人有了婚约，我还以为是你不想理我了，所以我时刻保持与你的距离，只有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帮你解决危险。后来你回京，你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你主动退婚，性子也回到了曾经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又回来了。这次你别撵我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在很早以前就喜欢我了？是。包括我之前在乡下那几年，我名声这么不好，你都没有变心？从未变过，我的眼里只有你沈岩一个人，从心动到妻仪，至死方休。刚刚你就是用这些东西敲出那些乐声的。乐声如何？此曲一旦传出去，定然名动京城。你说我们刚刚合作的乐曲叫什么名字好？刚刚那首曲子是他们二人随着彼此的心境，还有为了呼应对方临时创的一首新曲子，你觉得呢？思言，如何？思言，思念沈岩。你是早就想好了的是吧？是啊。你都决定了，还用问我？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，最后结果由你决定。谢怀景取的不仅仅是一首曲子的名字，更是对沈岩的态度。这个名字挺好。沈岩想着，有人将他放到心尖尖上惦记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啊。好，我回去就填词，以后这首曲子只属于我们两个人，是我们的定情曲。谁要给你定情了？你不和我定情，那和谁啊？人这一辈子又不是非要与谁定情不可，我志不在爱情。可我志在你，我非你不可。
沈岩，我爱了你10余年，等了你10余年，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得很清楚了。你说的对，情爱的确不是人生必须的部分，但你沈岩却是我谢怀瑾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不要这么着急拒绝我，我可以等的。10年我都等过来了，再等10年也没有关系。我会让你知道，虽然你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幸福，但是我会让你过得更幸福。沈岩觉得谢怀瑾是这世上最会说情话的男子，他真的很难不心动啊。好，你说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太好了，你相信我，有我谢怀瑾在，你会是这世间最幸福的女子。老夫人，年纪大了连脸都不要了吗？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要我的东西。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做胭脂水粉。你是打算卖？世子真聪明。店铺选好了吗？需要多？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做胭脂水粉。你是打算卖？世子真聪明。店铺选好了吗？需要多少银子？我给你。店铺选好了，银子我有的。何时开业啊？3日以后。明天我让秋雨去找师傅来搭建灶台，你到时候过来，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要不我们继续做胭脂水粉，你看看我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，就让我做，好不好？谢怀瑾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甘之如饴啊。大小姐你醒啦，灶台已经搭建好了，所有的厨具都准备好了。你速度这么快？搭建灶台的工匠是世子爷找来的，厨具也是世子爷买来的。世子爷还说，大小姐你有没有特别想吃的菜，世子爷晚些时候再一并买来。谢怀瑾在外面跑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又来陪他干活，他都睡到现在才醒。比他更辛苦的谢怀瑾却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沈岩那冰封的心也渐渐有融化的迹象了。想说什么就说。大小姐，老夫人派人来叫你去请安，已经来了3次了。秋雨，把你的新衣服穿上，再去选一个好簪子戴上，我们去请安。大小姐，奴婢身份低微，穿太好会被责骂的。秋雨，你是我的人，我如果连你都护不住，你跟着我有何意义？老夫人，你叫我来有何事？没规矩。老夫人，我今天的一切不都是拜你们所赐吗？我今天就教你规矩。昨日国公夫人给你送了这么多礼物，你身为长姐，就应该把礼物拿出来平分给大家。一个人中饱私囊算怎么回事？我丞相府容不下如此自私自利的人。老夫人，年纪大了连脸都不要了吗？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要我的东西。你不如直接说，我说不定心情也好，就送你几样了，何必用这种手段，令人恶心。别自己没有能力就拉踩别人，在教我做事之前，自己先好好想想怎么做人。你沈岩，你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丞相府，你就应该把所有礼物都拿出来交给长公主，然后入库房。那你去问问国公夫人，这礼物是送给我的还是送给丞相府的？他哪里敢去问国公夫人啊？长姐，祖母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要这么凶嘛。你看看你那丫鬟穿得这么靓丽，险些把三妹妹都给比了下去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我的人穿什么我说了算，你要是有能力，也可以让你的人穿得体面一些，别自己没有能力就拉踩别人，在教我做事之前，自己先好好想想怎么做人。沈青青一句话就败下阵来。老夫人，没事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没事不要去打扰我，免得我惹你不高兴，你都要少活几年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这样的东西？因为你生了一个宝贝儿子，你的宝贝儿子上赶着娶了我娘，你说你当初要是不生你宝贝儿子该多好。老夫人气得额上青筋暴起，直接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大小姐，燕公子来了。沈大小姐，打扰了。沈岩还要忙着去准备食材，就直接开口。燕公子不必客气，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吧。沈大小姐有事要忙吗？我答应了谢怀瑾，今天请他吃饭。没有想到沈大小姐竟然还会做饭，不知我可否留下来尝尝沈大小姐的厨艺？可以。他昨日才收了国公府那么贵重的礼，
没道理不答应燕青的小小请求啊。沈大小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会劈柴。沈大小姐，我来给你烧火吧。烧火有我，用不着你。当谢怀景一进院子，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：沈岩在切菜，燕青在劈柴。他没有想到燕青就见过沈岩一次，就惦记上他的人了。大小姐，世子来了。谢怀景，我准备炒菜了，你去歇歇，饭菜一会儿就好。见过世子。燕公子，柴火够了，你去休息吧，这里不需要你了。谢怀景语气酸得掉牙。世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受不得累，还是你去休息吧，我再多劈一些，以后沈大小姐用的时候方便。二人目光冷厉，气势逼人，谁也不让谁，大有高手决一死战的架势。燕公子，柴火够了，辛苦你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听到没？让你去休息。沈大小姐，我来给你烧火吧。烧火有我，用不着你。沈岩算是明白了，两个大男人是在争风吃醋啊。要不你俩来做饭，我去休息。我来炒菜，你在旁边教我，好不好呀？可以，你来吧。好啊，我很好教的，一教就会。不到1个时辰，饭菜全部上桌。尝尝我的手艺。世子，那是沈大小姐烧的菜，怎么变成你的手艺了？沈大小姐，这是我烧的火，你尝尝火候如何？如果你们再不安安静静的吃饭，这将是你们在我这儿吃的最后一顿饭。谢怀景和燕青顿时老实了。吃完饭，天色已黑，谢怀景和燕青离开了丞相府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6月29，老夫人寿辰。三弟，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？是不是想见沈大小姐了？是啊，三哥，你都不等我们一起，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想见沈大小姐了。我看不是如此，三弟若是心里有沈大小姐，又怎么可能和她退婚呢？三哥，听说沈大小姐很丑啊，到底有多丑？你给我们说说。一会儿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老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数十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岩，他们都很好奇这个美妙的女子到底是谁。她手上提着一个竹篮，竹篮里面散着各色花枝，步态轻盈，气质出尘。三哥，你和丞相府熟，可知道这是丞相府的哪位小姐？她就是沈岩。你不是说她很丑吗？就凭沈大小姐这个姿色，我可以说整个京城无人能比。我之前听说是沈大小姐主动退婚，我还有些不信，今日一见，看来传言是真的。三弟，你是被沈大小姐给甩了，不过依照沈大小姐这样的姿色，你的确是配不上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谁？镇南王世子谢怀景。就他？哼，他还不配跟我争女人。大皇兄，不然你以为沈岩为何会与我退婚啊？他们早就两厢情愿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人长得这么美，品行却不好。谢成宇见自己三言两语就把沈岩的名声诋毁得不堪入目，他心里十分得意。沈岩的耳力极好，他将他们几人的对话都听了个全。同样惊讶沈岩容颜的人还有老夫人等人。你是沈岩？你变化为何这般大？与你何干？他可没忘记以前何子宁是如何欺负他的。外祖母，您看啊，现在当着您的面，沈岩都敢欺负我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沈岩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还有没有规矩？老夫人这是又要和我讨论何为规矩？老夫人想到前几日，因为他骂沈岩没有规矩，结果沈岩把长公主沈建章和他都骂了个遍。祖母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孙女为您绣了一幅百寿图，希望您喜欢。哎呀，青儿辛苦了，快给我瞧瞧。小云，把礼物拿上来。沈青青将其展开，摆放到众人面前，等待众人欣赏。青青祝祖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，真的是我的好孙女，绣这么多字儿，
你这细皮嫩肉的手怎么受得了？孙女想着，只有自己亲手做的东西，方能代表诚意。孙女真心希望祖母能长命百岁。沈青青说完，挑衅地看了沈岩一眼。她的身份、地位和才华，还有名声，这些是沈岩永远也及不上的。他不过是送了份礼，就能把沈岩碾压到尘埃里去。有他沈青青在，沈岩永远也别想翻身。沈二小姐心地善良又有孝心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姑娘。沈二小姐的绣工真了不得，依我看呀，整个京城怕是无人能比了。听着这些讨好的话，老夫人嘴笑得就没有停下来过。只有长公主婆婆这个身份，才能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老夫人的孙子孙女儿都送了礼物，除了沈岩。长姐，你给祖母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沈岩把身旁的竹篮往前一送，这里。长姐，你就送这个。沈岩，你当我们丞相府是捡破烂的吗？竟拿破花送给祖母做生辰礼物。沈岩，你没才没艺，但不穷啊。整个丞相府都是祖母的，你用祖母的东西来送给祖母，怎么显得你孝心可嘉了呢？沈岩，你没才没艺，但不穷啊。之前不是讹了长姐1万两银子吗？怎么送的礼物这么寒酸？沈岩，你这哪是送礼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外祖母，丢脸，滚出去！你们只看到这是一个竹篮装着5颜6色的花，可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吗？我早上天不亮就起床，然后去山上摘花。为了让花的配色好看一些，我就翻山越岭，去不同的山头采摘不同的花。花的寓意很好，代表着美好、祝福、欢喜。我把这份心意送给祖母，没有想到竟然惹得你们这么多人骂我。难道大家没有听说过礼轻情意重这句话吗？府里有花，你又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采摘花呢？二妹妹，你觉得以我在府里的地位，我敢摘府里的花吗？二妹妹，你刚刚说只有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方能代表诚意，怎么你亲手绣的百寿图就能代表你的孝心？我亲手采摘的花就不能代表我的孝心了呢？你绣的百寿图，无论是针线还是布，都是来自于丞相府，整个丞相府都是祖母的。你用祖母的东西来送给祖母，怎么显得你孝心可嘉了呢？我这一篮子花，好歹没有花费丞相府1个铜板。沈青青面红耳赤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她辛辛苦苦准备的寿辰礼物，竟被沈岩贬得一文不值。沈玉看见沈青青吃了大亏，她乐得笑出了声。沈玉是吧？你说我的花是破花，那你弹的琴又是什么？你那是想送礼吗？你只不过是借着送礼的由头表现自己的才艺而已。我这破花好歹还能欣赏，做个装饰，你那破曲子能做什么？还有你沈兰，你和沈玉的心思一样，都是想表现自己。你们真是虚伪啊！还有你沈兰，你和沈玉的心思一样，都是想表现自己。你们真是虚伪啊！平日里祖母祖母的叫得多好听，口口声声说要孝敬祖母，结果连送个生辰礼物都不忘算计，这样的孝心才是真正的寒酸低廉。还有，那银子是沈二小姐的婆子故意撞坏我的门赔给我的银子。沈兰，你连讹和赔都分不清楚吗？知情的人会说你一个人蠢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我们丞相府的人都和你一样，不懂就多读书，少出来丢人现眼。老夫人本就不喜沈兰，听闻此言，直接剜了沈兰一眼。何子宁，你说我不是送礼，是羞辱你外祖母，那你又给你外祖母送了什么？不会也是跳舞、唱歌、弹琴吧？那你和沈玉、沈兰有何区别啊？你的孝心一样的廉价，都是空话，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。他每次来这里都会搜刮一些东西回去，又怎么会想着送东西过来呢？沈岩目光落到沈征身上，刚刚是你说让我滚的是吧？该滚的人是你，
祖母寿辰是大喜事，你送一个死物，真是晦气，不吉利。祖母不说你什么，那是她纵容你。但是你已经10岁了，不是小孩子，你难道自己没有反省？无论我爹再厌恶我，也无法改变我是丞相府正经嫡大小姐的身份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而不是你的。你只是一个披着丞相府唯一少爷皮子的可怜虫而已。你和你姐同父同母，为何你享受宠爱，而他备受冷落？你真以为他们爱的是你吗？他们爱的是你的身体，你的性别，因为你是男子，能为丞相府传宗接代。你如果是个女子，就按照你的性格，你过得比你姐还不如。如果是个女子，就按照你的性格，你过得比你姐还不如。这是沈征第一次挨骂，而且被骂得特别狠，他完全都没有还击能力，一下子就哭了。沈岩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懂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说他？黎城7岁任宰相，虽然8岁从军上阵杀敌，贺州9岁以一己之力智退强敌。他们哪一个不比沈征小？但他们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男子汉？长辈之爱幼，地位之际深远，而不是一贯的溺爱纵容。按照你这样的方式教养出来的，只是一个废物，万万不可能振兴你的丞相府。沈岩言辞激烈，语气铿锵有力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不是说丞相府的沈大小姐是个脓包废材吗？她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？沈大小姐说得好，想要一个家族兴旺，教训子孙上面一定不能太溺爱。对，这样只会宠坏孩子。以后谁还敢说沈大小姐是废材，我跟他急。沈大小姐若是先生，我会很放心把我的孩子交给他呀。原来沈大小姐才是丞相府的夜明珠。谢成宇看着眼前的沈岩异常熟悉，像极了曾经惊艳全京城的幼年沈岩。几个皇子看向沈岩的眼神也变了，沈青青嫉妒的险些发狂。为什么沈岩的命这么好？你等着，我要去告诉我娘。说完起身跑了出去。正儿，哎呀，快追上去看看，可别摔着了。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跟谁学的？在书上看到的。读书可以明志，读书可以见机。难道祖母都不读书的吗？老夫人面红耳赤，她哪里读过什么书啊？老夫人，长公主说饭菜已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老夫人说不过沈岩，害怕沈岩继续说话让她难堪，把沈岩拖下去杖毙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，找死！老夫人说不过沈岩，害怕沈岩继续说话让她难堪。开席。张姐，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正巧此时，沈岩看到秋雨端着一个碗进来，那碗里是长寿面，他心里一跳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夫人，这是长公主特意命厨房给您做的长寿面，您尝尝。还是长公主有孝心，这面呀看着就香。老夫人话音刚落，她拿着筷子的手突然往下一垂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祖母，来人，快叫大夫！娘，外祖母，老夫人，沈二小姐，让我来瞧瞧。张太医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祖母！老夫人中毒了。什么？难不成是这面里有毒？张姐，你为何要下毒害祖母？何事如此喧哗？爹娘，沈岩下毒害了祖母。来人，把沈岩拖下去杖毙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，找死！在家丁扑上来的一瞬间，门口响起了3道冷厉的声音。沈岩抬眸望去，见谢怀瑾一身红衫，手执玉笛，他双手向前一推，内力直接将扑上来的家丁打飞数丈远。燕青一身雪白，一改往日的温润，满身杀气，手中羽扇横飞，打得家丁鬼哭狼嚎的。而冷玉婷则是一身玄衣，拔刀而起。3个响当当的人物同时出现在丞相府。沈青青和长公主对视一眼，只差一步，那3人为何在这个时候来打乱他们的计划？世子、燕公子、冷楼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沈大人，本世子若是不来，
还不知道你要杖毙本世子的心上人呢。本世子说过，谁动沈大小姐就是跟王府作对，本世子管到底。本世子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要杖毙本世子的心上人呢。抬腿一脚踢在了沈建章身上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跟镇南王府作对？燕青手中的扇子抵住沈建章的喉咙。沈大人杀我国公府的恩人，意欲何为？沈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杖毙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将大秦王法、皇上威严置于何地？沈建章躺在地上，面色惨白。沈岩下毒毒害老夫人，证据确凿，不孝不仁。我们将他绳之以法，替老夫人报仇，有何不对？你们不请自来，在我府内打打杀杀，有没有把我这个长公主放在眼里？又把太后娘娘置于何地？冷楼主、世子、燕公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三位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？本世子说过，谁动沈大小姐就是跟王府作对，本世子管到底。国公府和沈大小姐同在，我奉皇命肃清一切诬告。你们无凭无据杀人，本楼主就得管。长公主不服，找皇上说去。无论身份地位、模样才情，他哪一样不比沈岩强？为何就没有男子如此的全心全力宠着他呢？有这三个人护着，沈岩完全可以在京城里横着走。今日之事，我觉得疑点重重，这低劣的手段不像是我们聪明的沈大小姐所为，不如我们给沈大小姐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镇南王世子、燕公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你是疯批吧？想一出是一出。我相信沈大小姐是无辜的。冷楼主，你不是京兆尹，也不是丞相府的人，这里用不着你发号施令，我自会证明沈大小姐的清白。闭嘴！好，本楼主坐着看戏，我倒是要看看二位如何替沈大小姐证明清白。二妹妹，好戏要开场了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场戏是如何演。老夫人醒了。祖母，您醒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给您下毒的凶手，就是沈岩。祖母，您说该如何处置？拖下去，打死！住手！谢怀景和燕青已经站到了他身边了。镇南王世子、燕公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还请你们不要插手。沈大小姐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谁敢动她，就是与我国公府为敌。哼，谁敢动我心尖尖上的人，就是找死。是不是只要是下毒害你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直接打死？是。凶手不就是你吗？你问此话是何意？二妹妹，好戏要开场了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场戏是如何演的。每次和沈岩交锋，只要沈岩露出这样的神色，他就觉得他要输。秋雨，你将今天冬青把你从我院子叫走，直到你把长寿面放到老夫人面前为止。这中间的整个过程说与我听。冬青姐姐直接把奴婢叫到厨房，让奴婢在那儿等着，直到开始上菜的时候，奴婢准备去端菜，冬青姐姐直接让奴婢去端长寿面。奴婢知道老夫人不喜欢我，便想着拒绝，可冬青姐姐说她让谁端谁就得端，奴婢无奈就将面端了过来。大小姐，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你从接过面到你将面端到老夫人面前为止，有第二个人碰过这面吗？没有。沈岩，你还问什么？这不已经确定了，面里的毒就是秋雨下的，但秋雨肯定没这个胆子，定然是受到了你的指使。难道我是神仙，能够提前预知冬青会来叫秋雨去帮忙？众所周知，在丞相府我是最不受宠的，我的丫鬟也会不受待见。今天这样的场合，想必长公主是十分重视的。没道理让最不受待见的丫鬟去帮忙，难道她就不怕秋雨一不小心把她精心准备的寿宴搞砸吗？你说让秋雨去帮忙，难道就只为了让她端一碗面？冬青，你最好不要撒谎，今天的事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后果。
冬青心里一慌，只得看向长公主。你看我做甚？自己说。你看清楚了，是谁负责煮的面？王大嫂。我要见王大嫂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长公主没法拒绝。去叫王家媳妇来。长公主，不好了，长公主，王大嫂死了。这王大嫂死的也太巧合了。人是在哪里死的？在湖里。去现场。此时王大嫂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。沈大小姐，线索已断，看来你是没办法自证清白了，不如你就认罪吧。沈岩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看向长公主。谁说线索断了？雁过留痕，死人不会说谎。长公主，你说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要证明清白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现在就向大家解释王大嫂的死因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地上和水里都有菜，一看就知道她不小心滑倒了，摔到湖里淹死的。错，王大嫂的死不是意外，是谋杀。竟然是谋杀！会是谁啊？谁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在丞相府里杀人？说不定啊，就是丞相府里面的人。别议论了，等沈大小姐揭穿真相。你们看，这里有向后倒的足迹，足迹的对比和王大嫂的鞋底是一样的。从足迹和地上的菜与油渍看来，王大嫂当时应该是背对着湖水而立，她手里端着一碗菜。她第一次被人踢的时候没有摔得下去，她身体不停摇晃，碗里的菜和汤汁也随之洒了出来。接着她又被踢了第二次，这一次她没有这么幸运，她直接被踢到了湖里。凶手就是你，长公主。接着她又被踢了第二次，这一次她没有这么幸运，她直接被踢到了湖里，手上的碗摔倒在地，满是碎瓷片和菜。以上过程与方才我在王大嫂裤子上发现的2处被踢的鞋印子吻合，证明推断成立。若有不服者，可请衙门仵作来验尸。我认同，且支持沈大小姐的话。我支持沈大小姐的观点。推断只是推断，永远不可能作为证据。沈大小姐，这死者会不会是被你杀人灭口的，然后你再自导自演的编出这场戏？王大嫂死亡时间是在半个时辰以内，那个时候我在老夫人的屋里，我没有时间作案，有宾客可以作证。沈岩，肯定是你和此人勾结，给老夫人下毒，事后又派人将其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，你休要抵赖。杀人凶手就在我们当中，凶手当时和王大嫂离得很近，他踢王大嫂的时候，鞋子上面肯定被沾了油渍。现在我们只要查出谁的鞋子上面有油渍，那此人一定是凶手。大家都仔细检查检查，看看自己的鞋子有没有油渍。谢怀景、燕青、冷玉婷3人根本没有看自己的鞋子，他们在看周围。其他大部分人都低头撩起衣衫，查看自己的鞋子。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沈岩目光横扫，最后落在长公主身上。凶手就是你，长公主。胡说八道！沈岩，你对我有任何不满，你大可以说出来，没必要栽赃陷害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娘，你这样叫大不孝。我可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娘。方才大家都在看自己的鞋，只有你不仅不看自己的鞋，反而把自己的鞋往里面缩，生怕被人看见一样。如果你还不服，我只有禀报皇上，请皇上来明断。长公主，你在隐藏什么？你敢把你的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吗？到了这一刻，其实凶手是谁，大家都心知肚明了。长姐，我娘是长公主，是我太后外祖母的长心娇，她的身份如此尊贵，她的鞋子是说看就能看的吗？长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娘一直心存怨恨，但是我娘如此善良，她绝对不可能是凶手的。你看，你把我娘的脸都吓白了。娘，您为了祖母的寿宴操碎了心，现在还要受到委屈，您太累了，女儿扶您去休息。母女2人正要迈步，
却发现谢怀景和燕青站到他们面前，拦住了去路。谢怀景，我是你姑姑。凶手没有查出来，谁也不许离开。长公主，您若不是凶手，心虚什么？长公主，你就给大家看看，向大家证明你不是凶手，这多简单呀！小心，有蛇！长公主的思绪正在飘荡，闻言本能地提起衣裙，然后低头望去，想看看蛇在哪儿。长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？王大嫂端的菜是蛋花汤，你的鞋子上面就有蛋花，证据确凿。你觉得你抵赖得了？如果当时她不是为了赶时间，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自己鞋子上沾了东西呢？如果你还不服，我只有禀报皇上，请皇上来明断。长公主，真的是你？沈建章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长公主，我娘一向疼爱你敬你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长公主，刚刚你还说是沈岩下的毒，原来凶手竟然是你自己呀！这是贼喊捉贼呀！这还不明显吗？他用如此心狠手辣的手段，就是为了陷害沈大小姐。哎呦，真的是披着人皮的狼啊！连自己的婆婆都能下得去手，好恶毒的女人呐！朕就夺取你的封号，即刻前往普宁寺修行，为被你杀害的人赎罪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够了！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就算我做错了什么，也轮不到你们来评判我。她丝毫没有反悔之心，依旧是趾高气昂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长公主，你蓄意谋害自己的婆婆，还将王大嫂杀人灭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我们平民百姓是无权处置你，但国法岂会容你？国法又如何？我母后是大秦国太后，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我看谁敢把我怎么样？朕敢参见皇上。长公主看着玄德帝，满脸惊慌，竟忘了下跪。皇兄，您怎么来了？他母后是太后娘娘没错，可是掌管着大秦国的，毕竟还是玄德帝。朕要是不来，又怎么能听到长公主这番骇人听闻的言论？谢云慧，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皇兄，您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朕在外面已经听到了。今天若不是朕亲耳听见，你是不是还要用你长公主的身份继续在外面为非作歹？皇家给你长公主的封号，是希望你能担起皇室的职责，爱护子民，体恤子民。既然你做不到，朕就夺取你的封号，即刻前往普宁寺修行，为被你杀害的人赎罪，无诏不得回京。长公主瘫软在地，面色惨白。没有了长公主的名号，她以后还如何在世间立足啊？她的女儿将永远抬不起头来，她的丈夫可能再也不会要她，而那些曾经她欺负过的人都会过来踩她一脚。皇兄，您不能惩罚我，我是我母后唯一的女儿，大秦国唯一的长公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是了。冷玉婷，把她带下去，由你负责，亲自押送至普宁寺。是，皇上。舅舅，我娘也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开恩，饶恕我娘。所有人不许求情，求情者同罪。公主，请吧。青儿，你去告诉你外祖母，说我此生不能给她尽孝了。娘。玄德帝现在的心情很差，而且他知道太后一定会插手此事，所以他现在必须回宫。等到宾客散尽，沈建章冷冷地瞪着沈岩，直接抬手就要打他。沈大人，你可真窝囊，没本事打毒杀你亲生母亲的凶手，只有本事拿你女儿撒气，就因为那凶手有太后撑腰。你祖母好好的，你为何要揭穿长公主？你知道没了长公主，丞相府会被多少人瞧不起吗？丞相府会被多少人瞧不起，与我何干？沈大人，以前我只觉得你窝囊，不配做一个父亲，现在我觉得你意欲熏心，狼心狗肺，根本不配做一个儿子，甚至不配做人，德不配位。你看着，
总有一日，你要从丞相的位置滚下来，受千夫所指，遭万人唾弃。他仿佛看到了沈岩骂他的下场变成了现实。沈岩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。贱人，和你娘一样下贱，你怎么不和你娘一起去死？老夫人，你的儿媳妇下毒害你，你的亲生儿子要前途不要你，这些都是我造成的吗？不是你是谁呀？你如果早点死了，长公主又怎么会被你逼得下毒害我？我儿子又怎么为了丞相府而放弃我？我原本是长公主的婆婆，丞相的亲娘，我孙女还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我处处受人敬重，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公主她还下毒谋害她的婆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就像朕的后宫嫔妃谋害你，你能轻易原谅吗？老夫人，你真可怜，长公主利用你对付我，就足以说明她没有把你放在心上。今天若不是有太医在，你就死了。至于你儿子，是他自己本身就冷血，他当初可以为了前途背叛我娘，如今也可以为了前途不要你这个亲生母亲。他的眼里从来都只有他自己。老夫人，你真是一个可怜虫。你，皇上，你是不是该给哀家一个解释？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云慧是你的妹妹，是哀家唯一的女儿，你剥夺她的封号，让她囚禁在普宁寺，你考虑过哀家的感受吗？你于心何忍？母后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这已经网开一面，至少公主她还活着，不惩罚她，朕还如何治理天下？让天下百姓指着朕的鼻子骂朕包庇凶手是非不分，是个昏君。哀家已经打听清楚，死的人不过是一个家奴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家奴犯错，云慧她身为主子本就有权利处置，她就算是杀了那家奴也是合情合理。母后，家奴犯错，主子是可以随意处罚，但公主她这是蓄意杀害家奴，这是两码子事。而且公主她还下毒谋害她的婆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就像朕的后宫嫔妃谋害你，你能轻易原谅吗？陈富贵，送太后娘娘回宫休息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慧儿是犯了错，你可以罚他面壁思过，抄经书为死者祈福，或者禁足1月，这些都可以。为何要惩罚这么重？沈岩，我们是时候换换身份，该轮到你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。一条人命，外加杀人未遂，母后觉得你说的这些惩罚可以抵消他的罪孽吗？皇上，你别忘了，如果当年不是哀家收养了你，你又怎么能坐上这个位置？做人不能忘本。太后娘娘，你可以走了。太后，臣女见过皇上。免礼。沈大小姐可知朕叫你来所为何事啊？臣女记得前不久皇上吩咐臣女写了几句话，想必和这有关。真不愧是沈大小姐啊。他将早已准备好的2张纸摆到沈岩面前，沈岩目光落在眼前的2张纸上，他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愕。皇上，这2份笔记都是臣女的，只是时间间隔有些长了。这是你5岁时所写，后来你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还离开了京城。如今你又回到了5岁时的智力，却不记得当初的事。朕认为你应该是失忆了。他想起谢怀景对他说过的那些话，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他根本不是在原主成亲那天才穿越过来的，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穿越了。皇上需要臣女做什么？朕需要你做朕的智囊。主人，沈岩知道他的身份了，知道他不是才从那个世界过来，而是已经过来了很多年了。哼，是吗？
知道又如何？只要没有恢复记忆，他依旧是个废物。被称为主人的人一身黑衣，还戴着一个黑色斗笠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，只能看到他的身形跟沈岩是一模一样的。主人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沈岩最近和沈青青斗得火热，你去帮帮沈青青，让她和沈岩好好玩玩。是，主人。沈岩，我们是时候换换身份，该轮到你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转眼便到了7月初7乞巧节，其实就是变相的相亲节。沈岩也在应邀之列。沈二小姐，你这次准备了什么才艺啊？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哎呀，像沈二小姐这样的才女，就算什么都不准备，肯定也是艳压全场。也不一定啊，毕竟我长姐回来了。切，就那个废物啊，她也配和二小姐你比啊？这是谁啊？生得如此美，竟然把沈二小姐都给比下去了。孙小姐，你怎么和她在一起？你忘了她是京城出了名的废材吗？我觉得沈大小姐很好，长得又这么漂亮。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个花瓶。要像我青青姐一样，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还是京城第一才女。长得好看当然有用，能让你嫉妒狂躁。何小姐，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怎么还对你的恩人出言不逊呢？你，沈大小姐，你真厉害。长姐，年年表妹还小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互相谦让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快看，3殿下来了。还有4殿下。燕公子竟然也和他们一起的。镇南王世子从来不参加这种节的，没有想到他也来了。所有皇子和京城第一才子、第一纨绔一同出现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沈岩听到这些议论声，抬眸望去，他的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到了谢怀景身上，正巧谢怀景也看向了他。这一刻，他们四目相对，暖意丛生。表姐，我怎么觉得3殿下不是在看你啊？3殿下好像是在看沈岩。表姐，我怎么觉得3殿下不是在看你啊？3殿下好像是在看沈岩。这么远，你看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看错？殿下，你可千万不能变心啊！如今我只有你了，今天一定要夺得第1名，牢牢抓住谢成宇的心。沈大小姐，我发现他们都在看你呢，特别是世子和燕公子，他俩的眼神与其他人不一样。你不看他们，怎么知道他们在看谁？难不成这其中有你的意中人？才没有呢！我孙欢心要一辈子不嫁人，若是嫁人，也必须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否则免谈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见过皇后娘娘，诸位娘娘。免礼，哪位是沈大小姐啊？臣女在。果然是第一美人啊！本宫听说你还会医术，前些日子还救了国公夫人。是，皇后娘娘。不错不错，长得很美，还会医术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。谢皇后娘娘。德妃妹妹，你现在是不是后悔没有做成沈大小姐的婆婆？德妃说后悔不对，说不后悔也不对，只能是讪讪一笑。沈大小姐今天可准备了什么才艺啊？臣女昨日下午才接到帖子，没有来得及准备才艺。沈岩可不会给二夫人遮掩。沈大小姐没有准备也不用紧张，一会儿临场发挥即可。是，皇后娘娘。荣月，让大家抽签吧。终于到沈二小姐了，不知道她今年会表演什么。无论她表演什么啊，都一定是最好的。青儿见过各位娘娘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。青儿放轻松，你只要正常发挥即可。沈二小姐，我也看好你。他们讨好沈青青，就等于讨好太后。你说新武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
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他今天要弹奏的曲子是他苦练许久的。当他指腹划过琴弦，琴音飞出时，众人大惊。沈二小姐弹的是浮生？对，就是浮生，传闻中最难弹的曲子。还得是沈二小姐，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。一曲完毕，掌声如雷。沈青青知道她今天赢定了。沈大小姐，你觉得她弹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沈岩，你竟然还有脸说我表姐弹得不怎么样？京城第一才女，你连她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不是了。你这狗腿子的日子也要过到头了。表姐，沈岩他羞辱你。只有真正无能的人才会羞辱别人。我们还是用实力说话吧。哼，就是，有本事和我表姐比实力啊！正巧此时荣月在请下一位，沈岩便站了起来。沈二小姐，希望你牢牢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到时候别哭。京城第一废柴，竟然妄想和京城第一才女比！啊，这沈岩还真是倒霉，竟排在沈二小姐后面。你说顶着这样的压力，他不输才怪吧？别说话了，还是安静看沈岩出丑吧。见过各位娘娘，臣女画一幅画送给大家。沈大小姐啊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画画送给大家？德妃毫不掩饰自己的嘲笑。难道你就不怕污了大家的眼？臣女当然不怕，只有先污者，看什么都认为是丑的。沈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骂我！德妃娘娘，臣女所说的哪一个字是骂你的？你说新污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大小姐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万家灯火。你说新污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臣女说的是那些心有污者，德妃娘娘为何要对号入座？我说德妃妹妹，人家沈大小姐都不是你未来的儿媳妇了，你又何必端出一副婆婆的架子来教训她？德妃，今天是各位世家小姐表演才艺的日子，你要训人也得挑时候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沈岩，等你出丑的时候，我再收拾你。沈大小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沈岩走到画纸前，他提笔将脑中的图案一一呈现在纸上，他全神贯注，画画的姿势也很熟练。他不会真的会画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忘了，他曾经可是连圆都不会画的人。沈岩速度很快，他放下画笔，向皇后禀报：皇后娘娘，臣女画完了。给本宫看看。是，皇后娘娘。皇后望去，满脸疑惑：沈大小姐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万家灯火。万家灯火？哎呦，真是笑死个人了！不就是一幅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画吗？沈岩，就你这样的画还送给大家，你就是倒贴银子也没人要。沈大小姐，你没有才能，我们可以不取笑你，但是你没有才，却偏偏装作有才的样子来糊弄大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沈岩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凭实力说话吗？这就是你的实力啊！长姐，你如果现在立刻给大家道歉，承认你弄虚作假的事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沈青青善解人意地说：沈大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她。皇后娘娘，可否借臣女10支红烛？皇后看了一眼荣月，荣月很快将10支红烛拿了过来。好，非常好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啊！沈岩将红烛掰成长短不一，按照一定的样式摆着，然后将画纸立在红烛面前。紧接着，他开始点燃第一根烛。这时，平淡无奇的画开始发生变化了。沈岩却并没有停下，直至把10根红烛全部点完。原本的落日余晖消失了，画纸上面的天已经黑了。可离奇的是，沈岩画的每个屋子都是亮的，而且每个屋子里面的光因为距离的不同有明有暗，这不像是画的，反倒是像亲眼所见。
此时整个殿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可置信。皇后娘娘，这便是万家灯火。臣女刚刚说要画一幅画送给大家，这里面的万家灯火，总有一盏灯是为大家亮的。这里面的万家灯火，总有一盏灯是为大家亮的。夜幕来临，有人与你共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为你亮一盏灯。臣女希望大家心中有温暖，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幸福。沈岩说完，众人才回过神来，没有一个人反驳沈岩。这时皇后带头鼓掌，说得好，沈大小姐，你让本宫惊艳了。有趣的思路，与众不同的画技，宽阔的心胸，真可谓是才思敏捷，大爱无疆啊！好，非常好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啊！皇后话音落下，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沈青青直接把自己的掌心都抠出血了。又是沈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凭什么？沈大小姐，你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今天的第一名是沈岩，沈大小姐，恭喜你啊！沈大小姐，你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燕青微微一笑，她看向沈岩的目光越发温柔。谢怀景一脸痞笑，无论沈岩如何，在他心里都是无可替代的存在。沈大小姐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辛苦了。是皇后娘娘。沈二小姐，你服了吗？被沈岩如此羞辱，沈青青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沈岩，你别太过分，不就是画得好吗？画得好就是了不起，你有本事你也去画呀！一直在那针对沈大小姐，你说毛病吗？何子宁，沈二小姐都认输了没有说话，你一直在这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你要有本事，你就替沈二小姐赢回来啊！口才不错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真的是以为你没有朋友似的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欺负回去。好，孙小姐，以后我就靠你了。以后有我孙欢心在，绝不让人欺负沈岩。几位妹妹，你们说说今天的表演谁最出彩呀？当然是沈二小姐。德妃睁眼说瞎话，我认为是沈大小姐。婉贵妃的声音很大，生怕别人听不见她说话似的。沈大小姐表演得很入人心，本宫也是如此认为的。表演才艺不仅仅是一门技术，更重要的是赋予这门技术有特别的含义，让表演有了灵魂。我觉得这一点啊，沈大小姐就做得很好。今天拔得头筹的就是沈大小姐，诸位可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沈岩。沈大小姐，恭喜你啊！多谢皇后娘娘，也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。皇后看着沈岩，宠辱不惊，谦逊有礼。沈岩绝对不是废材，而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。沈氏之女名言，聪慧敏捷，才思泉涌，心纯质厚，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。在今天乞巧节上的表演，荣获第2的是傅义君傅小姐，荣获第3的是沈青青沈二小姐，恭喜二位。如果沈岩得第1，对沈青青的暴击是1000，那傅义君得第2，对她的暴击就是10000。她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怎么一下子就跌落到了第3的地步啊？这让她以后还有何颜面见人？既然本宫提议评定第2、第3名，那有名次就应该有奖励。现在请沈大小姐、傅小姐、沈二小姐一起上来领奖励吧。沈岩的奖励最多，他用托盘端着，有些沉甸甸的。3位小姐都下去吧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将来有更好的表演呈现给大家。沈大小姐请留步。沈大小姐接旨。沈岩立刻跪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之女名言，聪慧敏捷，才思泉涌，心纯质厚，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。
现特赐绸缎、金银首饰、文房四宝，以示鼓励，望儿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钦此。臣女领旨，谨遵圣旨，不负圣望。沈大小姐，恭喜你。多谢。玄德帝从未赏赐过在乞巧节上表演得第一的女子，沈岩是第一个，而且还是派冷玉婷亲自来宣旨，可见这玄德帝对沈岩有多么在意。沈青青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玄德帝可是他的亲舅舅啊，为何要对沈岩如此偏心？他怒火攻心，头晕目眩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十二小姐晕倒了，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，不就是没得第一吗？这就脱衣服了？你要对人家做什么呀？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，不就是没得第一吗？他不是时常说结果不重要，重在参与吗？怎么事情落到他头上，他就受不了了呢？没有想到沈二小姐竟然是这样虚伪的人，以前真是看错她了。来人，把沈二小姐扶到坤宁宫去歇歇。沈大小姐，今天这么大的喜事，我邀请你与我共进晚餐，一起庆祝如何？冷玉婷那是玄德帝的亲信，手握大权，掌管着众多人的生死，就连皇后都对她很客气，谁嫁给她就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传言她不近女色，这怎的突然就对沈岩感兴趣了？没空。沈岩没有瞬息的犹豫，拒绝的十分干脆。沈大小姐何时有空，我可以等。只要是冷楼主找我，我都没空。沈大小姐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子，真是遗憾，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？沈大小姐，以后我们会常见面。冷玉婷当着后妃的面和沈岩说着如此暧昧的话，却没有一个人训斥她，可见她平时得有多嚣张。各位娘娘，臣告退。7月初10，沈岩创建属于他自己的势力，取名天道阁，他是阁主。翌日，镇南王王府，今天他终于将药材都备齐了，准备给谢怀景解毒。把衣服脱掉。这就脱衣服了？你要对人家做什么呀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脱掉衣服，坐到里面去，我给你解毒。你在等我给你脱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啊。谢怀景一脸坏笑，沈岩随手拿起药箱里的刀。我的手不会脱衣服，但刀可以，只是刀没有眼睛，若是一不小心伤到你哪里了，可别怪我。不用偷偷站在后面看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前面来。你想看哪里，我都给你看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侍妾的，至于娶妻，我非你不娶。说我另嫁他人呢？不可能，你这一辈子只能嫁给我。你敢嫁给他人，我就敢抢亲。你这叫破坏别人的幸福。我很确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对你最好的人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一切，包括我的命。无论他曾经名声扫地，还是如今渐露锋芒，谢怀景始终如一，深情不移。好了，好端端的说这个做甚？快脱衣服，一会儿要凉了。这屋里真热，我出去透透气。谢怀景中毒是秘密，解毒自然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谢怀景脱掉上衣，坐进了木桶，朝外喊了句：“进来吧。”沈岩闻声推门进来，穿过屏风看到的便是一张美背。不用偷偷站在后面看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前面来。你想看哪里，我都给你看。沈岩拔高声音掩饰心虚：“谁在偷看了？我是大夫，在我眼里没有男女之分，只有病人和未病人。”目光落到谢怀景胸前时，就无法移开了。谢怀景的身材是真完美，完美的让他一个女孩子都嫉妒。只是他心口处有一处伤疤，像是剑伤。好看吗？谁看你呀？坐好，手放在药水里面去。药浴就应该有药浴的样子。他觉得谢怀景是居心不良，故意引诱他。好啊，沈大夫。
沈岩拿起一旁的银针，胸前的剑伤怎么来的？你在关心我？当然不是，我是大夫，得全面了解你身体的情况，然后好下针。当年我和你约定，等我回府禀明爹娘，就去向你提亲。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，我爹娘就去世了。沈岩，我当年承诺过长大后娶你为妻，我没有失信，也从未放弃过。我也身受重伤，我担心你等不到我的消息，会以为我不守承诺，于是醒来就立即去找你。可你已经跟谢成宇有了婚约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当时就晕倒了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了京城。后来我去找过你，但你失忆了，已经不认识我了。这剑伤就是当时留下来的，体内的毒也是如此。听到谢怀景的声音，沈岩第一次觉得心痛，仿佛这是心底的潜意识，是在这瞬间被激发出来的。沈岩，我当年承诺过长大后娶你为妻，我没有失信，也从未放弃过。我知道，我会查清当年失忆的原因，给你一个交代，也给他们错过的10余年一个交代。好，我会等你的，会陪着你一起寻找真相的。他知道沈岩失去了曾经的记忆，让他突然接受他10余年的思念和爱慕有些困难。我要开始施针了，会很难受，你忍忍。来吧。沈岩开始施针，不到10瞬息，谢怀景便皱紧了眉头，浑身颤抖。他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。沈岩便看到谢怀景的嘴角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渍，身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，就像要爆炸一样。不好，谢怀景体内的毒太强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毒会反噬，侵蚀他的5脏6腑，他会没命的。沈岩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坐到桶里，双手贴在谢怀景胸前，开始往他体内输送内力。沈岩的手在碰到谢怀景胸前的瞬间，谢怀景体内的毒就往他身体里钻，那剧毒来势汹汹，犹如洪水猛兽，疯狂冲击着沈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。突然，沈岩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画面，他从湖边走过，看到有人落水，双手扑腾扑腾，嘴里喊着救命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便跳了下去，最后成功将落水的小男孩救了起来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谢怀景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浑身都湿了，整个身体曲线一览无遗。谢怀景，臭流氓！我怎么就是臭流氓了？我也才刚刚醒过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看？把眼睛闭上！谢怀景觉得生气的沈岩很可爱，他忍不住笑了。你看到了多少？没有看见。撒谎！就看到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点。沈岩，我们早晚要成亲的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你不必担心。谁要和你成亲？沈岩话是这么说，手却搭上了谢怀景的手腕。毒已经解了，你之前帮我的，我还清了。他那才恢复的一点记忆已经荡然无存。你从来不欠我的，是我欠你的，所以我打算用一辈子来还。一辈子太长，只争朝夕。先让人帮我买一套衣裳来换吧。不用买，府里有的。谢怀景从木桶里出来，走到自己的衣柜里，将门一拉开。你自己挑。那衣柜里面全是女子衣裳。你看那里好多人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大小姐，是昨日书院考核放榜了。沈岩走近一看，没想到第1名竟是他。沈岩，你没有想到吧？这次书院考核第1名会是我。那又如何？我得了第1名，我的皇帝舅舅就会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沈岩，你把我娘害得去了普宁寺，我又把我娘救了回来，证明我比你强。你放弃吧，你斗不过我的。我能废你娘1次，就能废了她第2次，而且1次比1次狠。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沈青青，这第1名真的是你自己考的？这其中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沈青青神色一慌，连沈岩的眼睛都不敢看。胡说八道！沈岩，我知道我考了第1你不舒服，但你也不能因为嫉妒我就污蔑我吧？果然是乡巴佬，画个画得第1，就以为自己是京城第1才女了。哼，果然。
沈二小姐这京城第一才女的位置，无人能比。果然如太后所言，只要这一次她考了第一，她就能彻底翻身。你们的嘴是长来专门贬低别人的吗？如果没用的话，就割了喂狗吧。我这京城第一才女的身份是皇上亲封的，我听你们的意思是对皇上的封赐不满是吗？以后我再听到谁议论我的是非，我会向皇上传达你们的意见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你们的脑袋够不够砍。再也不敢多说沈岩半句。沈二小姐，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欲盖弥彰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最好祈祷你这第一的位置能坐久一点。他得马上进宫向玄德帝请求长公主回来。汉兰书院招先生考核，沈岩奉玄德帝之命参加考核。等他考核回到丞相府时，长公主已经到了府中。站住！秋雨，你听到狗叫了吗？奴婢听到了。大小姐快走吧，奴婢怕被咬。怕什么？狗咬我一口，我要狗一条命。看来在普宁寺的这段日子还没有学好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。谢云慧。听到沈岩直呼自己的名字，还辱骂自己是条狗。贱人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长公主抬手就要打沈岩，你这一巴掌落下来，我会让你立刻滚回到普宁寺去。长公主的手僵在半空，迟迟不敢落下。谢云慧，该到清账的时候了。长公主摔倒在地，沈岩扬长而去。快进宫，我要去见我的母后。沈岩，你给我等着。这一夜，丞相府灯火通明，他们在庆祝长公主平安归来。不过，这样的快乐只持续到第二天天明。秋雨抡起鼓槌，狠狠地敲击着大理寺门前的鸣冤鼓。很快，他被带到大理寺卿的面前。在大秦国，律法最大，若有违令者，我可持赤天剑就地正法。穆远征，你胆子肥了。云慧公主，下官也是依法办事，请您配合。死蹄子，你竟然还敢告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拦住他！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我看谁敢拿我！我敢！沈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双手举着一把宝剑，满脸肃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赤天剑，见此剑犹如玄德帝亲临，上可斩皇亲贵戚，下可斩贪官污吏。长公主眼睛都看呆了，赤天剑这样的宝物怎么可能落到沈岩这样的废材手中？沈岩，你这剑是假的吧？你竟然敢拿剑冒充赤天剑，你这是死罪！跪下！一把冒牌剑。沈岩举起手中的赤天剑，狠狠打向长公主的双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岁！沈岩举着剑，穆大人，我是沈岩，奉皇上之命协助你查办此案。皇上旨意，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在大秦国，律法最大，若有违令者，我可持赤天剑就地正法。听了沈岩的话，大理寺卿瞬间明白，玄德帝这是铁了心要查办长公主。大理寺卿记得，上一个拿着赤天剑代替玄德帝的还是镇南王。臣遵旨。大理寺卿是个刚正不阿的人。沈岩吩咐秋雨来击鼓鸣冤，他则进宫去请赤天剑。长公主见此情景，她终于知道今天的一切是动真格的了，立即朝门口的沈青青使眼色，让她进宫去求太后来救她。沈青青立即会意，当她疯跑出大理寺，正要往皇宫去的时候，却被谢怀景拦住了去路。世子，你拦着我做甚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当然是不让你去报信了。原来你和沈岩早就勾结好了。沈岩品行不端，和好多的男子牵扯不清，你为他做这么多，你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本世子说了算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可以把全天下最好的捧到他面前送给他。小六啊，把他嘴封上，太臭了。要不是留着你有用，本世子现在就把你这张臭嘴割去喂狗。
他这骂人的话都跟沈岩一模一样。带走，等里头的事结束了再放他出来。是，世子。长公主，京兆尹，你们二人勾结害死丁氏夫妇，证据确凿，可知罪？我没有罪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。在太后娘娘到来之前，我不会承认任何一件事。大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下官一身清廉，爱护百姓，怎可做这荒唐事啊？穆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死丫头和沈岩是一伙的，肯定是他们勾结起来诬陷本公主。你快把他们抓起来，本公主可以不追究你对本公主无礼的事。荒唐！这是公堂，岂容你们放肆？京兆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他让衙役把手上的账本递给京兆尹，这上面记录的正是长公主指使他打死丁氏夫妇的详细经过。前几日这账本不见了，没想到竟落到了沈岩的手中。胡说八道！本公主根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对这上面记录的一切毫不知情。云慧公主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穆大人，我还有证人。带证人。谢怀景带着冬青过来。冬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人，奴婢可以作证，是云慧公主指使了京兆尹杀了丁氏夫妇。冬青，贱蹄子，本公主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冬青一把将衣袖撩了起来，露出满是伤痕的手臂。公主，您这叫对奴婢好吗？谢云慧，你若是老实伏法，还能留你一条命；若你再敢放肆，我立刻杀了你！你只是本公主的奴才，你配做人吗？打你骂你一下怎么了？有没有要你的命？公主，奴婢想要做个人，奴婢也奉劝公主您做个人。奴婢知道您做过的所有伤天害理的事，你逃不掉的。这时，谢怀景补了一刀：沈二小姐也无法进宫向太后娘娘求救。公主啊，你认罪吧。云慧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沈岩站起身来，拿着赤天剑指向长公主。铁证如山，就算你抵死不认也毫无意义，我依旧可以处罚你。我是太后娘娘唯一的女儿，你敢把我如何？云慧公主，之前皇上已经废除你的封号，你早就不是大秦国的长公主了，怎么还认不清现实？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，怎么短短时间就从云端坠入尘埃了呢？穆大人，云慧公主无视王法，买凶杀人，该当何罪？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。允了。他此刻代表的是玄德帝，他一声允了，便决定了长公主的下场。不，沈岩，我杀了你，你毁了我！长公主还未扑到沈岩面前，就被谢怀景抬腿一脚踢去。找死！谢云慧，你若是老实伏法，还能留你一条命；若你再敢放肆，我立刻杀了你！他明白，从此以后，她再也不是大秦国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再也不是皇家女儿了。娘，公主。沈青青是被林小六卡着时间故意放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能让她亲眼目睹长公主被处罚的下场。娘怎么会这样？沈青青没有想到，沈岩竟然连多年前的事儿都查得一清二楚。那他做的那些事，是不是也瞒不住沈岩了？沈岩，她是你母亲，你怎么狠得下手？任何人做错事都应该受到惩罚，谢云慧这是罪有应得。沈大人身为一国之相，竟然能说出如此罔顾律法的事，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有没有能力胜任这一国之相。沈大人，谢云慧与你是夫妻，她买凶杀人一事，你是否知情？你是不是包庇她了？我毫不知情，我也没有包庇她。我身为丞相，岂可能知法犯法？她做的任何事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沈建章，你忘恩负义，没有我谢云慧，哪里有你今天？我有今时的地位都是我自己努力所得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谢云慧，你作恶多端，自食恶果，不要连累到孩子。以后我会照顾好他们的。沈建章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谢云慧这些年终究是错付了。沈大人，
谢云慧即将被逐出京城，你们夫妻一体，你要和他一起吗？我怎么可能和他一起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沈建章没有如此心狠手辣的妻子。沈建章，你要做什么？昔日他仰仗的人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而他一向厌恶的女儿，却作为审判者高高在上。看来他得换目标了。谢云慧，我要休了你！就算被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，她依旧是丞相夫人。可若是被休弃，那她当真就一无所有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沈建章，你不能如此绝情。建章，沈大人，夫君，我们是夫妻呀！我那么爱你，你怎么可以休了我？爹，您不能休了娘亲，您休了娘亲，娘亲她就没家了。沈岩，我立刻回府写休书，你进宫向皇上表明，对于谢云慧这样的恶妇，我绝对不会容忍。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和太后，谢云慧现在还在普宁寺逍遥。穆大人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您了，我现在进宫向皇上复命。沈大小姐，烦请你转禀皇上，臣一定会秉公执法，不负圣望。沈岩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，就等着我把我娘救回来，然后再报复我娘？将谢云慧绳之以法是我计划中的事，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提前参加考核，将她送到我面前，让我提前达到目的。你可真是我亲姐妹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和太后，谢云慧现在还在普宁寺逍遥。她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果然是他和太后害了他娘啊！沈岩，你好恶毒！你今日给我的痛苦，他日我必将百倍千倍的还给你。我只是把你们给我的痛苦还给你们而已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痛不欲生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谢怀景猜测玄德帝和沈岩之间有某种约定，他不会去窥探这个秘密。无论沈岩想做什么，他都无条件支持。好，我很快出来。也不是他故意要瞒着谢怀景，只是现在还不到说的时机。臣女见过皇上，请皇上收回赤天剑。结果如何？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。很好，昨天的考核结果出来了。臣女是第一吗？没错，竟然如此有自信。那臣女幸不辱使命，完成皇上交代的任务。你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而且完成得很出色，是朕见过的最出色的女子。多谢皇上夸奖。沈岩，今天你处罚了谢云慧，他日所有的利刃皆朝你而来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臣女已经做好准备，正准备查这件事儿，你就把证据都摆在我面前了。臣女已经做好准备。好，放手去做，任何事有朕给你担着。朕希望有朝一日，你带着赤天剑，踏碎天下之不公，铲尽四海之邪恶。臣女定不负皇上所托，以生命相系，竭尽全力。陈公公就守在御书房外，连只蚊子都不让靠近。无人知晓沈岩与玄德帝在此议论的事情，关乎大秦国的千秋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消息，我觉得这也是你目前最想要的。证据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我正准备查这件事儿，你就把证据都摆在我面前了。谢怀景，你真的是太好了。不过，聪明神速如你，怎么会是京城第一纨绔？把自己名声弄这么臭做甚？保命！你想何时做？等合适的时机。世子，东迁要见沈大小姐，说有秘密告诉沈大小姐。你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我要银子，我要10万两银子。他背叛了长公主，太后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拿什么与我交换？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是关于沈大小姐您亲生母亲的。什么秘密？林小六，去拿10万两银票来。你最好给我有用的信息，不然你不仅拿不到银子，连命都得丢。世子，这是10万两银票。若你敢撒谎，就算你拿着银子跑到天涯海角，本世子有千百种方式找到你。
沈大小姐，您母亲的死并不像是外界传言的因病而亡，而是另有蹊跷。冬青将自己知道的告诉沈岩。沈大小姐，世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会查证你说的话，若是事实，我会撤回我的人，你彻底自由。若你撒谎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我向您保证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安排人送他离开。是，世子。安排人送他离开。是，世子。谢怀景站在沈岩面前，轻轻将其拉入怀中。用神却叫人心恶。沈岩，我会陪着你查出真相，手刃仇人的。我娘去世10年了，想要查真相还需要时间。不是你说过的，验过留痕，我们总能找到蛛丝马迹的。谢谢你，谢怀景。我现在回去取银票，一会儿送来还你。不用还了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就当是我提前给的聘礼吧。这整个镇南王府，包括我，终将一日都只属于你。你提前拿自己的银子来用，还来还一双。谢怀景，你嘴真甜，真招人喜欢。谢怀景，你嘴真甜，真招人喜欢。哦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喜欢的，只是你害羞不好意思回答。没关系，你的心意我都懂。他会给沈岩时间，让沈岩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真正的喜欢上他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好。沈岩明白谢怀景的爱炽热真诚，专一独宠，倾尽所有。这样的宝藏男子，无论谁遇到都会想要好好对待他吧。沈监长，你这没良心的！本公主高高在上的时候，你跪在面前舔本公主的脚，如今本公主落魄了，你就如此羞辱，你不得好死！长公主手里抓着休书，披头散发，痛哭流涕。放肆！你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了，带朕的东西滚！简直就像是泼妇和渣男在骂街，脸都丢尽了。沈岩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然而他的手还未碰到沈岩，就被谢怀景踢飞了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？谢怀景，我是你姑姑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对我！沈岩不是外人，是我的心上人。你若是对我不敬，我心胸宽广，尚且还能饶你一次。可你若是胆敢伤害沈岩1分1毫，我心会比针尖儿还小。谢云慧，你当初插入我娘的婚姻生活，将我撵出京城，即使我到了乡下，你还想着要我的命，多次派人杀我，对我下毒，歹毒至极。那时候你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也有今天吧？夫离子散，众叛亲离，无家可归，从高贵的公主变成如今人人唾弃的嫁堂妇。谢云慧，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，是你欺辱我这10余年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你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冬青背叛我？太后娘娘，朕先是天下百姓的皇上，后才是你的儿子。沈岩，你来书房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沈建章想讨好沈岩，却又放不下架子。我和沈大人还有何话可说？沈岩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，我们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？过去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让它过去吗？你可真是唯利是图啊！以前见我没有利用价值就要打死我，如今见我可以利用就来讨好我。沈大人，动物和人的最大区别就是虎毒尚不食子，你连动物都不如。你，皇上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哀家恩情的？瞒着哀家查办哀家唯一的女儿，甚至哀家都没见上她一面，你就将她赶出了京城，你将哀家置于何地？太后娘娘这是来兴师问罪了。是又如何？哀家身为一国太后，难道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了？太后，
你打着抚养朕的旗号让朕报恩，无论前朝还是后宫的事，你都要过问。要不然，朕这个位置让你来做。太后娘娘，朕先是天下百姓的皇上，后才是你的儿子。谢云慧不罚，如何令天下百姓信服啊？此事已成定局，绝无更改的可能。太后娘娘，您请回吧。皇上的翅膀硬了，你以为区沈岩能帮你什么？他帮了朕什么还不够明显吗？不然太后娘娘哪儿来的愤怒啊？你，看来皇上是一点都不念我们的母子之情了。太后娘娘对朕可有半点母子之情？太后娘娘，朕自从到了您跟前，虽然您没有给过朕一天疼爱，但朕依旧尊称您一声母亲，该给您的荣耀一分没少。只要您安分守己，您永远是大秦国的太后。皇上，哀家还活着，这大秦国，哀家还能说得上话。小小沈岩，哀家要他死，他绝对不能生。玄德帝看着太后离去的背影，目光越来越冷。你是谁？没用的东西！你这样窝囊，还如何打败沈岩？你不也一样没有打败沈岩吗？不然你如何会来找我？找死！黑衣人一把掐住沈青青的脖子，天上地下，无人可以嘲笑我。若不是你还有用处，此刻你已经死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让你看看也无妨，反正总要见光的。他缓缓地取下斗笠，露出自己的脸。你到底是谁？是我好看，还是他好看？这明明就是一张跟沈岩一模一样的脸，毫无差别，如何比较啊？你和沈岩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会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什么叫做我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今天来不是和你闲聊的，是给你机会向沈岩复仇。你之前也是说帮我，结果你却反而害了我娘，我凭什么再相信你？你觉得太后三皇子，你爹，这三人谁靠得住？他娘出事这么久，他外祖母一直没有吩咐人来叫他进宫。自从沈岩退婚以后，谢成宇从来没有主动来找过他，更甚至他遇到过这么多困难，谢成宇连一句安慰他的话都没有。而他那爹更是靠不住了。好，我和你合作，这一次我要沈岩身败名裂。沈二小姐此话甚合我心意。哼，沈岩此次书院考核得了第一，皇上准备为他办庆功宴。庆功宴是个动手的绝佳时机。你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人，我舍不得你死。大小姐，冷楼主来了。他来做事，说是宣旨。他来到院子，见冷玉婷正在逗笼子里的鸟玩。你怎么和你的主人一样不待见本楼主？见到我就冷着个脸。没有想到冷楼主竟然在这儿遇到了自己的同类。沈大小姐长得美也就罢了，连说话都如此好听。冷楼主的理解能力果然与众不同。哈哈哈哈！沈大小姐真有趣啊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了。冷楼主不是来宣旨的吗？对，先把正事做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为庆贺沈大小姐在此次书院考核中荣获第一，3日以后，朕特在宫中举办宫宴，请沈大小姐准时赴宴，钦此。沈大小姐，我很好奇，你和皇上达成了什么条件？和冷楼主有关系吗？我心仪沈大小姐，关于你的事，我自然事事都想知道。冷玉婷，你知道上一个对我事事都好奇的人怎么样了吗？还请沈大小姐告知。坟头的草都长3尺高了。冷楼主要不要试试，看看你俩谁的坟头草长得更快？沈大小姐真风趣啊，难怪深得皇上器重。沈大小姐当真以为处罚了谢云慧，就撕破了京城这张大网的口子？难不成你是他们派来的探子？
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沈大小姐，毕竟你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人，我舍不得你死。我听说朱楼有一个榜，只要上了榜的人，没有谁能逃过你冷楼主的手掌心。我还听说，我最近在榜单上的名次又提前了。冷楼主，你一边说着喜欢我，一边又要杀了我，你到底玩什么花样呢？一向冷静的可怕的冷玉婷骤然变了脸色。沈岩如何知道他在他榜单上的？冷玉婷，小心玩火自焚，烧得骨头渣都不剩，慢走不送。冷玉婷盯着沈岩，觉得怎么也看不透他。楼主，对沈大小姐的直杀令要不要提前？只能我亲自动手，除了我，朱楼任何人胆敢伤害沈岩一根头发，提头来见。是楼主。沈大人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，小小年纪竟然和我们这些劳苦功高的长辈平起平坐。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沈大人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管教好，何谈治国平天下呀？各位大人，小女不懂事，你们别和她一般计较。回去以后我就教训她。这杯酒我先干了。他能忍得下这口气，沈岩却不能。劳苦功高的燕大人竟然能和一个晚辈平起平坐，难道你不应该反思一下，南大人是在质疑皇上的安排？不如这规矩由你重新来定。宁大人在说别人教子无方的时候，应该看看自己家的孩子。我记得前不久宁公子才把你最珍视的一幅画给赌输掉了。宁大人教子果然与众不同。沈岩语气平和，却字字如刀，刀刀插在他们三人的心窝子上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和我这样说话？宁大人觉得自己配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和你说话？好了，郑国公，你也是知天命的人了，怎的还和一个小姑娘计较，不免叫人笑话。是，皇上。宁正行见状，便知玄德帝是在给沈岩撑腰。殿内气氛越来越活跃。这时，容妃突然向皇上说道：“皇上，臣妾肚子好疼。”只见他身下鲜血不止。来人，叫太医！皇上，太医院现在没有太医，其他太医告病假。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而是要用这个孩子来害我。皇上，我们的花儿。皇上，让沈大小姐来吧。听说沈大小姐还救过护国公夫人的病，京城有名的大夫都想要拜沈岩为师。京城百姓说她是神医，定然可以让容妃母子平安。玄德帝看向沈岩，沈岩站了出来：“皇上，让臣女试试。”沈大小姐，朕把容妃和孩子交给你了。臣女竭尽全力。沈岩将指腹搭在容妃手腕上。皇上，皇子要出生了，是难产。你说怎么办？剖腹救子。不行，沈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这是救人还是杀人？沈大小姐，这肚子都剖开了，人还能活吗？容妃娘娘是女子，你在她肚子上留下这么长的疤，以后她还怎么活？是活命重要还是留疤重要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人在，一切皆在；人不在，一切皆消亡。皇上，这是救容妃娘娘的唯一办法，再耽搁一个也保不住。朕信你，沈岩，救人。是皇上。谁要你救？我们不需要你救。容妃发了狠，直接张嘴疯咬着沈岩。沈岩抬手点了他的穴道，并迅速施针保住胎儿。你可以死，但是现在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你腹中胎儿尚不足月，体型却出奇的大。明明刚刚在席上的时候，我看你还十分爱惜地抚摸着小腹。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而是要用这个孩子来害我。容妃娘娘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沈岩方才在外面的时候，就发现容妃吃的东西不对。沈岩，你别自作聪明了，你救了我们才是害了我们。不想放过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算老几？皇上，都这么久了，这屋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沈大小姐不会害容妃妹妹吧？今日所有见证小皇子出生的人，皆有赏。这剖腹产子想想就很可怕，
也不知道容妃妹妹能不能经受得住。都闭嘴！屋内，沈岩的速度很快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孩子就平安出生了。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是个皇子，很健康。沈岩把孩子交给秋雨，自己则是在给容妃缝合伤口。容妃娘娘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可你却不惜利用自己的孩子来陷害我。你有什么把柄在那威逼你的人手中？容妃闻言脸色大变，可她却嘴硬道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如今皇上有多信任我？如果我把刚才发现的一切禀报皇上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，只要你配合我，我保你母子平安。容妃动摇了，她半信半疑地问沈岩：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又怎么相信你？你被别人抓住的把柄是什么？我家人在他手上。我替你解救你家人，负责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只要让我见到我的家人，我会配合你，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。成交。恭喜皇上喜得龙子，母子平安。好，好，恭喜皇上喜得龙子。皇上，小皇子的眉眼很像您，您要抱抱吗？的确有3分像真，真是难得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抱在臂弯上。陈富贵，哎，奴才在。今日所有见证小皇子出生的人，皆有赏。是，皇上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多谢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沈大小姐医术真是高超，只是不知道这所谓的剖腹产是跟谁学的，听着很是邪门。德妃娘娘，方才让臣女救人的人是你，现在质疑臣女的人也是你。方才让臣女救人的人是你，现在质疑臣女的人也是你。你是在故意针对臣女？皇上，你看沈岩他如此和臣妾说话，真是没有规矩。没有规矩的是你，德妃，你今天的话太多了，回去好好反省反省。玄德帝抱着孩子进屋，看了一眼容妃。爱妃辛苦了。都是臣妾应该的。方才外面的话他都听到了，他暗自庆幸方才配合了沈岩，不然现在他已经成为阶下囚了。谋害皇子，那可是死罪。爱妃好生歇息，朕得空就来看你和皇儿。是，皇上。他更加确信要跟沈岩合作。沈大小姐救了朕的容妃和龙子，立下如此大功，可有什么想要的？臣女。皇上，卿卿有话要说。卿卿要状告沈岩，在此次汉兰书院的考核中作弊抄袭。哎呦，我就说京城第一废材怎么可能一跃考进书院当先生嘛？原来是作弊呀！沈二小姐说沈大小姐作弊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卿卿有证据。毕先生，您来向皇上说明沈岩是如何作弊的。皇上，臣是书院的先生厉敏，也是这次书院考核的出题之人。在开考以前，沈岩主动找到臣，用1万两银子贿赂臣，逼迫臣将考核题目泄露给他。皇上，这是沈岩给臣的1万两银票和保证书，保证书是他亲笔所写。当时臣留了一个心眼儿，让他写保证书，绝对不向任何人说出是臣将题目泄露给他的。你看看，这是你亲笔所写吗？沈岩将信的内容看了一遍，眉目一皱。皇上，这不是臣女亲笔所写，但是却和臣女的笔迹几乎一模一样，一般的见笔迹的人都无法鉴定出来。沈清清这一次到底是请了什么人啊？竟然连他说话的语气和笔迹都模仿得如此逼真。朕是在开考前1日才让沈大小姐去参加考核的，她又如何在开考前3日向你行贿？皇上，为了公平正义，还请皇上严惩沈岩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汉兰书院是大秦国的人才摇篮，一定不能被沈岩这样的败类给毁了。不重罚沈岩，无法起到震慑的作用。李敏，你说沈大小姐当初贿赂你，你当时为何不向朕举报，而是要等到今天？皇上，臣不敢。
沈大小姐当时威胁臣说镇南王世子和她交好，若臣不听话，她就告诉镇南王世子，让世子杀了臣。丽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虽然揭发了沈大小姐，可你是受贿之人，一样逃不了律法的制裁，更甚至连书院先生一职也得丢掉。臣愧对皇上。对方给了你什么好处，竟然让你不惜丢掉书院的职位，也要诬陷沈大小姐？臣不明白皇上在说什么。沈大小姐是何时向你受贿所要考题的？在开考前3日。你可知沈大小姐为何要参加书院的考核？臣不知。是朕特意吩咐她去参加的。朕是在开考前1日才让沈大小姐去参加考核的，她又如何在开考前3日向你行贿啊？他知道事情败露了，他瞬间就瘫软在地。丽米，是谁指使你诬陷沈大小姐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厉先生，欺君大罪是要被满门抄斩的，你不要连累你家人。皇上饶命啊！臣也是被逼无奈，求皇上放过臣的家人。就是沈二小姐，就是她指使臣诬陷沈大小姐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来找我告密，你怎么可能是有我指使你的证据呢？皇上，青青也是受厉先生蒙骗，才以为我长姐作弊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请皇上恕罪。您现在看的是沈青青的真实考卷，书院里面存档的是伪造的考卷。皇上，臣冤枉啊！沈二小姐撒谎，一切都是她指使臣所为。沈二小姐答应臣，事成之后将求太后娘娘将其表妹何子宁嫁给臣的儿子。为了臣儿子的婚事，臣这才不得不答应沈二小姐。请皇上明察，臣所言句句属实。沈青青，你怎么这么缺德？那厉家儿子就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品德败坏，枉我平日里这么敬重你，还一直帮你，你真的是太坏了。众人闻言也纷纷指责沈青青。沈青青，厉先生没有证据，我有。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没做过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可能有证据？是吗？你之所以诬陷我作弊抄袭，是因为真正抄袭的是你。原来作弊的是沈二小姐自己，她这是贼喊捉贼呀！她刚刚是怎么有脸说沈大小姐作弊的？口说无凭，你对我不满也不用如此冤枉我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证据。沈岩从怀里取出一沓纸，抽出一张拍在沈青青面前，剩下的递给玄德帝。沈青青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生看看。皇上，您现在看的是沈青青的真实考卷，书院里面存档的是伪造的考卷。不，皇上，这不是青青的考卷，是沈岩他伪造的。沈岩他一直嫉妒我，他想要害我。皇上，你要相信我。沈青青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啊？皇上，这考卷是假的，不是我的。沈青青，铁证如山，你还不承认？皇上，给沈青青调换考卷的就是梁先生，他也在场。梁人何在？罪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沈青青听到这儿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她的人生完了。沈青青，徇私舞弊，抹黑书院名声，指使他人诬陷沈大小姐，犯下欺君大罪，数罪并罚，从书院除名，永不录用。这个惩罚相当的重，虽然沈青青还活着，但是她跟死了没区别了。任她有万千才华，也没有任何地方给她施展。皇帝舅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原谅我。您若这么处罚我，我这一生就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？你诬陷沈大小姐的时候，可有想过，一旦诬陷成功，她的一生也毁了？皇帝舅舅，我小时候您还抱过我，您不能这样惩罚我。来人，带走！立刻有2个工人过来架着沈青青走。住手！皇上，青青是你亲外甥女，她犯下何等大罪，你要如此重罚她？
他犯下什么大罪，太后娘娘心里难道没数？就算他犯了大错，你身为他亲舅舅，也应该原谅他一次。你这样做，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若人情大过律法，大秦国离亡国也就不远了。太后娘娘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要事事都操心。大秦国有朕，有诸位大臣操心，你就好好在慈宁宫休养，没事就不要出来了。他这是变相的将太后禁足了。太后脸色一变，嘴唇哆嗦了一下，终究没有开口。来人，送太后娘娘回宫。出了殿门，沈青青叫住太后：“外祖母，谁让你现在这个时候去招惹沈岩的？”沈青青直接跪下，她也不敢招出那个神秘人的事儿。哀家一直以为你是最聪明的，对你寄予厚望，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你身上培养你，结果你一意孤行，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也浪费了哀家10多年的心血。以后你就当没有哀家这个外祖母，不要再出现在哀家面前碍眼。拿着此牌，开创大秦国第一个医学科目，为大秦百姓谋福。沈大小姐，你今天受尽了委屈，还立下了大功，有什么愿望说出来，朕帮你实现。皇上，臣女想在书院单独设一个医学科目，由我教他们医术。当然，他们不仅要学医术，也要学其他科目，只是医学属于侧重点。你为何想着重新开创一个新的科目？开设医学科目，在大秦史无前例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兴则国兴，教育是国之根基，只有培养足够强大的人才，大秦国才会越来越强大。提高医术水平，能够延长人的寿命，增加人的生活质量。臣女方才说的教育一事，已经有很多贤人在做了。既然医学没有人在做，那就由臣女来开头。如此长远的目光，宽大的胸怀，泯逝的爱，让他们望尘莫及。好，好，好！玄德帝带头鼓掌，龙颜大悦。朕支持你。陈富贵，取金牌。沈岩接旨。这是如朕亲临金牌，见此牌如见朕。朕现在将其赐予你，你拿着此牌，开创大秦国第一个医学科目，为大秦百姓谋福。臣女领旨，臣女定当竭尽全力，倾囊相授，不负盛望，将大秦百姓幸福放在第一位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我最有本事，就应该为你们做这些事。什么东西？沈岩，你回来啦！听说你得了皇上的金牌，哎呀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！你饿不饿？我让厨房的给你炖鸡汤。沈岩，今日在宫宴上，你替为父说话，为父甚是欣慰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沈岩呐，如今你拿了皇上的金牌，你就替兰儿向皇后娘娘说句话，以后宫里有活动，还是准许兰儿参加。征儿现在读书的学堂不怎么样，你拿着金牌去找汉兰书院的院长，让征儿进汉兰书院去读书。还有你二叔的官职一直在那儿卡着，替你二叔向皇上说说好话，把你二叔的官职向上升一升。我自己倒是没有要求，以后你得了赏赐，分我一些就行。沈岩，我知道你如今长本事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照顾照顾自己家人？你都进书院做先生了，青儿也必须进书院做先生，玉儿将来毕业也一样进书院。沈岩，你别不高兴，方才你二婶和祖母说的都是你应该做的，谁让你如今在这个家最有本事？我最有本事，就应该为你们做这些事。什么东西？二夫人，你若没本事养，就别生，别妄想我能帮他们。你们之前害我，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，竟然有脸来求我帮忙，还给他们安排差事，不然连后事也一起办了。老夫人，
你简直是在白日做梦，以为那书院是你开的。沈建章面如黑炭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又惧怕沈岩身上的金牌。沈岩，你在外面是有金牌不错，如今青青是管家，你在这个家里依旧是得听他的，得罪了青青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今天你们给我的羞辱我记住了，我恨你们，我们走着瞧。得罪了青青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竟然不知道皇上的御赐金牌只能管外面，管不到家里。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把之前的账都算清楚。沈青青在书院考核中作弊，已经被皇上从书院除名，永不录用。沈岩，你别诬陷青青，你让他自己说。祖母，青青错了，青青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丢脸的事儿啊！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！沈青青，把账房的钥匙交出来。如今你已经没有资格做丞相府的管家。不，你没有资格夺走我管家的权利。你身上的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，让你做管家，岂不是让外人笑话丞相府无人了？不能让你毁了丞相府的名声。你把管家的权利交出来，你把管家的权利交出来，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多熟悉的话呀！这些话都是沈建章以前对沈岩说的。二小姐，你自己的脸不要了，我们还要脸呢。你把钥匙交出来，别让外人笑话丞相府。迫于无奈，他起身掏出钥匙，拍在桌上。今天你们给我的羞辱我记住了，我恨你们，我们走着瞧。接下来说第二件事，分家。不分家，凭什么分家？就凭你私自挪用账房的银子。分家还是送你去见官，二选一。别报官，我同意分家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搬出丞相府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沈岩不理会众人，拿着钥匙起身就走。沈岩，滚远点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废了你。沈岩，好巧。滚！沈大小姐，你今天第一天来书院，我担心你不熟悉环境，特来陪你，你怎么还骂我呀？你是来陪我，还是来陪御赐金牌？和你解除婚约的这段日子，我茶饭不思，我终于明白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所以，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，我都决定原谅你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如果此刻遇到恋爱脑，估计都要上当了。沈岩是人间清醒，不会信他半个字儿的。谢成宇，你别装了，你那烂黑心肠我早就看透了。你以为你现在装得很深情吗？其实你现在很令人恶心。沈岩，滚远点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废了你。谢成宇，你接近我无非就是想要得到金牌，赢得皇上的重视。我警告你，你胆敢再骚扰我，我定让你身败名裂，成为弃子。以沈岩如今的实力，完全可以把他说的话变成现实，定让你身败名裂，成为弃子。哈哈，三弟，你有没有看到沈大小姐讨厌你讨厌的很吗？还像一块狗皮膏药似的粘着她。谢成宇，我真是看不起你。与你何干啊？你辱骂我有何用啊？沈岩一样也瞧不上你。呸！等老子娶了沈岩，拿了金牌，到时候让你跪下给老子舔鞋。爷，怎么办？他们要欺负沈大小姐。我的人岂是他们能动的？把之前我们搜集的吏部罪证交给他们的对家。谢成林之前玷污了一个五品官员家的小妾，官员要上告皇上，被婉贵妃拦下。一个时辰，让皇上知晓此事。是，世子爷。记住，此事不可让沈大小姐知道。爷，你为沈大小姐做这么多，为何不让她知道？让她安心准备书院的事儿，这是她的梦想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扫清一切干扰她的存在。谢怀景一提到沈岩，目光都是温柔的。沈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岩看见谢怀景，嘴角漾开了一抹笑意。来看看你，这是临时腾出一间屋子给你办公啊。监院说没有空屋子，
那我就自己挑一件，总不能让皇上的金牌处在杂物间吧？果然皇上思虑周全，这样一来，你省了不少事儿。玄德帝是难得的明君，若沈岩是优秀的千里马，那玄德帝就是最好的伯乐。你昨夜和我说的事儿有眉目了，我派人盯着他，等你这里忙完，我们一起去解救容妃的家人。我只是随口和你一说，你就放在心上了，不愧是世子爷。你说过的话，我都会放在心上。沈先生，书院事务繁多，未能前来迎接，真是抱歉啊。何山长，你虽说不能凡事亲力亲为，但派个人来总是应该的吧？难不成何山长不知道沈先生是带着皇命来的？不知世子大驾光临，臣有失远迎，还请世子恕罪。何山长该致歉的应该是沈先生。他要警告何山长，却又不能明着得罪他。毕竟沈岩初来乍到，不可能时时防着人，这人都得罪完了，他后面的教学也不好开展。沈先生，今天的事是我的失误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我能做的，我亲力亲为，弥补我的过失。这样不好吧？毕竟你是堂堂的山长，我只是区区一个先生而已。何文堂哪里还不明白啊？沈岩和谢怀景一唱一和，这是在给他下马威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何山长帮忙把讲台收拾出来吧。我明天要开始招收学子了。方才监院说书院没有空的讲堂，何山长也帮忙想想办法。沈岩说得很客气，却是句句在打何山长的脸。身为书院的最高掌权人，却对下面的事一无所知，不是态度不端正，就是水平能力不行。汉兰书院在先帝在时便也失控，如今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朕也不能将所有人都杀了。朕言肃清书院，让书院真正成为为大秦输送人才的摇篮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靠你了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关于容妃娘娘诞下皇子一事的隐情，臣女已查清。仔细说来。沈岩将来龙去脉告诉玄德帝。来人，把德妃叫来。很快，德妃便来到了御书房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德妃，朕记得之前容妃有身孕，一直是你在照顾她饮食。玄德帝并没有叫德妃起来，就让她这么跪着。皇上，您看小皇子出生白白胖胖的，多招人喜欢啊，比雨儿那时候可重多了。恶妇，容妃生产时尚不足月，孩子却比足月的孩子还要大很多，所以她才会难产。太医把脉时明确说过，不能进食过多，你却以容妃家人作为要挟，强迫她大鱼大肉，还让她服下催产的食物，让胎儿早产，再设计让沈大小姐去救容妃。你以为一旦救不成，朕定然会厌恶沈大小姐？德妃，你好歹毒的心呢！皇上冤枉，臣妾和沈大小姐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你恨沈大小姐主动解除婚约，给谢成宇带来不好的影响，也恨她在乞巧节上顶撞你，你难道没有反省？这些都是你和你儿子错在先，谋害皇子，陷害忠良，禁足1月，也都要协助皇后管理6宫的权力。以后不许你再靠近容妃和小皇子。德妃的兄长手握兵权，如今在边疆镇守，此时还不能直接废掉他。多谢皇上，臣妾这就去领罚。沈岩，德妃一人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支开整个太医院？太师府里面根本没有太师，那所谓的太师是假的，他当然没有。皇上，臣女认为这件事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，只是容妃娘娘不知具体细节，她把知道的都告诉了臣女。皇上，臣女方才去了太师府。见到太师人了？没有，太师卧在黑色的帐帘背后，臣女把了脉象，问了不到2句话，太师便发怒了，直接将臣女撵了出来。你没有说你是奉朕的命令行事？说了，太师和傅小姐依旧很抗拒，让臣女以后别再去了。同样是奉朕的命令行事，为何太医每月问诊
他们毫无意见。你一去，他们就如此抗拒，他们在害怕你什么？皇上，太医每月问诊，他们可有瞧见太师本人？这没有问，他们也没有说，他们只说太师病情稳定。你的意思，那些太医和太师府一起瞒着朕什么？皇上，之前德妃娘娘利用容妃娘娘陷害臣女一事，事发那天很巧，太师正巧身体不适，宫里当值太医都去了。你的意思，之前和德妃联手一起将当值太医支开的是太师府？不，准确来说，和德妃娘娘联手的是傅义军。太师这些年虽然卧病在床，太师府出面的都是傅小姐，但是背后真正拿主意的还是太师。难不成傅小姐背着她祖父和德妃联手？皇上，和德妃娘娘联手的就是傅小姐，不存在她背着她祖父一事，因为太师府根本没有太师。沈岩，你此话何意呀？皇上，太师府里面根本没有太师，那所谓的太师是假的。像燕公子那样的神仙人物，也是你能肖想的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的身份。如果沈岩推断的一切都成立，堂堂重臣手握大权的一国太师，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别人替代了这么多年，而且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人就能做成的。那这些参与其中的人，就等同于是选择了太师府，而背叛了他。沈岩，彻查此事，朕要知道真正的太师身在何处，他们欺瞒朕的目的是什么，又有谁参与其中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在查案过程中，任何人胆敢阻挡，格杀勿论。是皇上。沈大小姐，你来了。燕公子，好巧。不巧，我正在等你。沈岩淡淡一笑，礼貌而不失疏离。等我做甚？有事？燕青看着沈岩的眉眼，如果此时站在沈岩面前的是谢怀景，那沈岩的笑容一定会更灿烂。他藏起心底的失落。我来说燕做先生了。那岂不是屈才了？以燕青的才华和国公府的地位，他封侯拜相是迟早的事。沈大小姐在此都不觉屈才，我怎么会如此觉得？况且能和沈大小姐同为先生，一起传道授业解惑，是我的荣幸和期盼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进去。好。切，整天招惹这个招惹那个，品德败坏，还把手伸到了燕公子身上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像燕公子那样的神仙人物，也是你能肖想的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你，大小姐，他骂您。我没有听到有人在骂，只听到有狗在疯狂的叫。春天都过了，这狗的脑子里怎么还想着交配？和我们丞相府的大黑倒是挺像，一黑一白。沈岩，你敢骂我？我提你名字了？竟敢把我和狗相提并论！你和沈大小姐并未定亲，她是自由的，我有追求她的权利。竟敢把我和狗相提并论，我看你是找死！然而他手还未碰到沈岩呢，我的手，你敢动我，世子爷！滚！是。站住！燕公子有何事？你方才说的话不对，沈大小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，是我对她穷追不舍，而她从未将我放在心上。沈岩他究竟哪里好？我哪里不如他了？他哪里都好，但不需要和你比。他只要站在那里，我就愿意倾其所有。他千方百计都得不到的男子，沈岩却什么都不用做就得到他全部了。燕小姐，若是让我知道你侮辱沈大小姐的名声，她受到一分伤害，我必定伤你1000万倍。他连看燕青的勇气都没有，转身便跌跌撞撞地朝皇宫而去。燕公子，多谢你给我解围。你方才都没有给世子说谢，对我也不用如此客气。我欠世子太多了，一句谢谢可还不清。
索性就不说了。燕公子，适可而止。方才见你是为沈岩出气才说的那些话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。现在当着我的面告白我的心上人，我看起来像是好说话的人吗？世子，你和沈大小姐并未定亲，她是自由的，我有追求她的权利。谁说没有定亲啊？10多年前就定过了。沈岩虽然忘记了，他却一直铭记于心。10多年前沈大小姐还不到调年，童言无忌，怎可当真？童言至纯至信，为何不能当真？谢怀景直接取下身上的玉佩，塞到沈岩手里。这是我娘的陪嫁之物，我一直随身携带，说是传给未来儿媳妇的，这就是我的定情信物了。说完，他取下沈岩头上的一根发簪，紧紧地握在手里。现在我们交换了定情信物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当然，这也不算正式提亲，将来我定会3媒6聘，正大光明地娶你过门。好烈的醉清香！你怎么会？这也不算正式提亲，将来我定会3媒6聘，正大光明地娶你过门。燕青一脸惊愕，他心如刀割，眼眸微红，终究是晚了一步。燕公子，你很优秀，我很欣赏你，但我们只能做朋友，你一定会遇到比我更合适你的女子。他明明白白地拒绝燕青，这是对燕青和自己的尊重，更是给谢怀景安全感。好，那我先走一步了。他眼里的泪水瞬间装满了眼眶。从此以后，他会把对沈岩的爱藏在心底，默默守护他。走吧，一会儿该晚了。听阿言的。连称呼都换了。是啊，以后阿言就是只属于我的了。沈先生，我怎么觉得沈四小姐进宫以后比之前漂亮了不少啊？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她浑身上下的打扮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在丞相府，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沈青青身上。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请先生饶命。起来吧。沈先生，您衣裳脏了，我带您去换身衣裳吧。带路吧，我去换衣裳。我陪你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若有事，你还可以替我解释一下。放心吧，我替你顶着。沈岩带着秋雨跟着宫女很快来到了一处偏殿。沈先生，里面就是换衣裳的地方，您进去吧，我就先忙了。大小姐，您进去，奴婢在外面替您守着。沈岩迈步进屋，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熏香味儿，紧接着他感觉头晕目眩，四肢发软。好烈的醉清香！您怎么会？他只觉得后脑勺一疼，整个人就倒了下去。沈岩在晕倒的瞬间，他拔出头上的簪子，狠狠扎向自己的手腕。富贵，去把门打开。你们说沈大小姐和三皇子真在里面吗？他迅速服下解药，准备冲出屋去。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沈岩从门后出来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将眼前的人打晕在地，竟是谢成宇。砰的一声响，沈岩回眸一看，是刚刚带他来的宫女被谢怀景扔在了地上。皇上，之前沈大小姐画的画实在太过漂亮，臣妾一直想再睹她的风采，不知可否请她上来再表演一次？那就请她上来吧。能让沈岩出名的好机会，他从来不会错过。沈大小姐在不在？沈先生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回皇后娘娘，沈先生去换衣裳去了。真是巧啊，沈先生不在，我三哥刚好也不在。他们不会是旧情复燃了吧？是不是旧情复燃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皇上，您看。朕相信沈岩不是那样的人。以沈岩的心性，怎可能瞧得上谢成宇？换衣裳的地方在何处？臣妾带皇上去。于是一行人跟着玄德帝和皇后浩浩荡荡地前往换衣裳的地方。陈富贵，去把门打开。你们说沈大小姐和三皇子真在里面吗？肯定在啊，真是不要脸，竟然在宫里偷偷摸摸。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师表，教坏了学生。书院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这时
门被缓缓打开。皇上，里边有人！皇后娘娘，他们没有穿衣服。叫醒他们，让他们穿好衣裳来见皇上。哀家说过，这沈岩在乡下长大，粗鄙不堪，皇上你还不信？现在如何？我竟然还不知有这么多人如此恨我。太后娘娘、燕小姐、傅小姐，我沈岩哪里得罪你们了，让你们如此诋毁我名声？二小姐、三殿下，原来是你们呐！二位的趣味真是与众不同，我沈岩哪里得罪你们了，让你们如此诋毁我名声？这时，一道冷若寒冰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。容妃站在他身边，手上抱着小皇子。沈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燕小姐认为我应该在哪里啊？臣女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臣妾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、太后娘娘。你们怎会在一起？玄德帝满脸欣喜。臣女的衣裳被汤汁泼了，便来这里换衣裳。方才在殿内，臣女没有看见容妃娘娘，臣女就去看了看容妃娘娘和小殿下。臣女和容妃娘娘才走到这里，就听到有人在骂臣女，我们就走了过来。只是不知大家为何辱骂我。沈先生，里面有2个人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见不得人。然后他们都说是你和三殿下，我说肯定不是你。沈先生品德高洁，怎么会做这样的肮脏事儿？燕先生，你刚刚骂沈先生不知羞耻，你身为先生，在不确定事实的情况之下就张口骂人，我看不知羞耻的人是你。陈富贵，让里面的人滚出来！皇上，让臣女去吧。陈公公，麻烦拿冷水来。很快，内侍端着2大盆冷水过来，泼。那2人一个机灵，瞬间睁开眼。沈青青，殿下，沈二小姐、三殿下，原来是你们呐！二位的趣味真是与众不同。沈岩，是你！他想算计沈岩，没想到反而被沈岩给算计了。沈青青一脸懵，躺在这儿的不应该是沈岩吗？怎么会是他呀？二位快把衣裳穿好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皇上，里面的人是三殿下和沈青青。父皇，丢脸的东西！一脚踢在了谢成宇身上。沈二小姐不是名门闺秀的典范吗？就她也配做典范？作弊勾引男人，真是恶心到极致了。三殿下以前和沈大小姐有婚约，你们说这沈二小姐和三殿下是不是早就勾结在一起了？肯定是嘛，连自家姐妹的男人都抢。沈青青听着这些侮辱她的话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既然沈岩不想让她好过，那她也绝对不能让沈岩好过。我是被沈岩陷害的，恳求皇帝救救为青青做主，还青青清白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沈大小姐害了你？既然已经做好了反咬一口的准备，沈青青早就在心里编好了故事。方才在席上，我衣裳脏了，便来到这儿换衣裳，没曾想正巧撞破了沈岩和殿下的好事，沈岩一怒之下就打晕了我。后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，直到方才醒来。他完成了谢成宇的条件，谢成宇也必将娶她为妻，从此以后他就能扶摇直上了。如今他身败名裂，再不可能做谢成宇的正妃。父皇，儿臣可以作证，沈二小姐所言属实。谢成宇的目的是得到沈岩，只要能证明沈岩和他独处一室，那沈岩就跑不掉了。父皇，前几日沈大小姐寻儿臣，说对儿臣旧情难忘，祈求儿臣与她复合，儿臣一时心软便同意了。方才就是沈大小姐约儿臣来这里相会，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儿臣恳请父皇为我们赐婚，将沈大小姐赐予儿臣为妻。当年你也是像这样跪在朕面前，求朕给你和沈大小姐赐婚，你对天发誓，说会一生一世呵护沈大小姐。10年以后，你背叛承诺，
说要与沈大小姐解除婚约，你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三番四次戏弄朕。你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三番四次戏弄朕。如今胆敢求朕再次赐婚，你真是死皮赖脸，不知廉耻。父皇，不是儿臣主动，是沈大小姐要嫁给儿臣，儿臣只是……你以为朕会信吗？他没想到玄德帝竟对沈岩如此信任，他后悔了。如果当初不是他嫌弃沈岩，看中了沈青青背后的势力，他又怎会跟沈青青联手诬陷沈岩失贞，害得沈岩坚决跟他退婚呢？说是一切都能回到当初，他一定不会嫌弃沈岩。按照玄德帝如今对沈岩的器重，那他应该已经被封为太子了吧？皇上，沈青青并不是今日才和三殿下在一起，早在臣女还未和三殿下解除婚约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。不，我没有，沈岩，你冤枉我。是不是冤枉你？让宫里的嬷嬷验一下就知道了。众人一片哗然，看向沈青青的目光充满了鄙视和厌恶。在沈岩第一天去书院的时候，他在丞相府大门口遇到了沈青青。后来叶池查到沈青青彻夜未归，是去私会谢成宇了。方才沈岩打晕沈青青的时候，顺便搭了一下脉，发现沈青青早就不是处子之身了。谢成宇、沈青青，你们二人还有何话可说？都是沈青青的勾引儿臣。你胡说八道！是你先接近我，你想要利用我母亲和外祖母帮你登上太子之位。如今我失去一切，你竟然想要抛弃我，还反咬我一口。谢成宇，你真是狼心狗肺！沈青青气急，口不择言，也道出了谢成宇见不得光的目的。父皇，住口！玄德帝怒不可遏，大秦国的江山绝不能落入这样的人的手中。从此以后，谢成宇就被从太子人选之中除名了。皇叔，我心仪沈大小姐已久，请皇叔为我们赐婚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求你滚。是，父皇，儿臣告退。他走到沈岩面前顿足，盯着他。沈岩直视着他的目光，脸色冷漠，眼底一片轻蔑。皇叔啊，谢怀景喜欢沈岩，众人皆知。方才真相不明之前，沈岩陷入危境，他竟没有出面。如今这危机解除，他倒是出现了，众人十分不解。玄德帝也是如此想法。你方才去了何处？他很少听谢怀景唤他皇叔，除非谢怀景有求于他。我方才去祭拜了我爹娘，今天中秋节，想和他们说说话。你小子平日里顽劣得很，唯独孝道这件事做得极好。今年又和你爹娘唠叨什么了？我和我爹娘说，我想成家了。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成家了。皇叔，我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该成家才成家的，而是遇到了我想与之成家的女子。哦吼，怀景说说看，你相中了哪一家的小姐啊？皇叔，我心仪沈大小姐已久，请皇叔为我们赐婚。怀景可想清楚了，沈大小姐是朕的沈先生，若你负了她，朕绝不轻饶。想清楚了，我等这一天很多年了，就算她是要我的命，我也绝不可能负她。他还记得当初沈岩退婚的时候，就是谢怀景帮忙找的证人。那时候的沈岩名声极坏，可谢怀景却没有丝毫嫌弃。谢怀景说他等了沈岩很多年，在沈岩和谢成宇有婚约的这些年，没有听说过他们二人有丝毫的越轨之举。玄德帝看着谢怀景的眼眸，不由得带了几分赞赏。沈大小姐，方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可愿意与怀景携手共度一生啊？沈大小姐，你可愿意与怀景携手共度一生啊？沈岩看着谢怀景，展眉一笑。臣女愿意。他送出定情信物的时候，就决定请玄德帝赐婚了。他要和沈岩堂堂正正的在一起，给他光明正大的身份。好，好，好，
今天终于有一件事能让朕开心了。镇南王夫妇泉下有知，也会欣慰。你小子眼光倒是不错，既然你二人两情相悦，朕现在就为你们赐婚。沈岩聪慧敏捷，德心仁厚，才华横溢；谢怀瑾心性善良。朕希望你们珍惜彼此，互相包容，相亲相爱，永结同心。沈岩和谢怀瑾跪在玄德帝面前，神色恭敬。多谢皇上成全。来人，赏！来人，赏！很快，陈公公便带着金银首饰、绸缎字画、白花花的银子来了。这仅仅是赐婚就得了这么多赏赐，那将来正式成亲的时候，赏赐还不得如流水一般？曾经的沈岩他们看不起，今日的沈岩他们高攀不起。世子，沈大小姐，恭喜你们。燕青藏起心中的酸楚，笑着祝福。只要沈岩能够幸福，哪怕这幸福不是他给的，他也会开心。谢谢你，燕公子，你也会幸福的。你方才在殿内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？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你身上，我看见那个宫女是故意把汤汁洒在你身上的。你走后不久，谢成宇也跟着离开了，我不放心就跟了过来。我截住宫女，来不及问她，直接将她打晕去追谢成宇。可到了偏殿一看啊，谢成宇已经被你给打晕了。听到谢怀瑾所言，沈岩心里生出了一阵温暖。那你方才是真的去祭拜你爹娘了？我要娶妻成家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想跟他们分享一下。以后你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和我分享。谢怀瑾一把把沈岩搂入怀中，在他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。阿言啊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，让我觉得人间如此美好。谢怀瑾，谢谢你在我一无所有，世人皆厌恶我的时候守护我。如果没有谢怀瑾，当初沈岩在乡下的时候早就命丧于长公主和沈建章的手中了。第二天，沈岩准时出现在比赛现场。沈岩，没想到你还真有胆量来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不知死活的人是你吧？燕昭月，我还要亲眼见到你滚出书院。沈岩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最近新晋的丹青高手，被大家称为华圣的余生余大师，今天也要来书院。我告诉你，华圣是我请来的，到时候请他来点评我们的画作。他如今在丹青圈子里很出名，只要他认定你不行，你以后再也无法在丹青圈子里立足了。我不仅要将你赶出书院，我还要让你以后也不能画画。燕昭月，我会让你后悔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。这华圣正在和周围的人高谈阔论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赞美和恭维。敢冒充他？哼，看来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吧。今天这画画的主题是明月，比赛时间1个时辰。随着考官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。沈岩看到明月2个字的时候，脑中已经有了画面。他迅速提笔，将脑海中的画呈现在纸上。燕昭月作为曾经的第一才女，自然是有几分画技的，而且比赛题目她早已得知。她抄袭了我的作品，不配得第一。燕昭月作为曾经的第一才女，自然是有几分画技的，而且比赛题目她早已得知，早就已经在家里练习过无数次。其余参赛者也在努力作画。沈岩落笔的时候，比赛时间还未结束，他将画提前交了上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评选结果就出来了。今天大家的画作都很精彩，我们从中评选出3位特别优秀的画作。第3名张思雨，第2名燕昭月，第1名沈岩。恭喜3位。且慢，华圣有话要说。诸位，
原本我是不打算说的，但我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说出来，不然对大家就太不公平了。他抄袭了我的作品，不配得第一。场内一片哗然，颜昭月满脸得意。沈岩一滚出书院，她这第一女先生的位置就无人能撼动了。方才在屋内评选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我一开始是想顾及沈大小姐的脸面，但见她太嚣张，决定不再纵容她。沈先生，你如何解释？余画生，我这战时明月抄袭了你的哪幅画作？余画社方才在屋内没有提出沈岩抄袭，是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诬陷他。读书人最忌讳抄袭作弊，你这样品行不端的人画出来的画，简直是对丹青的侮辱。从此以后，我不许你再作画，不然我将联合所有丹青之人，将你逐出丹青界。沈岩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我们的赌约是谁输了比赛谁就滚出书院，现在你输了，请你立刻滚出书院。他伸手将沈岩桌上的画笔扔在地上，还狠狠地踩了2下。我看该滚出书院的是你，把我的笔捡起来。沈岩，你竟敢打我！我才是余生，他只是一个冒牌货。沈岩，你竟敢打我！你看我不敢！你若再敢动我的东西，我直接废了你。颜昭月现在脑瓜子嗡嗡的。颜昭月，我警告过你，我会让你后悔方才说的每一个字。沈岩，你抄袭竟然还敢打人，太放肆了！沈岩，这是书院，抄袭还敢打人，有没有天理了？太目中无人了，滚出书院！你多大胆子，竟然敢冒充我！休要胡言乱语！沈先生，你此话何意呀？我才是余生，他只是一个冒牌货。胡说八道！沈岩，我早就已经打听过了，人家余生大师是男子，不是女子。你千算万算，正主就是你的敌人。我最近余生这个名字在京城很出名，但又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容貌。你就计划着利用余生之名达到你的目的，于是你威逼掌柜，利用掌柜给你的消息去伪造一个假的余生。你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掌柜的给你的有可能是假消息？不可能，掌柜的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不敢说假话。颜昭月，你可真蠢。黎先生，丹青阁掌柜就在书院外面，请掌柜进来。此事不仅仅是书院的事儿，更是关系到了玄德帝。沈岩可是玄德帝面前的大红人儿，胆敢冒充他。沈先生，把燕小姐找你的事告诉大家吧。是。沈先生画作大卖以后，有许多人来向我打听沈先生的消息，我都没有透露过一个字，只有燕小姐不厌其烦，甚至用她的身份威胁我。我无奈之下，只有告诉了沈先生。沈先生让我将计就计，告诉燕小姐说于大师喜好白衣，是个中年男子。我没有想到燕小姐竟然去找人冒充于大师。你撒谎！你明明告诉我于大师是个男子，沈岩她是个女子，她怎能会是余生啊？是不是沈岩利用她身份威胁你，让你给她做伪证了？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我若撒谎砸自己的招牌，以后还如何在京城立足啊？余生是个男子，只不过是沈先生乔装改扮的，我也是知道不久。燕昭月，你没有想到你精心策划的一切早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了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沈岩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演戏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似的。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黎先生，我记得书院有一幅余生的画，你可以取来和我方才的画作对比，这2幅画中都藏着我的真实名字。去取画来。很快画被取来，黎先生将2幅画摆在一起对比。黎先生，书院那幅画的名字藏在庄稼人的手上，我刚刚这幅画的名字藏在将领手中的剑上。找到了，妙啊，实在是妙。难道沈先生的意思，你想做那庄稼人的手，
让他们五谷丰登，丰衣足食。至于那将领手中的剑，是指你想做那柄剑，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。见此金牌，如皇上亲临。没有想到我的心思竟然被黎先生识破。沈先生大义，你这样忧民忧国的情怀，我等自愧不如，请沈先生受我一拜。黎先生大礼，晚辈不敢当。我终于明白皇上为何如此器重你了。正如皇上所言，有沈先生是我大秦国之幸啊。黎先生过奖。燕小姐，真相大白，你输了比赛，是时候履行当初的诺言了。速速收拾东西，滚出书院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乃书院的第一女先生，怎可能输给你？你太过狂妄，殊不知山外有山。你弄虚作假，品质败坏，不配为人师表。你若再赖着不走，我便让人将你丢出去。燕小姐，愿赌服输，你已经不是书院的人，请你速速离开。没有想到汉兰书院竟然有这种不择手段的人，简直是玷污书院的名声。他方才还污蔑沈先生，这种恶毒的人竟然在自己身边，我还与之共事多年，想想就觉得恐惧，看见就恶心。快点滚吧！滚出书院！舅舅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离开书院。沈先生，今日之事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是同僚，燕先生也是大家公认的好先生，他走了是书院的损失，也没有人能替代他的位置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我是山长，我说。何文堂口中的算字儿还未说出口，面前突然闪出了一块金牌。见此金牌，如皇上亲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其余人也跟着跪下行礼，高呼万岁。沈岩，你滥用御赐金牌，就不怕皇上责罚你，将你金牌收回去啊？要不我现在陪你进宫，去向皇上告状？这太好了，朕就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错。沈岩，好样的！要不我现在陪你进宫，去向皇上告状？沈先生得皇上器重，告状就不必了。赵月，愿赌服输，收拾东西走吧。看来玄德帝是要借沈岩之手整顿书院了。哼，沈岩，我们走着瞧，我就不信你永远能赢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栽倒在我手上。燕昭月，你我之间输的永远是你。你有什么招数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随时奉陪。燕昭月说不过沈岩，落荒而逃。这时，那假于华胜也准备逃跑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打100大板，逐出京城，永远不能再画画。曾经的京城第一废材，竟然是名满京城的华胜。曾经的京城第一废材，竟然是名满京城的华胜。此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刻轰动全城。臣女见过皇上。你竟然就是余生？是，皇上。真是太好了，朕就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错。沈爷，好样的！兵部尚书之前送了一幅你的画给朕，朕相当喜欢，你来帮朕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是假的，皇上。这燕崇后胆子也太狂了，竟敢拿假画糊弄朕。皇上若喜欢，臣女可以再为您画一幅。这个可以，但燕崇后欺君之罪也绝不能轻饶。皇上，燕小姐今日离开了书院，燕大人肯定会来求情，届时皇上就有理由驳回她了。你做得极好，这么多年，朕终于从书院拔掉了他们世家的一根针。终将一日，臣女会让书院重新回到皇上的手中，真正的为朝廷所用。沈岩噎死了我爹，我要让他给我爹偿命。药方拿到了。那笼罩在黑色斗笠的神秘人问道。拿到了，是沈岩亲笔所写的药方。哼，不用他亲笔所写，我写出来的字和他的一模一样，连他自己都无法分辨。这招真的能置沈岩于死地吗？你怀疑我？
没有，我不敢。照我说的做，我保证让沈岩万劫不复。沈先生，不好了！昨天有个病人吃了您开的药死了，那老伯的儿子抬着老伯的尸体在医馆门口大闹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走。沈岩医死了我爹，我要让他给我爹偿命。不可能是我们的责任，沈先生医术高明，绝对不可能医死人的。你们的意思，我冤枉沈岩了？钟福发的目光落到沈岩身上，用意还我爹命来！沈岩两手夹住匕首，然后用力一转，速度快的众人都没来得及看清，那匕首已经到了他手中了。等事情查清，若真是我害死了你爹，我任凭你处置。在这之前，你若行凶，便是凶手，我可以报官抓了你。官差办案，闲杂人等让开。谁是沈大小姐啊？我是。有人报官说你害死了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谁报的官？现在你是犯人，没有资格问那么多。走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我现在还不是犯人。沈先生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今天休息一天。沈先生，我陪你去。我也去。我们都去。沈先生，有人状告你滥用医术，害死了人，你有何话可说？我要求验尸。大人，千万不能验尸，你让草民于心何忍的？要查清死者死因，只能验尸，这是我们办案的正常流程。大人，草民证里有我爹熬药剩下的药渣，这些都可以证明我爹是被沈岩害死的。药方是医馆的，药也是医馆的，沈岩是医馆负责人，他就应该为我爹的死负责。大人，这药渣就是药方上面的药，剂量和种类都对得上。死者有心疾，的确是服药过量造成的死亡。大人，沈岩就是凶手，证据确凿。沈先生，这药方可是你亲笔所写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见到和他写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字迹。大人，这和我的笔迹很像，却不是我亲笔所写。这药方明显是错误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开出这样的药方。当时负责抓药的是丁香，他可以作证。大人，这不是我当时看到的那副药方，剂量不对。你是沈岩的学生，你当然会偏袒他，而且你每天看那么多方子，你怎么可能记得住每一个方子？大人，我们医馆的药方不仅是有开药方之人的签名，还有抓药的人也要签名。这副药方上面我的签字不是我自己写的，大人可以请人鉴定笔记。大人，药方是医馆的，药也是医馆的，沈岩是医馆负责人，他就应该为我爹的死负责，请大人为我爹做主。这个将他的笔迹模仿到如此出神入化的人，仿佛是在故意针对他。之前的作弊、精锐的杀人，都恰好用了此笔记。钟福发，你不关心真正的凶手，反而一直抓着沈先生不放。本官怀疑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赶紧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草民什么都不知道，大人饶命。大人，此案突破口不一定在钟福发身上。沈先生有何妙计？我们医馆的药方都是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上了锁，由专门的人负责管理的，其他人没有机会接触这些药方，除非把盒子砸了。大人，方才是南小姐带我们去取的药方，那盒子和锁都完好无损。沈先生，大人，不是我调换的药方。沈先生给了我一条谋生的路，我怎么可能反过来害他？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能选择未来的人生。沈先生给了我一条谋生的路，我怎么可能反过来害他？半雪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那钥匙一直在你身上吗？任世宇，是你盗了我的钥匙。半雪，我们一直在一起整理资料，我没有机会偷拿你钥匙，更没有机会背着你去盗药方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理由害沈先生。你有，中途发现我一个病人的资料不对，我就去核对去了，这中间有不到半炷香的时间。半雪，我知道你替沈先生着急，但是只有半炷香的时间，我怎么可能偷了你的钥匙，拿了药方，又将钥匙还给你，而且还不能让你发现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点时间可能真的不够，但对于你而言，这点时间绰绰有余。
沈先生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将村贯偷，你说呢？沈先生，您不能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就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吧？任时雨，我说过，我的学子可以水平差一些，但态度一定要端正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瞒得很好吧？何子俊的娘沈建威就是你的舅母，你之所以会来跟着我学医，也是你舅母的授意。你之所以偷拿药方，也是得了她的命令，对吗？你们之间达成了什么条件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任时雨再也绷不住，直接跪了下来。任时雨，真的是你？沈先生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何要害他？这就是典型的农夫与蛇。任时雨，你真是丧尽天良。沈先生知你是小偷，却还是愿意教你医术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却恩将仇报，你们没有体会过我的苦，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你的可怜痛苦不是你害人的理由。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能选择未来的人生。沈岩，万年不见，你依旧如此聪明。终究，你毁了自己的前程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。钟老伯昨日来医馆，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求死。胡说八道！我爹就是被你们给害死的。要从实招来，不然本官大刑伺候。大人饶命，草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本案中还有几个涉案之人没有到场，请大人派衙役将他们捉来，兴许能审出拿银子收买死者的人。来人，将何夫人、任母带来。任时雨，你别乱说话，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你别连累你哥。大人，是何夫人指使我偷换的药方，也是她指使我加重药量，为的就是陷害沈先生。沈先生，我任时雨一生从未对不起任何人，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您。您对我的恩情，只有来生再报了。任时雨说完，从袖中取出数根银针，全部插入自己喉咙，瞬间向后倒去。何夫人买凶杀人，证据确凿，先拖下去，打20大板，关进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钟福发企图谋杀沈先生，是杀害死者的从犯，打30大板，关进大牢，终生不得出狱。任夫人包庇协助罪犯，打20大板，关入大牢，刑期2年。沈先生，案情已经真相大白，让沈先生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有案情就应该例行审问，无论涉案之人是谁，都应该秉公执法。你就是收买钟家陷害我的人。哼，沈岩，万年不见，你依旧如此聪明，早知道就应该先杀钟福发灭口了。万年不见，你是妖怪吗？活了这么久。若我是妖怪，你也是妖怪。你别在这儿和我胡说八道。你如此费尽心思害我，我和你有什么仇？你如此费尽心思害我，我和你有什么仇？沈岩，你竟然好意思问我什么仇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？凭什么你能活在阳光下，而我却不能？他话音落下，直接朝着沈岩刺来。沈岩袖中飞出3根银针，直逼神秘人，避开了眉心和心尖尖处的银针，还有一枚银针插入他拿剑的手臂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沈岩一掌打向他的胸口，他顿时飞出数米远，口吐鲜血。沈岩速度极快，刹那间便到了他面前，一把掀开他的黑纱。眼见着自己的容貌要暴露，他扭头朝沈岩撒了一把毒药粉。等他放下袖子时，神秘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。他看了看自己缺了一块的衣角，在这个世上能伤他的人屈指可数，而方才那人的速度和武艺都不亚于自己，还声称跟自己有大仇。他到底是谁？皇上，沈大小姐到了。臣女见过皇上。免礼。沈先生，方才燕尚书宁国公、南将军他们都向朕进谏，让朕废除你先生一职，你如何看呢？燕大人，南将军，宁国公，
你们凭什么请皇上废除我先生一职？沈岩，医馆一事闹得全京城皆知，你还有何资格继续做先生？医馆一事已经真相大白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难道那偷换药方的学生不是你教的？燕崇后以为抓住了沈岩的把柄。学生是成年人，他犯的错要让我一个先生来承担？哼，如果按照这样来算，之前燕昭月勾结他人假冒我，比赛作弊，品德败坏，被书院除名，子不教父之过，那燕大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主动辞去兵部尚书一职？你连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好，又如何管理整个兵部？拿着御赐金牌出宫，与镇南王府和护国公府调动军队去执行任务。你连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好，又如何管理整个兵部？燕崇后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他别开目光，低下了头。宁国公，我记得你有个不听话的儿子，你要不要也辞官去管教你儿子？哼，沈岩，我乃堂堂镇国公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书院先生来管我。我这小小书院先生也该是皇上管，宁国公又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宁国公脸色铁青，无言反驳。南将军，你确定顶嘴就是被教坏了？南将军说的不会顶嘴，无论你说的对错都绝对服从的，那是奴才，不是你亲妹妹。沈岩，我说不过你，医馆一事的根源是你，如果不是你开医馆，就不会有昨日的命案。错，医馆一事的根源不是我，是赌方。沈岩声音落下，整个乾坤殿鸦雀无声。玄德帝看向沈岩，他以女子之躯立于朝堂，舌战群儒。玄德帝龙颜大悦，这才是他想要的臣。好，好，好，沈先生，你认为这害人不浅的毒方该如何处置？臣认为直接查抄。好，就按照沈先生的意思办。臣女遵旨。沈先生，你拿着御赐金牌出宫，与镇南王府和护国公府调动军队去执行任务，越快越好，怕他们措手不及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臣突然头痛不已，还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皇上，臣心慌胸闷，实在难受，恳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让，沈先生来了，快请。皇上，臣心慌胸闷，实在难受，恳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玄德帝默默地看着众朝臣，他倒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趁机出去通风报信。来人，宣太医，身体不适就应该看大夫，回去休息是没用的。还请众爱卿稍安勿躁，陪朕一起等等沈先生。今日他们是来整治沈岩的，没想到他们反而被沈岩整治了。阿言，你怎么来了？谢怀景一脸疲惫，可看见沈岩的瞬间，依旧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皇上有命令，你才执行任务回来。他已经出去了数天，对京城这几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可你还得继续辛苦。有事？你先接令，具体的事我一会儿和你细说。谢怀景听令。臣在。命你调出2000精兵，配合沈岩查抄赌方。是，臣遵旨。今天我们要查抄京城所有的赌坊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护国公府，你先调兵，我们在最大的赌坊会合。好，你要小心。半个时辰以后，沈岩、谢怀景、燕青3人并肩站在四方聚财赌坊大门口，将所有出口围住，不许放走里面任何一个人，所有赌资全部没收。行动！沈岩和谢怀景直接冲到最里面，燕青守着大门口。4个时辰以后，他们将京城所有的赌坊都查抄完毕。皇上，沈先生来了，快请。
沈岩、谢怀景、燕青向玄德帝行礼，见过皇上。你们辛苦了，查抄情况如何？皇上看看就知道了，请诸位往旁边站一站，腾个地方，把赌资抬进来。随着赌资堆积如山，玄德帝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。皇上，所有赌资都在这里。皇城脚下无视王法，简直是猖狂至极。那些大臣大气都不敢出。先生，在赌坊抓到的那些人现在何处？在衙门，有先前去抄赌坊的士兵守着。世子、燕公子，此事你们两人去办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沈岩，跟朕来御书房。沈先生妙计，朕着实佩服。之前玄德帝找到沈岩，说寒冬将至，这过冬的军饷和粮草还没有下落。沈岩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查抄赌坊，他正准备造由头的时候，就出了医馆的事。有这些赌资，今年过冬的军饷和粮草就有着落了。朕知道京城有赌坊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猖狂，这些赌资都快抵得上一个国库的存银了。今天朕只是抄了赌坊，罚了赌徒，却并未罚那些真正躲在背后的大庄家。沈先生，下一步你认为该如何呢？今日赌坊惊变，他们以后会收敛很多，但是以前他们在赌坊做的那些事依旧存在。等将来皇上决定要拔掉哪根毒刺的时候，赌坊之事就能作为他们的突破口。好，沈先生真不愧是朕的智囊，有沈先生在，何愁我大秦不兴啊。皇上，您之前吩咐臣女改造的弓弩和战车图纸已经完毕，您看何时开始打造？沈先生速度如此惊人，等冷玉婷回来，他盯着人做，你负责质量把关如何？是，皇上，感情是双向奔赴的，不能让你一直为我付出。好香啊！见过世子爷，这些都是我家大小姐从宫里回来以后亲手为您做的，还是热的。他说完以后退了出去，把空间留给沈岩和谢怀景单独相处。阿言，辛苦你了，这些本来是应该我为你做的。这世间除了他娘，沈岩是第二个愿意为他洗手做羹汤、点灯等他归的人。感情是双向奔赴的，不能让你一直为我付出。我为你做的和你为我做的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冷了。好，这脆萝卜配这粥刚刚好。你说有事和我说，是什么事？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此事和你有关。此次我是奉命离京，去调查沈丞相。我们已经有了婚约，按理来说我应该避嫌，这件事不应该让我去。可你知道为何是我吗？虽然我和他之间没有父女情，可是我身上流着他的血，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。如今的我已经触碰到京城太多人的利益，他做那些事我并没有参与，如果让其他人去查，说不定就会变成我什么都参与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不会害我，也不会替他隐瞒事实，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阿言真聪明，既然我的阿言这么聪明，不如继续猜猜，为何此事你事先不知情呢？皇上是担心我知情以后会主动请求调查此事，然后大义灭亲？更多的是皇上担心会伤害到你。他不清楚沈大人对你有多冷漠，但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这件事与其让你去做，不如让我去做。所有的骂名，我来承担。这是你和皇上商量好的对策？是啊，我们都不确定他犯的罪有多大，想等证据收齐以后再告诉你们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阿言，无论上天入地，刀山火海，我都和你生死相随。谢怀景，有你真好啊。阿言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
致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数值去丈量的话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天与地之间的距离。那你可知天与地之间的距离？不知啊，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但我知道，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的。谢怀瑾，你好会说情话啊，我都感动了。阿言，我想，我们还没有成亲呢。想什么呢？小傻瓜。我想这样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无声却叫人心动，是否你能明白他的心思，他的温柔不休不止。沈建章何在？臣在。朕记得河西盐商一直归你管，为何前5年的运销盐量和上报朝廷的数量不一样？皇上，此事臣也不是很清楚，想必是下面的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到了此刻还在欺瞒朕。如今沈建章没了太后和长公主的庇护，沈岩又不理他，他在整个朝堂之中举步维艰。朕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他直接抓起面前的折子，狠狠砸向沈建章，厉喝一声：你睁大眼睛好生看看，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。目光落在折子上的内容上，他面色惨白，那上面是弹劾他卖私盐，从中获得暴利的事。沈建章，你滥用职权知法犯法，明知食盐是民之根本，由朝廷把控，昧着良心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，你可知罪？皇上饶命，臣冤枉啊！这肯定是有人陷害微臣，请皇上明察，还微臣一个公道。陈富贵，把证据给他看。沈建章趴在地上，用那颤抖的双手拿着证据。皇上饶命，臣知错了，请求皇上看在臣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放臣一条生路。从即日起，革除沈建章丞相一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皇上饶命，臣有话要说。私自买卖食盐一事，不是臣一人所为，罪臣也是听令行事，一切都是太后娘娘吩咐臣所为的。沈建章，死到临头，你还企图陷害太后娘娘。皇上，臣没有撒谎，臣有证据。只要告发太后，他就算立功，就能从轻发落。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沈建章诬陷太后，拖下去，杖责20。谢怀瑾其实已经将证据收集全了，而且他之所以拿沈建章开刀，真正的目标就是太后。皇上，臣有事启奏。说，沈建章罪名已定，私卖私盐重量已达满门抄斩的定量，请皇上按照律法执行，将丞相府满门抄斩。燕崇后说完，跪了下来，请皇上将丞相府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宁正勋也跪了下来。都说完了。玄德帝早就预料到今日的局势，要扳倒太后，第一个必须先杀沈建章，因为沈建章是负责为太后提供财力的人。如此一来呢，必定会牵连沈岩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力保沈岩。无论朝臣如何力荐，他都会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伤害。严崇后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兵部尚书这个位置，你现在可以请辞，朕立即应允。臣方才一时糊涂，胡言乱语，请皇上恕罪。还有谁不服？认为自己不能胜任目前官职的，都一并站出来请辞。殿内鸦雀无声。不要以为朕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想要的是沈岩的命。沈岩之前一直不在京城，沈建章对他一直不闻不问，他对沈建章的罪行一无所知。
况且他之前还救了容妃母子的命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他都不应该受到牵连。皇上，沈大小姐求见。宣，臣女见过皇上。沈先生进宫有何事啊？皇上，臣女要状告沈丞相。沈大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告你父亲贩卖私盐，通过用大义灭亲的方式来自保吧？沈建章罪大恶极，可他毕竟是你父亲，你这样未免太过于绝情了。这个大夫就是得了沈大人的授意，打着给我母亲看病的幌子，害死了我母亲。如果你们的嘴巴没有用处，只能用来议论是非，不如缝上吧，省得乱说话招人厌恶。沈先生，沈建章卖私盐已经被朕处置了，不过朕知道此事与你无关，你现在要状告他，难不成他还犯下了其他什么事？是的，皇上，他还犯下了杀人大罪。他杀了谁？他杀了我母亲。沈岩声音落下时，正好侍卫将刚刚打完板子的沈建章押了回来。沈建章，朕真是低估你了，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杀了你妻子，你可知罪？皇上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这张药方是当年给臣女母亲看病的大夫开的，而这个大夫就是得了沈大人的授意，打着给我母亲看病的幌子，害死了我母亲。皇上，当年的大夫臣女已经找到，就在殿外。选证人。玄德帝声音落下，叶池就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进到店里来。郝大夫，你给皇上说，当年沈建章是如何指使你害死我母亲的？沈大人告诉我，想让他夫人尽快死，但又不能让别人怀疑。沈大人便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就要杀了我全家。那我心里害怕，我不得不答应他。为了不让人怀疑，我把治病的药换成了慢性毒药。沈夫人服了后不久，就真的死了。你撒谎！当年沈大人为了收买草民，给了草民大量银票，这些银票，草民一直保存着。玄德帝看过银票以后，勃然大怒：沈建章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冤枉啊！此人定是沈延找来诬陷我的。皇上，臣女还有证人，是我母亲当年的侍女。宣，沈建章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姓沈的，你没有想到我没有死吧？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害了我家小姐，还要杀我灭口！求皇上为我家小小姐做主。沈建章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可知罪啊？皇上，顾氏是我的原配妻子，我们感情深厚，我没有理由杀她。当年你娶了谢云慧，谢云慧不愿意做妾，你只有杀了我母亲，她才能做妻。你为了博她开心，就杀了我母亲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和你娘夫妻情深，还生养了你，我怎么可能痛下杀手？言儿，我也反省过了，我以前对你是严苛了一些，冷落了你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，做一个好父亲。你现在不过是想利用我，为你自己争取一条生路而已。当年算计我娘，如今算计我。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演着苦情戏，对我没用。你演着苦情戏，对我没用。沈岩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一片哗然，沈建章也是故作震惊。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！你就是我的亲生女！你当初娶我娘的时候，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众人见沈建章不再反驳，便知道沈岩所说必定属实。来人，准备滴血验亲。许久过去，2滴血依旧没有融合在一起。沈建章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我从小你对我不闻不问，后来几度想要我的命，不是因为你偏心，而是你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沈建章，你谋杀结发夫妻，手段残忍，丧尽天良，现打入天牢，3日以后处决。
皇上，臣有一个请求。甄先生，请说。请皇上抄了丞相府。他不会要这个杀母仇人的一针一线，他要毁掉丞相府。所有人听令，不要伤及人命，查抄全府，所有财产充公。朕同意，此事就交给沈先生去办。你拿着令牌去调动御林军。是，皇上。傻眼的是刚刚一直想要沈岩死的朝臣，他们方才如此着急忙慌地向玄德帝请命，请求将丞相府满门抄斩，可殊不知这沈岩和沈建章压根儿毫无血缘关系。所有人听令，不要伤及人命，查抄全府，所有财产充公。是。所有御林军散开，冲往府里的不同地方。沈先生，沈老夫人不肯走，她要见你。我的儿啊，你好惨呀！扫把星生了个祸害，把这家都祸害没了。老夫人既然这么喜欢骂人，那就去大街上骂。叶迟，把他扔出府去。沈岩，你敢？我是你祖母。闭嘴！我并不是沈建章的亲生女儿，这件事在沈建章娶我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吧？这件事儿是个秘密，只有沈建章和老夫人知道。我和你毫无血缘关系，你是我哪门子祖母？再不滚，我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把你抓起来，扔进天牢，和你儿子作伴。几个时辰就将整个府院抄得一干二净，大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。沈先生，查抄结束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还差最后一点。他飞身而起，将牌匾从大门上拆下来，扔在地上，然后将其砍成了几大块。沈岩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？你不过是一个依附女神向上爬的窝囊废而已。沈建章，你就是一条寄生虫。那又如何？丞相府的牌匾被我亲自拆下来，砍成了几大块，府里的仆人全部遣散。你既然如此恨我，为何当初明知我娘有身孕，还要娶她？丞相府的牌匾被我亲自拆下来，砍成了几大块，府里的仆人全部遣散。你孝顺的老母亲只有去你弟弟家，那个怀有你儿子的萧姨娘跑了，又或者她怀的一定是你的儿子吗？你说你光宗耀祖，结果是不忠不义、不仁不孝，死后不知被多少人戳脊梁骨。沈家祖宗知道有你这么个不孝子，估计得从棺材里面爬起来扇你几巴掌。如果不是你，现在依旧是风光无限的大秦国丞相，我的女儿沈青青会嫁给最有出息的皇子，将来母仪天下，我就是人人敬重的国丈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娘生下你。你既然如此恨我，为何当初明知我娘有身孕，还要娶她？我偷听了你外祖父外祖母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沈建章将当年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该说的都说了。我5、6岁的时候，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失去了记忆，是不是你所为？沈岩给自己把过脉，他体内没有毒，没有伤。不是，你那时候深得皇上喜欢，我还想利用你获得皇上的器重，怎可能对你下手？你可知道我亲生父亲是谁？我试图和他说过话，不知他是失忆了还是故意隐瞒，我什么都没有问出来。不过他那一身气度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你娘叫他阿元，不知是他姓还是他名。你和他倒是长得挺像，尤其是眼睛、鼻子，还有身上的气度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你方才说的信里的贵人是谁？镇南王。门外的谢怀景听到沈建章的答案，迅速走了进来。是我爹。你最好别撒谎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你害了我娘，是时候去地府给她赔罪了。害了我娘，是时候去地府给她赔罪了。沈岩，你……沈建章话未说完，就倒在了地上。我们走吧，我让人备好了热水，你回去沐浴一下。书房准备了饭菜，
我陪你吃饭。你何时吩咐的？在来接你以前。谢怀景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知道我为何想得如此周到吗？为何？因为你牵挂的是天下，而我牵挂的只是你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范围小，考虑的自然全面了。那是不是因为我让你的世界变得小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你心系天下，我心系你，拥有你，我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世界。得谢怀景如此，他别无他求。阿言，我好喜欢你啊！谢怀景歪着头，嘴唇一步一步贴近沈岩，最后唇齿相依，两心相悦，整个马车车厢内都弥漫着暖暖的爱意。9月初5，玄德帝要去围场狩猎，明面上冷玉婷负责围场的安全，暗地里沈岩才是真正负责玄德帝安全的那个人，只是这个任务只有玄德帝知道。沈青青不偏不倚，正好撞到沈岩身上，他迅速倒在地上，大声喊：我肚子好痛啊！我的孩子，沈岩，你为何要撞我？三皇子侧妃，抱歉啊，我刚刚没有注意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我帮你看看。红衣沈岩俯身给沈青青把脉，幸好孩子没事，我扶你回去休息，给你开点药，你吃了以后就没事了。沈岩，你不会是想要害我的孩子吧？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我怎么可能害你的孩子呢？那可是皇上的嫡长孙啊！朕相信沈先生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我怎么可能害你的孩子呢？那可是皇上的嫡长孙啊！我谅你也不敢。我孩子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要去找你拼命。我的医术你还信不过吗？我说能保住你的孩子，就一定可以。红衣沈岩说完了话，就跟沈青青一起朝着沈青青的帐篷而去。大皇兄，你说沈先生何时这么好说话了？他哪是好说话呀？我看他是畏惧三皇子侧妃腹中的孩子，毕竟那是父皇的嫡长孙。沈岩医术那么高明，他自己也说了，他一定能保住孩子。若是保不住孩子，看他怎么给父皇交代。1个时辰以后，沈青青的帐篷。我的孩子，沈岩，你还我孩子命来！皇上，德妃娘娘来了。她来做甚？说是沈先生害死了3殿下的孩子。胡说八道！害无辜孩子这种事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得出来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。沈岩心狠手辣，连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，这可是您的长孙呀！德妃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缺德。朕相信沈先生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等玄德帝和德妃到的时候，周围已经围满了人，都是来看热闹的。孩子如何？皇上，小皇孙没了。怎么没的？堕胎药。什么？皇上，三皇子侧妃腹中的胎儿本就受到惊吓，胎相有些不稳，后来三皇子侧妃又服下了堕胎药，孩子就彻底没了。皇上，1个时辰以前沈岩撞到了我，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可是沈岩说他医术高超，并承诺可以保住皇孙，我这才同意他给我用药。我才从围场回来，今天都没有见过你，我何时杀了你孩子？我喝了他的药以后，不一会儿肚子就开始疼，等太医来的时候，皇孙已经没了。皇上，我以前是有对不起过沈岩，可那都是过去式了，没想到沈岩会报复到皇孙身上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沈岩害了你的孩子？皇上，药是沈岩给我的，他今天撞到了我，保证替我保住孩子的时候大家都在，都可以作证。皇上，三皇子侧妃所言属实，当时臣女就在旁边，
傅义军说。燕昭月还不忘补刀：“皇上，臣女也是亲眼所见，臣女看得真真切切，沈岩就是故意撞的三皇子侧妃。”父皇，儿臣也看见了。父皇，儿臣当时也在场。玄德帝听到这些人对沈岩的指证，依照沈岩的谋略和手段，他若是真想除掉沈青青腹中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，还让这么多人都做了人证？这绝对不可能是沈岩做的。沈先生何在？沈岩来了。这里发生了何事？沈岩，你杀了人了，还在那儿装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沈先生，没有想到你如此恶毒。沈岩，你还我和儿的命来！你孩子没了，和我有何关系？沈岩，是你杀了我孩子，你说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从围场回来，今天都没有见过你，我何时杀了你孩子？刚刚他们都作证了，他们都亲眼所见，就是你撞到的我，也是你承诺保住我孩子。我没想到你心如此狠毒，竟然给我开的是堕胎药。我喝了你的药，我孩子就没了。对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。燕昭月一脸快意，哼，沈岩，这次你死定了。沈岩谋害皇孙，罪不可恕。皇上，这件事不是臣做的，臣方才正准备出门，有人朝臣的帐篷射了一支箭，箭上绑着这张纸条，臣拿到纸条迅速出门，直到刚刚才回来。臣怀疑是有人调虎离山，等臣离开以后，再让人假扮臣的样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害臣。沈岩，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了，就是你杀了我的孩子。皇上，沈岩害的可是您的长孙，请皇上为他做主。我可以证明，那个人不是我们家大小姐。今天早上因为我家大小姐要去围场巡查，所以我和秀秀约定一起出去玩。后来我和秀秀在去围场西边的路上，碰到了一个特别像我家大小姐的人。那个人和我家大小姐很像，但是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穿的是蓝色的衣裳，头发也是搭起来的。那个人就穿的是红色衣裳，头发是放下来的。我正要跑上去问个究竟，那个人却消失不见了。我也可以作证，秋雨说的是实话，当时我也看见那个人了。秋雨，你是沈岩的奴婢，秀秀，你家大小姐是沈岩的学子，你们肯定都会维护沈岩。沈青青，你我之间仇怨已久，你说那是我给的药，你怎么敢吃？皇上，臣女认为一件衣裳，一个发髻，不能作为沈大小姐脱罪的证据。沈大小姐大可以害了人再去换回来，说不定她就是故意换了衣裳和发髻去害人，然后再以这个为借口说有人假扮她，以此来为自己脱罪。皇上，铁证如山，请皇上严惩沈岩，为皇孙报仇。玄德帝静静地看着沈岩，沈岩也看着玄德帝。沈岩谋害皇孙，罪不可恕，将其带下去关起来，等围猎结束，带回京城再行发落。在这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违令者斩。皇上认为幕后之人陷害臣，是想将臣调离您身边，其实目标是您。沈清区，孩子没了，你身为母亲，自己也有责任。这几天就不要外出了，在这里老实待着。是，皇上。沈青青知道自己这是被玄德帝禁足了。今天午时的围猎照常进行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不得耽误。沈岩被单独关在一个帐篷里，这个帐篷就在玄德帝的旁边。见过皇上。玄德帝示意他坐下，将方才的纸条和剑还给他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对你非常不利。仅凭这纸条和剑，你能证明自己清白吗？可以，但臣需要时间。刚才你只看着朕，不为自己辩解，朕就知道你的意思。你想被关起来，让自己从明处转到暗处，然后暗中调查，变被动为主动。
皇上英明。沈岩的心里已是高兴的，得遇如此明君，他愿意倾尽半生所学，辅佐他，帮他实现他梦想，成就千秋霸业。好，朕相信天下没有你破不了的案子。另外，今天的围猎照常进行。皇上认为幕后之人陷害臣，是想将臣调离您身边，其实目标是您。有这个可能，所以朕也将计就计，看看那躲在背后的人是谁。皇上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谢怀瑾跟在朕身边，他和冷玉婷在明，你就在暗，朕去做这诱饵，将那恶人引出来。是，皇上。燕公子对沈大小姐的事挺上心啊。冷楼主管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只是提醒燕公子，沈大小姐已有婚配，燕公子要懂得分寸。冷楼主送簪子的时候，难道不知道沈大小姐已有婚配吗？和沈大小姐同为书院先生，他又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。自他定亲以后，我从无越轨之举。倒是冷楼主，我提醒你行事注意分寸，你若敢毁他一分清誉，我便灭你10分性命。古鸾是给沈岩传递信息用的，一只古鸾1天飞行的距离，一只信鸽要飞10天。他把对沈岩的情爱都藏在了心底，绝对不会去做任何损毁沈岩名声的事儿。皇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狩猎了。告诉所有人，出发。沈岩，你怎么会来到这儿？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你竟然敢趁皇上不在的时候逃出来，抗旨不遵是死罪。沈青青，那个假扮我的人是谁？他话音落下，一支箭破空而来，直接飞向沈青青。沈岩迅速闪身，拔剑砍断了飞来的箭。他快速追了出去，到帐篷外面就看见叶池正跟一个戴着斗笠的黑衣人打斗。那个黑衣人正是之前杀沈建威灭口，和他在屋顶打斗的人。去盯着沈青青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沈岩啊，我真是低估了你，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设下埋伏。今天早上往我帐篷里面射箭的也是你。不错，第一次指使沈青青诬陷我作弊，那封信是你写的。正是我。模仿我药方的人也是你。你是在向我挑衅示威。哼，是又如何？沈岩，你没有比我强。你错了，我早就猜到是你，因为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替代不了真的。你以为你笔迹像我，在设局证明比我强，你就能取代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永远是个假货。沈岩，我要杀了你！哼，想杀我？凭你！沈岩语气轻蔑，他没有躲闪，而是直接抬起双掌迎了上去。沈岩纹丝不动，神秘人后退了几步。你打不过我，老实交代，你是谁？为何想要取代我？没有想到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你竟然就知道了我的目的。沈岩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狡诈，和万年以前一样。不是我狡诈，是你太蠢了。哼，沈岩，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聪明吗？你猜猜，为何沈青青不在其他地方诬陷你，而是选择在围场，让我失去自由，无法暗中保护皇上？你以为我会想不到？有谢怀瑾和冷玉婷在，其他人休想伤皇上分毫。如果不是人呢？沈岩，你说这围场这么大，有个1-2只老虎不足为奇吧？不知道你效忠的皇上还有你的心上人，够不够那老虎塞牙缝啊？按照时辰计算，你现在赶过去，兴许还能捡到心上人的骨头。再晚一步啊，你心上人将会扎着都不剩了。才走2步，他顿感后背剧痛，背后下毒手。沈岩，你真卑鄙！我下的毒，无人能解。若他们有个3长2短，你就给他们陪葬。3日之内若不解毒，你将会被万虫啃噬而亡，连灰渣渣都不剩。
沈岩说完，不再停留，运起轻功，以最快的速度往围场东边而去。围场上为何会出现刺客和老虎？冷玉婷，你给朕一个解释。皇上，在这之前，臣仔细搜查过，没有发现老虎和刺客的踪迹。今日之事，是臣的失职，请皇上责罚。朕要的是真相，请皇上给臣一个机会，让臣戴罪立功，查清真相。不必了，朕会交给沈先生去办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你不许插手任何事，好好去反省反省。因为你的失职，今天害得多少人丢了性命。臣知错，皇上，臣告退。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三皇子侧妃这个亲生母亲是如何亲手杀了自己孩子的。皇上，喂养猎物的人死了，可那些刺客的尸首还在。臣觉得刺客和老虎不像是同一人所为。玄德帝从来不会怀疑沈岩的任何决定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这件事交由你去做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此事交给沈先生不合适。理由，沈岩害了您的皇孙，他明明被您亲自下令关了起来，可他为何会出现在围场上？而且儿臣有理由怀疑那些刺客和他脱不了干系，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派刺客去行刺父皇，然后再去救父皇，以救驾之功抵消他害父皇皇孙的罪责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父皇，沈先生犯下死罪，儿臣这就将他带走关起来，等回京以后再行处决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皇上。带上来吧。皇上，凶手就是三皇子侧妃本人，是他自己杀了自己的孩子。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！沈岩，你为了给自己脱罪，真是不择手段啊！青青是孩子的母亲，她怎么可能会是杀害孩子的凶手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三皇子侧妃这个亲生母亲是如何亲手杀了自己孩子的。沈玉，你来说。姐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就是你亲手杀了你的孩子的。沈玉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为何要帮着一个外人过来欺负你亲姐姐？你有像一个亲姐姐一样疼爱过我吗？我今天早上听说你被沈岩给撞了，还让他给你保胎，我当时就想提醒你，让你不要相信他。正想进去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，才发现那个沈岩是个假沈岩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，那个人故意支开沈岩，然后假冒他撞到你，给你保胎，还让这么多人看见。姐姐啊，你好狠的心啊，连你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下得去手，我怎么敢奢望你对我好？沈玉话音落下，众人满脸惊骇。我没有杀自己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没有！你撒谎！你说沈岩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如此诬陷我？沈玉，是不是沈岩威胁你，让你说的这些话？一开始没有说，是因为我顾念着和她的姐妹之情。为何现在选择说出来？是我觉得做人不能太昧着良心。我要揭穿沈青青的真面目，让大家看清楚她的虚伪恶毒。沈青青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认罪？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我如今变成这副样子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曾经，他娘是万人敬仰的长公主，他爹是权倾天下的一国之相，外祖母是德高望重的太后，舅舅是大秦国之主，而她是人人追捧的京城第一才女。如今呢，娘成为罪人，生死不知。他爹是犯人，死于牢中，外祖母则是直接舍弃了他，皇帝舅舅也厌恶他。沈青青，你可知罪啊？我知罪，我知罪啊！我杀了自己的孩子，我没有杀自己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没有。沈青青衣衫不整，灰头土脸，话语反复，毫无逻辑。看他这样子，大概率是疯了吧。沈青青，毒杀皇孙，
心狠手辣，品德败坏，本该以死抵罪，念其已失去心智，便留其一条活命，现贬为庶人，打入天牢。皇孙之死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方才那些诋毁辱骂沈岩的人，现在都心虚地低下头了。玄德帝是肯定要为沈岩撑腰的。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一天正事不做，就知道看热闹，没有实证就开始随意诋毁诬陷一个人的清白，真要你们这样的无能之臣，又有何用啊？就皇上恕罪，正天就知道让朕恕罪，你们从不知悔改，朕越是饶恕你们，你们越是得寸进尺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刚刚不是话多得很吗？皇上息怒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查出刺客幕后的真凶，真凶一日不除，危险就一直存在。玄德帝看着沈岩，毫不掩饰眼中的欣赏。他顾全大局，知道轻重缓急，对待敌人不心慈手软，但他也绝不是睚眦必报的人。眼下如何查？正好此时谢怀景来了。皇上，刺客的尸首和侍卫的遗体，臣也分类完毕。臣仔细检查了刺客的尸首，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刺客尸身上有图案，只要找到图案的来源，就能够找到幕后主使。什么样的图案？谢怀景看了一眼周围，没有说话。你们都退下，沈先生留下。是皇上。皇上。陈富贵，去外面盯着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是皇上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请皇上恕罪，臣撒了谎。刺客尸身上没有任何的图案，为了引出幕后真凶，臣不得不编出一个谎来。时间紧迫，臣来不及请示皇上，便擅自做主了，请皇上责罚。皇上，这个主意是臣和谢怀景一起决定的，臣愿意和他共同领罚。沈先生，你一直在朕身边，朕怎么不知道呢？皇上，我们当着您的面说的。给朕仔细说说。臣见世子受了伤，担心他的伤势，便当着您的面给他把脉。在把脉的时候，臣趁机在他手心写了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无中生有。就算是违背了皇家规矩，也有朕给你们担着。哪几个字？无中生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无中生有！如此大智慧，也只有沈先生能想得出来。怀景，就凭这几个字，你就懂沈先生的意思了？是，皇上。臣和阿言心意相通，他所言臣皆明白。朕认为，除了心意相通，更重要的是你足够聪明。一般人听到这4个字，只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根本不会想到用在刺客身上。朕此生有你们2位相助，何愁大业不成？何愁天下不安呢？皇上，我们二人未经您的允许擅自做主，先斩后奏，请皇上责罚。朕向来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朕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高处不胜寒，身边已经没有几个可以让朕全心全意相信的人了。沈岩、谢怀景，你2人记住，只要你们做的是利国利民，朕绝不会怪罪于你们。就算是违背了皇家规矩，也有朕给你们担着。玄德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也算是和沈岩跟谢怀景交心了。愿以吾辈之性命，捍卫大秦之疆土，守护天下百姓。好。阁主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属下走到半路便遇到了一群黑衣人，其他人全死了，这是他们的领头人，属下将他带了回来。女侠饶命，我们只是劫财的。我怕你们有命劫财，没命花。叶迟，动手。是，阁主。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他押着黑衣男子重新进来，说：“是谁指使你去劫杀我的人？”
黑衣男子没有抵抗，一口气儿什么都招了。走，去见皇上。老三，这戏你还继续演吗？这就是那咬诱饵的鱼？是，皇上。这鱼儿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幕后主使是谁？是三皇子。来人，带谢成宇。陈公公是带着侍卫去的。谢成宇见到侍卫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儿臣见过父皇，父皇深夜唤儿臣前来，不知是不是刺客背后的主使？有了线索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儿子，心里凉到了极致。老三真聪明，朕找你来就是为了此事。父皇，那主使是谁啊？儿臣立刻带人前去将其捉来。若是抓到这幕后主使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？谋杀君王，就地正法，诛九族，难道一点情义都不留吗？当然不能留，当然不能留。父皇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坚决不能留后患。很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谢成宇明知杀君弑父会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，可他依然是要这么做。这样的儿子不值得自己手下留情。你不是想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？朕让你见一个人，见到此人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把人带进来。随着他声音落下，沈岩和谢怀景押着方才的黑衣男子进来。老三，这戏你还继续演吗？他都不敢抬头看玄德帝，瞬息之间他便汗流浃背。谢成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。父皇，儿臣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朕既然让你见这个人，定然是证据确凿。谢成宇现贬为庶人，即刻押回京城。既然让你见这个人，定然是证据确凿。你若是大胆承认，朕念及父子之情，兴许还能宽恕你。谢成宇，你在跟朕演戏！父皇，儿臣没有。沈先生，你来告诉他，他做的那些好事，让他心服口服。是，皇上。三皇子，你派人在围场刺杀皇上，然后再去救皇上，自导自演一场谋杀，想以救驾之功重新获得皇上的信任和器重。你没有想到围场上会突然出现2只老虎，打乱你的计划。事后我们为了追查凶手，编造出所谓的刺客身上有图案，然后由皇上把这消息散出去。你得到消息，立即派人去劫杀我的人。殊不知，我们正等着你自投罗网。他这些年，成也沈岩，败也沈岩。沈岩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我会栽倒在你手里。心术不正，天网恢恢。你不栽到我手中，也会栽到其他人手中，你跑不掉的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儿臣只是想重新获得父皇的宠爱，没有想真正的杀害父皇。儿臣知错，求父皇饶命啊！朕给过你机会，你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朕如你所愿。谢成宇杀君弑父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现贬为庶人，即刻押回京城。他早上还在做着君王梦，可怎知半夜就要变成刀下鬼了呢？皇上不要！皇上，玉儿再有不是，那也是您的亲生儿子，虎毒不食子，你怎可能要他的命呢？德妃，你还有脸来问朕？谢成宇杀君弑父一事，你是知情的。朕说要派人将刺客身上的图案送回京城的消息，也是你透露给他的。依朕看，你们早就谋算好了，恨不得早点杀了朕，取而代之。
不，皇上，玉儿从来没想过要害你，这一切都是臣妾的主意，臣妾是主谋。请皇上看在臣妾用心伺候您多年，看在我家兄长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放了玉儿一条生路。若玄德帝在计划当中丧命，谢承宇的舅舅马上挥师回京，扶持他登基为帝。若计划成功，玄德帝还活着，那谢承宇就依靠救驾之功，再加上他舅舅的兵权，他也定能扶摇直上。穆飞燕，你没有资格跟朕提任何要求，朕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说弑君是死罪，诛九族，不能给对方留一丝余地。朕留他一条命，难道让他卷土重来，再杀朕一次？穆飞燕与谢承宇勾结，谋杀朕，心狠手辣，现废去妃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不召见。如果不是我穆家军，当年您的皇帝之位会得来的如此容易吗？如今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皇上，过河拆桥这一招您用的炉火纯青，您就不怕千年以后史书上留一笔你是个忘恩负义的昏君吗？放肆！穆氏，你错怪了皇上，你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当年你们穆家一直支持的是宣王，条件是宣王为帝，你为后。后来宣王在争夺地位之中落败，你们穆家又把目标放到还未登基为帝的皇上身上。彼时皇上虽然还未登基称帝，但是他是民心所向，最受百姓拥戴，也是支持者最多的人。穆家举兵投靠皇上，为表诚意，还将你送入宫中。所以不是皇上依靠你们穆家，而是你们穆家为了保命依靠皇上。你休要侮辱我穆家！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当年镇南王府就是支持皇上的人，商量是否接纳穆家一事，我爹就在场。我也是证据。他向玄德帝行了一礼。当年国公府也是皇上的支持者，商议穆家一事，我爹娘皆在场。此事我也知情。孙丞相也迈步进来。皇上是仁德之君，心胸若天似海，若不是皇上，穆家早已荡然无存。穆氏，是你穆家不知感恩，一步一步拥兵自重，你方才的言行是自取其辱。他以为自己娘家扶持了玄德帝，所以在后妃之中，他总是有莫名的优越感。在玄德帝面前，他也总是有恃无恐。可殊不知，他娘家才是那个被施舍的可怜人。笑话，真的是个笑话！他猛地起身，疯跑过去，拔出侍卫的刀。穆妃，是儿臣不好，是儿臣害了你，都是儿臣的错。他听了刚才谢怀景他们的证词，穆家今后不可能再得到玄德帝的信任了。既然都是死，那不如一起死。他拔出德妃腹上的刀，冲向玄德帝，然而他才跑2步，便觉得后背前胸一痛。想到我会死在你手里，早知今日，10年前我就应该杀了你。可惜你永远没有机会了。我说过，总有一日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谢承宇，你作为子，杀父是大不孝；作为臣，弑君是大不忠。不忠不孝，罪大恶极。玄德帝走到谢承宇面前。孽子，你但凡有一点良心，顾及一点亲情，朕也不可能要你的命。是你作茧自缚，是你作茧自缚。在谢承宇方才举刀刺向他的时候，他便彻底寒了心。他是仁德的君王，也是慈善的父亲。明知谢承宇是策划围场刺杀的幕后主使，他还是让沈岩和谢怀景先暂时避开。他想给谢承宇一次机会，他想看看他心里是否还有父子之情。谢承宇并没有，他这才决定将谢承宇带回京城处决。这是给谢承宇的第2次机会。
从围场回到京城需要2天，有时候2天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但是谢承宇再一次向他举起屠刀，他绝对不可能给谢承宇第3次机会。沈岩，杀！是。沈岩话音落下，提剑一挥，任何人胆敢效仿谢承宇，以下犯上，杀君夺位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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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散了，天亮启程回京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沈青青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就别装了。你这一生真可悲。作为女儿，你不过是你爹向上爬的垫脚石；作为妻子，谢承宇从未真心爱过你；作为母亲，你是天底下最恶毒的母亲。你说你来到这人世间有什么意义？简直就是祸害。杀你，这是我来人世间的意义。可他刺了半天，却发现根本刺不进去。一次不成功，必定会被沈岩反杀的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过来！你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刚刚不是已经给你机会了吗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是装疯的？我装得这么像，怎么可能被发现呢？装得再像也是装的。沈岩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之前离开京城10年，整整10年时间，你竟然没有让皇上对你刮目相看。你努力了10多年的前程，我才回来数月就给你毁之殆尽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蠢，努力都是白费。沈岩，我杀了你！沈青青，老老实实回答我问题，我会让你死个痛快，不然我会让你一直活着，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他见识了沈岩的手段，再也不敢嘴硬。是他主动找的我，他说能够帮我对付你。为了避免受活罪，不用沈岩问，沈青青就都交代了。我见到过他的脸以后，我一度怀疑他和你是双生子。后来我问过我爹，他说你没有双胞胎姐妹。这次利用我孩子害你之事，也是他手下主动过来找我的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沈崖不，张姐，求求您看在我们一个姓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汉兰书院沈岩于此次围猎之行，多次救朕于危难之中，现特封为安平郡主。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，我滚得远远的。沈青青，你坏事做尽，罪恶滔天，不配活在世上。沈岩举起银针，迅速划过沈青青的脖子。我说过，动我者死。翌日，到了乾坤殿，所有朝臣皆在。臣见过皇上。沈先生，打扰你上课了。没有，皇上。如此甚好。沈岩听令，汉兰书院沈岩于此次围猎之行，多次救朕于危难之中，武艺高超，勇气可嘉，现特封为安平郡主。谢主隆恩。安平郡主，朕赐予你安平2字，是希望你平四方之乱，安定天下。你能否做到？臣定当鞠躬尽瘁，用生命捍卫大秦之安定。沈岩语气铿锵有力，目光坚毅，余生他都在为自己的这句诺言而努力。好，恭喜安平郡主，拜见安平郡主，拜见安平郡主，拜见安平郡主。沈岩神色威严，仪态高雅，不怒自威。免礼。晋封结束，玄德帝又以沈岩此次是狩猎第1名为由，赏赐了他许多的金银珠宝。月色是你砸的？是又如何？5时，沈岩被封为安平郡主的消息就传了出去。谁能想得到，曾经被众人唾弃的京城第一废材，竟一步一步变成了郡主。郡主不好了，月色出事了。出了何事？对
对面的月季说我们抄了他们的秘方，派人过来砸我们的店。月色如今是大秦国最大的胭脂水粉店，它的分店遍布全国各省，它的产品也不再是单一的胭脂水粉，还有其他的。走，去看看。沈岩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他们抄袭我的胭脂水粉，店已经被我砸了，你若是想买，估计也没有了。秋雨，掌嘴！沈岩，你竟敢指使你的丫鬟打我！你今天若是不给我个说法，哪怕闹到皇上面前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大胆！郡主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，见到我家郡主还不行礼？见过安平郡主。月色是你砸的？是又如何？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丁梅姐，让人清点财产，看看一共损失多少，让燕小姐3倍偿还。另外，受伤工人的医治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，还有今天大家都受到了惊吓，再加一笔精神损失费，把所有的银子列一个账目出来给沈小姐，让她如数赔偿。是，郡主。收到单子的12个时辰之内，我要见到银子。再有下次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安平郡主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什么事儿都要插上一脚，装什么公正无私呢？不仅仅是燕昭月，连月色的工人都不知道他们那一直不曾露面的神秘老板就是沈岩。你砸我的店，我让你赔偿，难道不是应该的？你的店？安平郡主，谁人都知这月色的老板是个男子。燕小姐若是眼睛瞎了，得早些去治。你不如想想自己是怎么从书院被赶出来的。这绝对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会？沈岩是丹青高手，神医，武艺高强，还会吟诗作赋。他怎么还会经商？竟然还会做胭脂水粉？这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敢！来人，把燕昭月押去报官。安平郡主，请您恕罪。燕昭月押去报官。安平郡主，请您恕罪。我不该砸郡主的店，我不该打伤郡主的工人。大家看着他一脸鄙视。今天他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，还有尚书府的脸。燕昭月，等赔偿的金额出来，我会派人把单子给你。收到单子的12个时辰之内，我要见到银子。再有下次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叶池，属下在。找个人假扮买家，把月姬买了，价格要压到最低。是，阁主。翌日，燕崇后带着人亲自来赔沈岩银子。安平郡主，这么多银子，你吞得下吗？燕尚书有多想不开，竟然会想着去吞银子。安平郡主也就嘴皮子利索，小小年纪如此猖狂，小心大祸临头不自知。大胆！燕崇后，你辱骂本郡主，该当何罪？有谁听到我骂郡主了？不过都是郡主的一面之词。清除你，便是我职责所在。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不是仗着有皇上的宠信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跟我斗，还差得远。燕崇后是老狐狸，沈岩也不是小白兔，而是狮子。他强，沈岩比他更强。我不需要任何人听见，更不需要任何证明。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沈岩声若寒冰，目似利刃，瞬间释放内力。内力压迫之下，燕崇后突然觉得心口一闷，口中一阵腥甜，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。沈岩的武艺远远高于他，甚至可以说毫无压力地压制他。燕大人，不是你老就代表你很厉害，还有可能是你不行了，你还不配和我斗。我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便要替朝廷清除蛀虫，清除你，便是我职责所在。来人，燕大人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好，替本郡主送送他。燕大人，请吧。翌日，陈公公去兵部尚书府宣旨，将燕昭月赐给谢成林为妻，1个月以后完婚。燕青邀请大家去醉仙楼吃饭，今日是他生辰。燕公子，我有要紧的话想和你说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燕小姐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
是不是他不让你去啊？安平郡主从头到尾一个字未说，你休要冤枉他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男女有别，燕小姐什么话都不用和我说，走开。他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出来，以后就真没有机会了。燕公子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娶我吗？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玄德帝给燕昭月和谢成林赐婚的事儿，沈岩除外，他是知情的。不可以。我愿意嫁给你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私奔，我愿意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属于我们2个人的日子。燕小姐，你和大皇子已经有了婚约，还来找燕公子告白，你就不怕掉脑袋？与你何干？燕小姐，请你自重，滚！我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我有什么错？皇上是下了旨，可是我不喜欢圣旨上的那个人，我不想嫁给他。我对你从未有过任何情谊，你的不断靠近已经给我造成了烦恼。你如今已经是有婚约的人了，你说的这些话将皇家威严放在哪里？你可以不顾尚书府的生死，但请别连累我。好，燕青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我便毁了你。沈岩，你夺我所爱，我便毁你所爱。臣认为应该立即把安平郡主抓起来，严刑拷问。谣言经过一个早上的疯狂传播，5时就到了宫里。皇上，安平郡主肯定是别国安排在大秦的奸细，必须处死。燕崇后一脸狠意，当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他也有机会拉踩沈岩。皇上，安平郡主如今还在监督工部的人制作武器，臣怀疑他会在武器上动手脚，到时候武器一上场，我们必输无疑。皇上，臣认为应该立即把安平郡主抓起来，严刑拷问，看看他到底盗取了我们大秦多少消息。皇上，燕大人和南将军说的在理，这敌国太猖狂了，竟然把奸细安排到朝廷来了，必须严惩，诛九族，震慑敌国。都不知道他是哪国奸细，就开始给他安罪名，你们一天天的见不得大秦好啊！啊！你们有时间去听谣言，不如多多体恤民情，想想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皇上，臣认为谣言不是空穴来风，你先把安平郡主抓来问话，若他是清白，也只是审问而已，对他没什么影响。皇上，如今谣言漫天飞，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顾，必将酿成大祸。国公大人此言差矣，皇上拿什么让天下人信服？这不是我们臣子应该担心的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如今谣言到了大家这里，不仅没有止住，反而越演越烈。你们甚至合众人之力逼迫皇上相信谣言，处罚我大秦的忠臣，如此这样才会酿成无法收场的大祸。找出谣言的源头，一切便不攻自破。孙丞相和玄德帝一样，都信任沈岩。谢怀经几人到御书房门口的时候，正好听到南半仓说要把沈岩抓起来。南将军，你要把本世子的未婚妻给抓起来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世子，外面的谣言满天飞，想要证明安平郡主的身世没有问题，除非找到那传谣言的源头之人。怀景，你来得正好，立刻带人去查，速速将谣言的源头给查出来。皇上，散布谣言的人，臣已带来。太好了，把人带进来。随着玄德帝一声令下，燕青和叶迟一人押着一个人进来。镇南王府、护国公府、郡主府3府同时出动，难怪会如此迅速了。皇上，这就是造谣安平郡主身世的2人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造谣安平郡主的身世？回皇上，草民叫张大，是一个送菜的。草民没有造谣，草民去郡主府送菜的时候，亲耳听见郡主和丫鬟说他的身世，说他自己不是大秦人。我可以作证，我大哥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一个送菜的，连郡主府的大门都进不去，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我和丫鬟说我自己的身世？众人循声望去，见沈岩冷着脸，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来。臣见过皇上。安平，
你可认识这二人？臣不认识。奴婢认识，昨日这二人的确是去郡主府送过菜。皇上，连安平郡主的丫鬟都如此说，证据确凿，安平郡主肯定不是大秦人。皇上，郡主府有规定，所有送菜的人都不能进府。皇上，安平郡主的丫鬟是他自己人，他的证词不算数。哼，南将军，秋雨一开始才说2句话，你就立即打断了他的话，将他的话作为证据，说证据确凿。现在秋雨把话说完了，你又说他的话不能作为证据，你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，将大家都当作傻子戏耍吗？南半仓嘴唇动了动，既尴尬又愤怒。污蔑安平郡主，活下去，就地正法，还不老实交代，为何要诬陷安平郡主？皇上冤枉啊！草民真的进了郡主府啊！皇上，是奴婢把张大带进府的，奴婢和他一起听到了郡主的身世秘密。郡主，对不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如果奴婢早知道会听到您的秘密，奴婢一定不把他带进府的。您救了奴婢的娘，奴婢却害了你。戏演得不错，应该给你颁奖。既然安平郡主是你母亲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要背叛她？回皇上，因为奴婢是大秦人，身为大秦子民，理应保护大秦。发现有奸细，绝不能隐瞒。既然知道不能隐瞒，那为何昨日不来上报？皇上，奴婢在纠结，毕竟安平郡主对奴婢有恩。荒唐，胡说八道，说八道！红烛张大、张二污蔑安平郡主，活下去，就地正法。皇上饶命啊！众所周知，玄德帝是仁君，不会轻易杀人。尤其是当一个案子还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他更不会用杀嫌疑人这种直接的方式来结案。他现在如此做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保护沈岩。皇上，可否容臣试一试？安平，不用花费太多时间，如果他们一直不开口，直接处死。是皇上。红烛，那天你说你是林东乐山人，你可还记得？奴婢当然记得。那林东盛产橘子，你可知道？他不明白这些话，沈岩之前问过他，现在为何又来问第2遍？是撒谎。林东极寒，连橘子树都活不了，怎会盛产橘子？你们3人谁最先供出诬陷我的真凶？我可以请求皇上饶你们一命。你主子为了害我，精心布置了这么一个局，可为何在给你安排身份的时候出了这么大的破绽？你主子设计了诬陷我的局，你入局必死。不可能！这个计划的目的不是真正的要明确我的身份，而是要让皇上怀疑我，舍弃我，直至最后杀了我。你的主子善于攻心，知道皇上是明君，不可能在听到谣言的第一时间就要我的命。只要皇上怀疑我，你主子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御前对峙，我若不死，死的就是你们3人。你们主子知道我不会死，所以他在给你们布置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你们的结局。红烛，可怜你痴心一片，一心赴险接近我，为的就是让你心上人心愿达成。殊不知你爱他深入骨髓，他却将你的真心视若粪土，亲手将你推入万丈深渊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骗我。他说事成之后就会娶我为妻，他向来说话算话。你们3人谁最先供出诬陷我的真凶？我可以请求皇上饶你们一命。准了。爱的最深，有时候也会恨得最深。是林少元。谁？是禁卫军统领林少元。怀瑾，带林少元。是，皇上。那天红烛传的信他看过了，从心里他就已经猜到了是林少元。但是林少元身份特殊，他是玄德帝的亲信，这个名字必须是从红烛他们3人中任何一个人说出来的，
但是绝对不能从沈岩的口中说出来。臣见过皇上。林少元，你为何要诬陷安平郡主？沈岩是他信重的人，动沈岩便是站到了他玄德帝的对立面。林少元，把剑放下！皇上，臣没有诬陷安平郡主，臣一直很敬重安平郡主。红烛都招了，你还想狡辩？没错，是我供出的你。大人，安平郡主说你设这个局，是把我当成了必死的弃子，是吗？你已经背叛了我，现在问这些有何意义？大人，求您看在我跟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告诉我，你在设局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我一定会死？皇上，臣诬陷安平郡主，愿意领罚，请皇上责罚。林少元，你做这一切是不是为了他？是。红烛话未说完，林少元已经拔出腰间的佩剑，一剑刺中了红烛的胸口，没有给他任何活命的机会。没有人可以伤害他，任何人都不行。林少元，把剑放下！皇上，求您看在臣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宽恕臣的家人。今日之事全是臣一人所为，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说完，抬起剑，直接朝自己的脖子上割去。这个计划天衣无缝，何止红烛是必死的弃子，连他自己都是。皇上，林少元死了。死不足惜。他也知道，林少元这么想死，就想断了所有的线索，保护真正的幕后之人。连同红烛林少元的尸体一起抬到林啸海的府上去，告诉林啸海，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，怎么管工部？能力不足就告老还乡，尔等以后再拿安平郡主的身世说事，格杀勿论。安平留下，其余人退下。安平，你觉得林少元在保护谁？你算什么玩意儿，也敢拿剑指着本郡主？皇上，臣没有证据，臣要去证实。无论是谁，绝不轻饶。是，皇上。傅小姐为了害我，真是下了血本，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你别说了，你滚出去！前厅不只有他和沈岩，还有其他下人。我家小姐不想见到你，滚！沈岩迅速起身，两只手指夹住冷漠手中的剑，瞬间将剑夺了过来。他一脚踢在了冷漠腿上。你算什么玩意儿，也敢拿剑指着本郡主？沈岩手起剑落，直接砍断了冷漠的胳膊。安平郡主，这是太师府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凭什么砍伤我的人？只要我想，太师府便可以不存在。傅小姐御下不严，区奴才也敢以下犯上。再有下次，就不是断胳膊了，而是要你的命。沈岩何时如此强大了？仅仅是一个对视，就让他心生恐惧。来人，给冷漠包扎伤口。安平郡主，你真的以为你赢了吗？军心难测，伴君如伴虎。皇上今日是给了你无上的荣耀，明日呢？明年呢？你能保证你一直得圣心吗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忍受身边的人是异国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皇上会杀了你，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。不得不说，傅义军的确是个人才，他善于攻心，攻心之术用得极好。可也正是因为他太过聪明，所以才会自负。傅小姐，如果皇上是其他君王，你这一招兴许真的能要我的命。可是你错了，世间最难揣测的就是人心。我们的皇上不同于其他君王，皇上是人君，足够睿智，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只要我能提供给他想要的，我的心是向着大秦的，那无论我是谁，他都不会要我的命。紧接着他睨了傅义军一眼，语气极其轻蔑。
你觉得我是那种能让别人掌握我命运、主宰我生死的人吗？若君王温良仁厚睿智，他便倾毕生之力辅佐；若君王残暴昏庸无能，他便取而代之。他沈岩可以退而为臣，也可进而为主。傅义军惊得一身冷汗，他想借刀杀沈岩，可殊不知那把刀一直握在沈岩的手里。你可以再次和他联手，我连你们一块儿收拾。说完，他再也不看傅义军，直接转身离开。表姐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集所有力量，刺杀沈岩。安平，你的证实可有结果？有了，是傅小姐，她亲口承认的。安平，太师府的事情，你查到了多少？已全部掌握，只差一个导火绳。导火绳，朕来安排。皇上，让臣来吧，臣去做这个导火绳。傅小姐对臣恨之入骨，为了灭臣的口，她肯定会动手。安平，朕不想你以身犯险。皇上，与其他豺狼虎豹相比，傅小姐这里不算涉险。而且，臣是皇上手中的剑，剑只有越磨才会越锋利。好，朕准了，注意安全。是，皇上。阁主，找到秋雨乘坐的马车了，保护他的2个护卫已经死在了马车里面，属下没有见到秋雨。所有人听令，以行春路为中心，展开地毯式的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护卫是天道阁的人，也是沈岩训练出来的。如今2个护卫死了，可见对方的武艺之高。沈岩，别忘了你的人还在我手上，柴火上已经浇了桐油。去查今天太师府、兵部尚书府、南将军府有什么动静。叶迟，此次搜查由你负责，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，阁主。世子，郡主府出事了，秋雨失踪了。几时的事儿？应该是傍晚时失踪的。下边的人碰到叶迟了，他带着人在搜城。等林小六声音落下时，谢怀景早已出了屋子。少爷，郡主府出事了，郡主的丫鬟失踪了。郡主呢？不知。应清不等属下把话说完，起身拿着一旁的剑就朝着马厩跑去。丞相府、南将军府、镇国公府，所有平时关注沈岩的人，此刻都知道秋雨失踪了。安平郡主，你终于来了。沈岩抬眸望去，只见傅义军一身红衣坐在龙椅上。安平郡主，你比我预估的时间还要来得快，恭喜你啊，通过了我的考核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考核我？沈岩，别忘了你的人还在我手上，柴火上已经浇了桐油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最疼爱的丫鬟就会葬身火海，化为灰烬。沈岩已经走到秋雨面前了，秋雨的嘴巴却被捂住了，他拼命挣扎，呜咽着大喊让沈岩快走。秋雨，别担心，我会带你回家。傅义军，你真无能，有本事和我单打独斗，拿我身边的人威胁我算什么本事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只要我能杀了你，我就比你强，到时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。就凭你？我傅义军想杀的人从未失败过。傅义军拍了拍手，四周瞬间出现了数十个弓箭手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安平郡主你就会被射成筛子，任你武艺再高强，也只是孤身一人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你劫持我，你也跑不出去。今天我们大家都得死在这里。动手！你拿什么和我斗？而且啊，你的丫鬟还被绑着呢，只要你敢反抗，我立即让他们放火烧了她。就是不知道重情重义的安平郡主是顾着自己呢，还是救你的丫鬟呢？人我要救，你我也要杀。傅义军，今天你跑不掉。沈岩话音落下，袖中银针飞出，他人也朝着傅义军飞去。下一瞬息，沈岩袖中匕首一出，梗在傅义军的脖子上。傅义军都没有反应过来，
让拿火把的人把火熄灭，把秋雨放下来。银针一拔，傅义军就能开口说话了。就算你劫持了我，你也跑不掉。今天你们必须死在这里。是吗？瞬间，傅义军脖子上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红线。别杀我！快下命令！你们熄灭火把，把秋雨放下来。那举着火把的4个人迅速把火把熄灭，然后将秋雨解绑放了下来。郡主，秋雨快走，跟着那条暗道一直往外走就能出去。郡主，奴婢要留下来陪您。快走，这是命令。郡主，奴婢在外面等您。秋雨说完，拼尽所有的力气往外跑。傅义军，我说过，人我要救，你我也要杀。我说过，就算你劫持我，你也跑不出去。今天我们大家都得死在这里。动手！刹那间，整个地面开始晃动，顷刻间宫殿坍塌，所有人都被埋藏在里面。世子，燕公子，我们放弃吧。这时，冷玉婷走过来。你说什么？谢怀景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燕青也是死死盯着冷玉婷。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。我们将这里已经翻了个遍，活能见人，死能见尸。如果安平郡主真的在这儿，我们早就发现她了。冷玉婷语气坚定又冷漠。初闻沈岩失踪，她是不相信的。毕竟像沈岩那样睿智的奇女子，有谁能算计得了她呢？可直到她来到现场，看到近乎发疯的谢怀景，她这才相信沈岩是真出事了。她也希望沈岩能活过来，哪怕是以后和他作对，站到他的对立面，成为死敌，她也希望沈岩能活。阿燕一定还活着，她不会死。世子何必如此执迷不悟？生老病死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能左右得了吗？滚！冷楼主，你如果再多说一句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你们要继续挖你们挖。他退到身旁，负手而立，却也没打算离开。不挖了。他不继续挖，并不代表他放弃沈岩，而是他确定沈岩不在这儿。来人，抬上尸首，去太师府。所有的线索都和傅义军脱不了干系，那就直接去找傅义军。等所有人离开之后，2道身影从不远处的树上飞身下来。若风，真有人会将另外一个人视如珍宝，惜他胜过自己的命吗？主子，属下不知。沈岩真是好命啊，一个身份尊贵的世子，一个家传渊源的公子，还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宠臣，他们都用心护着他。特别是谢怀景，我活这么些年来，他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子。主子，属下去把谢怀景杀了。蠢货，这样的男子世间罕见，杀了多可惜啊！这样的男子世间罕见，杀了多可惜啊！他跟沈岩如此相像，只要沈岩一死，谢怀景就是他的了。是属下愚钝，主子，您说沈岩到底在哪儿？怎么他们翻遍地宫都没有找到？地下那么大，找不到也正常。镇南王世子、燕公子、冷楼主，你们如此大阵仗，是来吊唁我祖父呢，还是来砸我太师府？眼前的谢怀景胡子拉碴，一身疲惫，却依旧掩盖不了他身上的杀气。燕青一身白袍，沾得满是泥巴，脏兮兮的，这是世人见过他最脏的时候。冷玉婷一如既往阴冷威严，不近人情。他们拖着尸体进城的时候，轰动全城。安平郡主在哪里？哼，世子真会说笑，我又不是安平郡主的丫鬟，我怎么知道她在哪里？你胡说！是你绑架了我，是你害了我们家郡主。我家郡主为了救我入了你的贼窝，这些都是你的人。后来地宫塌了，我家郡主没有跑得出来，我们挖开地宫都没找到我们家郡主。你到底把我们家郡主藏到哪里去了？前些时日我祖父去世，我一直在太师府操持他的身后事，从来没有去过你说的什么地宫。我知道安平郡主是一个好人，她失踪了大家都很着急，但是
我敢用性命向大家保证，此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与其在这里与我耗费时间，不如赶紧去别的地方找他。世子，你若是来吊唁我祖父，太师府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；若是无事，就请离开。林小六，把人带上来。是。林小六闻声，押着2个人走了上来。傅小姐，这2个人在搜寻现场企图破坏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尸体，被我当场抓住了。他们已经交代了是你指使的，你有何话可说？傅义军听到冷漠禀报说这2人没有回来复命，他猜测多半就是被抓住了。阿言，你真的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世子误会了，我那不叫指使，我是让他们去帮忙。傅义军没有反驳，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，如果世子是在为这个生气，我可以给你道歉，是我好心办了坏事儿，真是对不住了。比无赖，比算计人心，哼，这些都是谢怀瑾玩剩下的。这具尸体是在地宫找到的，和傅小姐长得一模一样，傅小姐又如何解释？世子真会说笑，这我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就好比大街上随意走来一个和世子很像的人，难道世子要追上去问问他，甚至还要向大家解释吗？这个局无人能解，除非沈岩能活着回来。来人，傅小姐谋害本世子的未婚妻，将她带走。世子，你这是仗势欺人！来人，将他们赶出去！谢怀瑾越过林小六和叶池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本世子最后问你一次，沈岩在哪儿？不然送你去见阎王！沈岩在哪儿？不然送你去见阎王！从来没有人见过谢怀瑾如此愤怒。正在此时，一道金光射下来，那人好像安平郡主啊！安平郡主还活着，安平郡主回来了！只见沈岩笼罩在金光之下，一身红衣，宛若神仙临凡，神圣不可亵渎，威严不敢直视，一身霸气。这样的画面，谢怀瑾在围场上见过。这是他的阿言。燕青热泪盈眶，静静地凝视着，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傅小姐要证据，我便如你所愿。程玉婷那阴沉多日的脸，在看到沈岩的一瞬间，心中欢喜横生。谢怀瑾已经冲了过去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阿言，你真的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郡主，先生，郡主，您去哪儿了？我们把地宫都翻了一遍，都没找到你。他看着围着他的众人，他们一脸疲惫，身上都沾染了泥巴，想必是在他失踪以后，为了寻找他。这些天辛苦大家，我沈岩真的回来了。等我处理好眼前的事，我请大家吃饭。傅义军，你真以为你手段高超，你的那些伎俩能瞒天过海？大家都知道我傅义军是什么样的人。安平郡主休要侮辱我的名声，你今天若是拿不出证据来，便是告到皇上面前，我也要讨个公道。只是可惜他遇到了沈岩，沈岩专治各种不服。傅小姐要证据，我便如你所愿。也是时候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事情还得从林少元造谣我身世开始。这个案子已经破了，但大家依然很疑惑，林少元和我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诬陷我？因为林少元是为了傅义军，林少元对傅义军情深根重，傅义军以自己怀上他骨肉为由，让林少元心甘情愿地为他去死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哗然，围观的人议论纷纷。傅义军因为担心我把他的秘密说出去，于是决定杀人灭口。他不能拿我如何，就绑架我的丫头秋雨。我一路追查，查到了城外的地宫，在那里找到了秋雨。这又是傅义军设的一个局。安平郡主，那天晚上我祖父病重，我一直在他身旁守着。后来我祖父离世，我进宫面见皇上，有太师府众人和皇上为我作证，我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地宫呢？还绑架你的丫鬟，你这是污蔑我！我可以作证，佛智的投掷是假的。我在劫持地宫傅义军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，地宫里的傅义军是假的，她是你的丫鬟桃枝。哼，安平郡主真会说笑，桃枝就在这里，她
一直在我身边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地宫呢？安平郡主向来跋扈，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被人报复了就把罪名往我身上安。桃枝母亲早逝，他父亲给他找了一个后娘，他被后娘毒打，你见他可怜就买了他。在桃枝的右手臂上有一块烫伤的疤，那是被他继母用开水烫的。叶池，检查地上这具尸体的右手臂。是。叶池上前用剑划破傅义军右手的衣裳，顿时一块被烫伤的陈旧性疤痕露了出来。傅义军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你之所以让桃枝代替你，目的就是制造你不在场的证明。他只顾及到了桃枝的脸，没有考虑到他身上的标志。他更没有想到沈岩会把桃枝的身世查得这么清楚。仅凭一块疤痕就断定他的身份，未免也太草率了。大家看看，这才是我的丫鬟桃枝，她没有易容，大家可以随便检查。沈岩知道那个假桃枝没有易容，就像是地宫里的傅义军也没有易容一样，想必是傅义军身后的人操纵的。我可以作证，活着的桃枝是假的，死的那个人就是真正的桃枝。傅义军听到声音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姐，原来你把我关起来就是为了害安平郡主。今天他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刚到门口就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姐，收手吧。来人，少爷疯了，把他带回去关起来。他跑到沈岩身边，站到了傅义军的对立面。傅明朗，他就知道傅明朗会坏事儿，所以才将他关起来。想要开棺验尸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姐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但真的就是真的，假不了。傅义军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桃枝对我忠心耿耿，他见我受了欺负，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才设计害你，此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桃枝已死，死无对证啊，沈岩又能拿他怎么样？你说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就真的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你之所以造谣我身世，是为了杀我，掩盖你太师府更大的秘密。安平郡主，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。我太师府上对得起皇上，下对得起黎民百姓，行事坦坦荡荡，无愧天地，何来秘密？傅义军面色一变，心惊肉跳。秘密就是你的祖父，傅太师。傅太师早已去世多年，你为了保住太师府的荣耀，担心人走茶凉，便找一个人来冒充他。这些年所有以太师名义做的事，其实都是你所为。那所谓的傅太师，就是一个傀儡。众人闻言惊得下巴都掉了，傅义军彻底慌了，这才是他最大的软肋。只要这个秘密不破，他就永远安全。若此事被揭穿坐实，他将万劫不复，太师府也不复存在。胡说，血口喷人！我是不是胡说？开棺验尸机制。我祖父一生为朝廷效劳，忠君爱民，如今他已驾鹤西去，你还要开棺验尸，心肠真恶毒啊！傅义军，你阻止不了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觉得你祖父还有体面吗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你隐瞒太师去世的消息多年，不惜以自己终生不嫁为代价，营造孝顺重义的虚假形象。今天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来人，开棺验尸！我看谁敢！傅义军抽出一旁护卫手中的剑，指着众人：想要开棺验尸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金牌一线，如皇上亲临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给我死死守住太师府，无论谁靠近太师府，杀！傅义军早有准备，随着他声音落下，冷漠带着数千人将太师府围住。沈岩目光一凛，拿出御赐金牌：金牌一线，如皇上亲临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太师府的护卫见到御赐金牌，有些动摇。他们可以听命令跟沈岩作对，却不敢跟玄德帝作对。大家别忘了，这些年是谁在养着你们？是小姐，是太师府，小姐才是我们的主子。皇上，太师府的人太过猖狂，安平郡主都拿出了御赐金牌，他们竟然还不束手就擒呢。玄德帝在宫中收到消息，说谢怀景他们抬着尸体来到了太师府。他知道谢怀景是要问傅义军要人，
等他乔装和陈公公到达太师府时，沈岩正好出现，他们二人便藏在后面没有现身。世家横行多年，他们眼中哪里还有什么天子？皇上，您现在要不要出面啊？不用，他们不是安平的对手。沈岩飞身而起，怒声呵斥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大秦只有一个主子，那就是我们的皇上。今天本郡主就让你们知道，藐视皇威，犯上作乱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沈岩双手一推，打向太师府的护卫，护卫来不及哀嚎，闷声倒下，再无气息。傅义军也腾空而起，举剑刺向沈岩：保护小姐，保护太师府，杀！杀！找死！燕青与他同时行动，冷玉婷也没有犹豫，加入了战斗。一时之间，只听闻刀剑相撞的声音。傅义军，一切该结束。提剑直接刺向他的胸口。冷漠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桃枝为了他的计划，心甘情愿地舍命替他去死。如今冷漠为了救他，也是如此。小姐，以后属下再也不能保护您了，您要保重。去死吧！姐，不要！拦在了沈岩面前，他居然杀了他的亲弟弟。傅明昂，我是你亲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帮一个外人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别说话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沈岩，我曾经向你保证，如果我姐再害你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豁出性命去保护你。我做到了。他再也不用藏着他心底的爱慕了，都要死了，他想让沈岩知道。既然你这么想做好人，那我就让你彻底做一个好人。沈岩见状，提剑反手刺了过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刺中了傅义军的心脏，一脸的不甘心。住手！傅义军已死，尔等若束手就擒，可保性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他们没了主子，便是一盘散沙。皇上驾到！臣见过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安平，起来。谢皇上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玄德帝抬手轻轻拍了拍沈岩的肩膀，他对沈岩亦君亦父亦友亦知己。沈岩方才看到宫里的侍卫，他就知道玄德帝派人去找他了，他心里生出暖意。承恩皇恩，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是沈岩自己选的路，虽然辛苦，却也甘之如饴。好，安平郡主堪称我大秦之光，你只管放手去做你想做的，朕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是，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死者不是傅太师。傅义军胆子真大，竟然敢让人冒充他祖父，欺骗大家这么多年。如果不是安平郡主揭穿他，我们都还蒙在鼓里。皇上，之前傅义军绑架秋雨，臣寻到那个地方，那里有一座地宫，不像是废弃的，更像是他们的秘密基地。傅太师这一生看似忠君爱民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早有异心。太师府谋逆，满门抄斩，所有财产冲入国库。怀瑾，此事你来负责。是，皇上。安平，你跟朕进宫。是。安平，你是怎么从地宫里面出来的？臣醒来就在云上了。是那道金光将你送回来的？是的，皇上。玄德帝想起之前在围场上看到沈岩杀虎的场景，彼时老虎跪拜沈岩，沈岩身上也有一道金光。他曾向上天祈求，愿天降奇人辅佐他振兴大秦。他越来越相信沈岩就是老天派来帮助他的。真是天助朕也！此次你立下大功，又平安归来，想要什么？臣想要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。朕真的给不了，得你自己去实现，而且这也是朕想要的。臣竭尽全力，不负皇上所望。阁主。人呢？在屋里。
方才玄德帝突然出现，沈岩便让叶池将傅明朗带了回来。阁主，世子来了。阿言，你怎么来了？谢怀景一把将他拥入怀中，叶池默默退了出去。我想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无法想象没有沈岩的日子会是怎样的灰暗。我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阿言，谢怀景轻轻唤着他，声音温柔的不行。太师府的事我处理完了，但是还没有向皇上禀报。太师府加上他，总共有84个人，我已经处决了83个人。你如实向皇上禀报，他的事我去向皇上说，这是我欠他的人情。你欠他的，就是我欠他的。不行，皇上对世家的恨根深蒂固，不可能放过他。你打算如何救他？我有救驾之功，足以换他一条命。当初我平定穆家军，皇上说答应我一个心愿，现在想好了，就换他的命吧。我家世子这么大方？我说过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支持你。傅明朗已经醒了，可他就是睁不开眼。他是罪臣之后，不值得沈岩和谢怀景这么拼命相救。他眼角流下了痛苦的眼泪。傅明朗，好好活下去，你还没有看到大秦的盛世。我们会想办法救你，我们没有放弃你，你也不能放弃你自己。说吧，什么事能让你们二人同时进宫见朕？皇上，太师府总共84人，臣已经处决83个人。剩下的一个人是谁？是傅明朗。你们是来救他的？皇上，傅明朗是臣救下来的。当时傅义军想杀臣的时候，傅明朗替臣挡了一剑。皇上，太师府的所有罪行，傅明朗都没有参与过，他对皇上一片忠心。安平，只要你开口的事，朕肯定会答应。只是你想过没有，太师府因你而被抄斩，傅明朗身上流着傅家的血，你救他一条命，他日他恩将仇报，你又如何呢？他日他若恩将仇报，臣必定亲手杀了他。皇上，您当时答应了臣的愿望，臣现在想好了，臣想请求皇上放过傅明朗一命。傅明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值得你们为他如此求情？我们知道你武艺高强，你一个人能抵挡敌人的千军万马吗？傅明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值得你们为他如此求情？一个身处黑暗却一心向光明的赤胆少年郎。皇上，日间我们和太师府发生冲突时，傅明朗一直站在我们这边，还做了证人，他也是立了功的。等他伤好了，让他来见朕。朕杀了太师府83个人，不在乎多一个，也不在乎少一个，但是对外而言，傅明朗必须死。他离开京城，改名换姓，永远不能回到京城。作为帝王，这是玄德帝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。怀景，把你手里的折子给安平看。沈岩接过来一看，是魏城的800里加急，前方有战事了。北利此番来犯，已经攻陷了我们一座城池，战事危急，刻不容缓。安平，你有何看法？迎战。安平郡主，你说得很轻巧。你知道北利是什么样的国家吗？那是位列9州第3的强国，我们拿什么和他打呀？是呀，安平郡主，我们知道你武艺高强，但你武艺再高，你也只是一个人。你一个人能抵挡敌人的千军万马吗？陈大人的意思，别人比我们强，我们就不能反抗，任由他们强占我们的城池，欺压我们的百姓吗？他吹了几下胡子，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犯我大秦国土者，无论他是谁，必诛。众人被他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震撼住了。打！玄德帝主张开战，是因为他相信沈岩，而且工部制作出的那些新武器也是时候拉入战场，投入使用了。皇上，朕心意已决，再有人反对，直接拖出去。皇上，臣请求领兵出征。皇上，臣请求领兵出征。皇上，臣请求领兵出征。
怀瑾，你带着兵和南将军、霍将军一起出征，你们去收拾行李，点兵点将，立刻出发。朕等你们凯旋而归。是皇上。君主可知，朕请你来，所谓何事？臣猜测是因为宁南农作物受损的事。看来安平已经得到消息了。臣之前和皇上说过大秦农业经济的事，为了研究适合大秦种植的农作物，臣一直有在关注全国各地的农作物种植情况。那些武器是你研究出来的，你最懂他们。原本朕打算让你带着武器去迎战，但没了粮食，老百姓就会饿肚子，到时候再遇到外敌侵犯，内忧外患一起爆发，大秦危也。皇上，臣亲自去宁南一趟。前方危险重重，你又要涉险了。请皇上放心，臣会小心行事。去拿赤天剑来。陈公公将赤天剑拿来。看太后你野心比年纪还大。安平郡主，朕将国之民安交给你了，无论是谁胆敢破坏大秦安定，格杀勿论。世子带兵出征了，娘让云流带一部分人跟着去，暗中保护世子。另外，让云城、云锦跟着我去宁南。是阁主。2个时辰以后，谢怀瑾和沈岩同时从京城出发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。他们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但是目标却出奇的一致，都是为了大秦拥有更美好的明天。臣见过皇上。沈岩行礼。安平回来了，一路辛苦。你人虽然今日才到，可你在长阳县的表现早就传到了京中了，当地百姓对你甚是喜爱，据说都舍不得你走了。臣是秉承皇上旨意行事，他们对臣的好，便是对皇上的感恩。这个功劳朕可不敢贪啊，是你做得好，百姓爱戴的是安平郡主你自己。臣会坚守初心，永远记得皇上的嘱托，心系天下百姓。你在折子里上奏的是写一半留一半，朕没有猜透故意毁坏秧苗的幕后凶手是谁。沈岩不知道折子中途会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玄德帝手中，所以他在折子里面并没有直接点明幕后真凶。此时御书房只有他们2人在，沈岩再没有任何顾忌，便将所有的事都禀报给了玄德帝。来人，去请太后娘娘过来。皇上，哀家年纪大了，来回走动不方便，下次你有什么事，直接差人告诉哀家。朕看太后你野心比年纪还大。皇帝，你如此羞辱哀家，将哀家置于何地？是太后娘娘你自己不爱惜自己，是你自己将自己置于死地。太后，你指使陈知府和张弘放做假账，克扣粮税，损害长阳县的秧苗，该当何罪？皇帝，你不要听信奸人所言，毁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。安平，传证人。是，皇上。小的张弘放见过皇上。他已经被沈岩摘了乌纱帽，连臣都不算了。另一人就是之前刺杀沈岩的领头黑衣人，他跪在那儿没有说话。张弘放，把你知道都说出来。多年以前，陈知府找到小的，说他结识了京城的一位贵人，那贵人可保我们一世平安。但贵人差银子，我们需要每年给贵人送银子。你可知道这贵人是谁？小的不知道。皇帝，这就是你说的证人，你叫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指证哀家。太后，你别太嚣张了。太后娘娘，你手段的确高明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做的每一件伤天害理的事，都逃不了。哀家在和皇帝说话，
你算什么东西？滚一边去！臣是大秦子民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太后娘娘的恶行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敕天剑在臣手中，只要皇上下令，臣可以取天下任何一个损害百姓和朝廷利益的人，包括你。把你知道的都告诉皇上。草民奉太后娘娘之命，在安平郡主回京的路上劫杀他，他手上掌握了太后娘娘的罪证。胡说！哀家都不认识你，你为何要诬陷哀家？太后娘娘，奴婢这里有您的信牌。玄德帝接过来一看，那信牌上刻着一个黎字，黎是太后的姓氏。信牌可以伪造，这些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定不了哀家的罪。皇上，燕公子来了，说是带了证人来，是宁南陈知府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宣，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燕公子，陈知府怎会在你手中？臣受郡主之托，秘密出京，前去将陈知府捉拿归案。皇上，之前陈知府带着人去长阳县，想将张弘放带走的时候，臣就猜测他会去向上面的人报信，臣就暗中写信告诉燕公子，请求他帮忙，说对方比我们快，陈知府这个关键证人就死了。皇上，安平郡主猜的一点没错，臣带人赶到的时候，陈知府正在被人围攻，险些丧命。玄德帝庆幸沈岩忠君爱国，心系百姓，不然以沈岩的聪明才智，若是站到朝廷的对立面，必将颠覆王朝。陈知府，罪臣在，把你这些年如何哄骗朕、祸害百姓的事，都如实招来。太后娘娘想要谋天下，她需要银两支撑，臣就是她银两支撑的来源。放肆！陈知府，你休要信口雌黄，污蔑哀家。皇上，臣有证据，书信和账本臣都保存着。皇上，这是书信和账本。这几年来，陈知府向太后上交的银子足足有数十万两。太后，朕自问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勾结臣子，还企图夺取朕的天下。皇上，别废话了。哀家曾经也养了你那么多年，虽然没有生恩，却有养恩。生恩不及养恩大，你难道要杀了哀家做不孝子？太后做了如此多伤天害理之事，德不配位，不配在宫中住。即刻起搬去普宁寺，为大秦祈福。为表诚心，太后不能带侍女，一切生活需要自理，朕会派人保护太后。太后从小养尊处优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让她去过苦日子，还不知道能活多久。安平，你亲自送太后去普宁寺，任何人敢抗旨，格杀勿论。是，皇上。张弘放、陈知府所犯之罪证据确凿，二人被斩立决，领头黑衣人被立即处死。至此，宁南秧苗受损一案告一段落。皇上，太后娘娘已到普宁寺，一切遵照您的吩咐。安平，此次你立了大功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臣想要的一直未变。安平郡主听令。臣在。此次长阳县的秧苗受损，你查出凶手，挽救秧苗，还发现长阳县粮税作假，彻查贪官，替朝廷挽救了数以万计的损失，立下奇功。朕特许你从此以后不用向任何人行礼，自由出入皇宫。如此殊荣，只有当年和先帝一同打下江山，生死与共，立下无数战功的老将才有的。现在玄德帝将其赐予沈岩，整个大秦只有沈岩一人有这样的待遇，可见这玄德帝有多重视他。多谢皇上。二人又商议了片刻政事，沈岩这才离开皇宫。安平郡主，见到长宁郡主还不行礼？沈岩，你到底有没有规矩？长宁郡主
谢陈家，荣王之妖女。我不行礼，你又拿我如何？大嫂，安平郡主不向我行礼也是应该的。我和他都是郡主的身份，他并没有比我低一等。郡主，你是荣王的女儿，身上流着的也是皇家血脉，是真正的皇室郡主。他算哪门子郡主啊？连他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，还挂着杀母仇人的姓。沈岩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，满眼寒光，看得燕昭月瞬间就打了个寒战。沈岩，你可别碰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如今腹中怀着的可是皇上唯一的皇孙，你若是敢伤我，我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燕昭月仗着孕肚横行霸道，比之前还要嚣张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敢这么公然地跟沈岩叫嚣。将士们，此次你们出征，朕虽未与你们同行，但心与你们同在。你们平安归来，是百姓之幸，是朝廷之福，也是朕之福。但有将士用生命捍卫了我们的安全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葬沙场，他们永远地留在了那儿。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。3日以后，朕会在宫中设庆功宴，为大家庆功。这一次出征的所有人都有赏。谢主隆恩。阿言，走吧，我们也回家。去郡主府吧，我外祖父外祖母在，他们在等你吃饭。听阿言的。阿言，你看我这样精神吗？面对千军万马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人，竟然会害怕见我外祖父外祖母？那不一样，敌人的千军万马，我只管杀就好了。但是你的外祖父外祖母，如果他们不喜欢我，不让你嫁给我，那怎么办？哼，如果我外祖父外祖母真的不同意呢？那一定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，我还没有达到他们心目当中外孙女婿的标准。那你就放弃啦？当然不会了，我会努力改正，让他们看到我的表现，相信我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以外最爱你的人，我一定可以给你幸福。爱情真是毒药啊，把这么聪明的世子都弄得模糊不清了。我外祖父外祖母非常喜欢你，天天在算着你还有多少日回京。如果爱情是毒药，那你就是我唯一的解药。王爷，王府的人找您。王府是有急事吗？王爷，郡主。王府的人已经得了圣旨，知道谢怀景如今已是王爷身份。东西带来了吗？王爷，您看看。怀景，里面是什么？给外祖父外祖母的礼物。我第一次见他们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等我回京城再准备，肯定来不及了。所以你写信告诉我说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写信嘱咐管家开始准备了。礼数这么周全，王爷辛苦了。不辛苦啊，要娶媳妇嘛，都是应该的。外祖父，外祖母，我父母早逝，如今言儿和你们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好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外祖父外祖母，这是王爷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沈岩将盒子递给顾老先生和顾老夫人。王爷太客气了。我听言儿说外祖父喜好书法，便让人去搜集了历朝历代大家的孤本。外祖母身体不好，我特意买了一根千年人参来。王爷有心了。外祖父外祖母，你们叫我怀景即可。好，好孩子。言儿，你眼光不错，怀景这孩子的确招人喜欢，赤诚、坦荡、温柔、细心，和他爹当年比起来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。有了外孙女婿，是不是看外孙女儿就没有那么喜欢了？怀景是来和我们一起爱你的，不是来争宠的，傻姑娘。怀景，我听言儿说，当初沈建章临死之前交代，说他偷听我们的秘密，在京城认识一个贵人，那个贵人就是你爹，你却从来没有听你爹说起过我们。
你很疑惑是不是？是，外祖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你爹的师傅。师傅？您就是我爹口中的二师傅？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我爹提起过其他师傅呢？听着顾老先生将一切道来，谢怀景这才知道，原来镇南王府和沈岩他们一家竟有如此渊源。我就是想抱着你一起睡会儿，这样踏实。如果不是因为太后造成顾老先生、顾老夫人离开京城，依照他们两家的关系，他和沈岩肯定是青梅竹马，也许早就成亲了吧。徒孙见过师公师太。他这是代替他父亲向二老行礼。起来吧，孩子。你爹娘若是见到你今日模样，他们定然也会很欣慰的。他们吃完了饭，顾老先生和顾老夫人就借口离开了，是想让沈岩和谢怀景单独说说话。妍儿，你知道数月不见我有多想你吗？不知。恨不得立刻飞到你的身边，将你抱在怀里，抵死缠绵。妍儿。谢怀景尝着沈岩被齿的甘甜，那呼唤声就像酒醉的呢喃。我好爱你啊，妍儿，我有点困了。那你睡，一会儿晚饭好了我叫你。我要你陪我一起睡。啊，现在还早了一些吧？啊？傻妍儿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想抱着你一起睡会儿，这样踏实。你再动来动去的，我就真的……沈岩听到此话，瞬间就规矩了，一动也不动，脸颊也染上了红晕。妍儿放心，没有成亲以前，我不会胡来的。沈岩知道谢怀景累了，便再也没有说话，像只小猫似的窝在他怀中。此次和北利一战，将士们功不可没，除了征战的将士，还有一人。如果没有他，这一仗我们还不一定能赢。他就是安平郡主。来，我们所有人敬安平郡主一杯，感谢安平郡主为朝廷、为大秦百姓做出的贡献。他此举增加了沈岩的威信和地位，让世人知道他信任、器重沈岩，这比赏赐沈岩金银珠宝还要有意义。辛苦安平郡主。皇上，臣是朝廷的臣，是大秦的子民，臣做一切都是应该的。我相信大家和我的心是一样的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，和大家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家园。谢怀景坐在沈岩对面，一想到这个闪闪发光的女子将来会成为他妻子，与他共度余生，他心里就如漫山遍野的花，瞬间绽放。皇上，臣有事启奏，请皇上为臣做主。哦，燕先生有何事啊？臣想拜安平郡主为师，请皇上准许。燕公子已经是大秦第一才子了，他为何还要拜安平郡主为师啊？燕公子最新才学，对功名利禄不甚在意，不然以他的才华，早就可以进入6部了。燕先生，你和安平郡主是同僚，为何想要拜他为师啊？臣蒙受郡主之恩，受益匪浅。郡主的聪慧才智，需要臣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。臣想拜郡主为师，做他的徒弟。燕先生勤学好问，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，堪称大家的楷模。安平，你自己决定收不收燕先生为徒。燕青不等沈岩说话，直接就跪在了他面前，请安平郡主收我为徒。燕公子，就算你不是我徒弟，我同样也会倾囊相授，你不必如此委屈自己。单论才华，燕青不比他差，燕青与他相比，差的就是一个携带现代文明穿越而来的身份。沈岩觉得燕青委屈了。能做安平郡主的徒弟是我的福气，我没有一丝委屈。请安平郡主相信我，我一定秉承您的心意，将毕生所学用之于民，争取早日将您的愿望变成现实。燕青保护他，他也要保护燕青这颗赤子之心。我同意，从今以后，燕青，你就是我沈岩的徒弟了。多谢师父。
燕青朝沈岩磕了3个响头，他速度飞快，生怕沈岩反悔。从今以后，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沈岩身边，爱护他，守护他，支持他，成全他。恭喜安平郡主喜获爱徒。安平郡主，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徒弟？臣当然不介意，只是徒弟太多，臣恐教不好。没关系，1个徒弟是教，2个徒弟也是教。届时他学不好，肯定是他自己的责任，不怪你。臣遵旨。好，容妃，还不把孩子抱过来，去给他师父行礼。能做沈岩的徒弟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谢承渊拜见师父。容妃是替谢承渊说的，她怀抱着谢承渊向沈岩单膝下跪。她怀里的谢承渊已经有8个多月，开始咿咿呀呀的冒话了。娘娘请起。殿下，来，师父抱抱。啊，抱抱。去把朕前些日子得来的蓝玉拿来。皇上，蓝玉取来了。安平郡主，朕将蓝玉赏赐给你，祝贺你收了徒弟。多谢皇上。沈岩有了这蓝玉，就算他从此什么都不做，也足够他3辈子吃喝不愁的。安平郡主，这蓝玉是我父王送给皇上的，由我亲自从江宁带来的。长宁郡主的意思是要我亲自向荣王爷道谢，感谢他将这么好的蓝玉送给皇上，然后皇上才有蓝玉赏赐给我。安平郡主，我可没有那个意思。我说过，我喜欢直接坦率，而不喜欢拐弯抹角、阴阳怪气。沈岩的声音不小，周围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。谢晨家面红耳赤，想要赶紧逃跑，他肠子都悔青了，真不该在沈岩面前找存在感。青洛公主这是？皇上，公主目前蒙着面纱，是不想让人看到她的真容。嫁的人时，她自会摘下面纱。哦，难道在北地没有人见过公主的真容？有，但目前没有大秦人见过公主的真容。虽说是2国联姻，缔结秦晋之好，但是公主也想要嫁一个她喜欢的人。这哪里是来和亲的，这摆明了是来挑夫婿的。离王，这是在大秦。离王，这是在大秦。青洛公主既然肩负维护2国和平的重任，她就不能什么都按照她自己的意思来。朕可以同意青洛公主戴着面纱挑夫婿，但是若她所挑中之人不愿意娶她，她不可以强求，不然这姻联不成，还伤了2国的和气。皇上，我同意。他站在他面前，缓缓摘下面纱。青洛拜见皇上。你这是何意？皇上，按照北历的风俗，青洛公主选择你作为第一个看见她容貌的人，你就是她想嫁的人。青洛愿意陪伴皇上左右。朕不同意。皇上是嫌弃青洛长得丑吗？以朕的年纪，都可以做公主的父亲了，怎可能娶公主？再说，朕已有知心之人，无意在纳妃。公主入宫，只会误了你的年华，还请公主另觅良婿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何像沈岩那么精彩绝艳的女子会如此忠臣于玄德帝。玄德帝不仅仅是个明君，还是个好男子。他没有贪图她的美色，更没有为了2国和平将她收入后宫。皇上，青洛想留在大秦，即使不进宫，哪怕为奴为婢，青洛都心甘情愿。一个强国公主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恳请一个弱国君主的收留。萧海景，生辰快乐，愿你以后的日子都是甜，我永远爱你。朕准了，以后你就跟着安平郡主，若你将来遇到良人，朕会将你视同朕的公主一样出嫁。青洛叩谢圣恩。玄德帝没有把他随意赏给任何一个皇子，而是让他以后自己选择。
李王、邓大人，你们不会有意见吧？没有意见，皇上宽宏大量，仁慈大义，令人佩服。主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蠢货！主人息怒。多好的联姻机会啊，你竟然失败了！主人，此事不怪我，都是齐幽若，是他故意毁坏和亲。青洛公主不过是个傀儡，只要你安排利用得当，她只有乖乖听话。是你能力不足，才搞砸了这次联姻，误了本尊的大事，你罪该万死。主人，我还有办法对付安平郡主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青洛公主如今还在大秦，她会跟在安平郡主身边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她。她这一步棋还有利用价值。你太低估沈岩了。如果沈岩那么好对付，他哪里还需要精心策划、提前布局，跟他斗数万年？你低估了沈岩的人格魅力。他从曾经京城第一废材、受万人唾骂、嫌弃的人，变成如今位高权重、百姓倾颂的安平郡主。你以为他凭借的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蛋糕。他第一次见到这么新奇的东西，而且还是沈岩精心准备的。他心里甜得像是抹了蜜一样，嘴巴都笑得合不拢了。过生日没蛋糕怎么行呢？闭上眼睛许愿吧。他在心里默默念叨：愿我的妍儿永远开心快乐，愿我们永生永世都在一起。好了，许愿完成。谢怀景，生辰快乐！愿你以后的日子都是甜，我永远爱你。愿你以后的日子都是甜，我永远爱你。妍儿，我好开心，好幸福。谢怀景搂着沈岩的腰，将唇附在了沈岩的唇上。我们先吃饭吧，一会儿菜该凉了。好。这是自从他爹娘去世以后，谢怀景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辰。他喝了很多酒，一直拉着沈岩的手说话。妍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当年顽皮，独自去河里玩水，然后被你给救了。妍儿，你知不知道你离开京城的那些年，我有多想你啊？有时候我想你想得发疯，半夜3更我都会跑去看你。但我从京城跑到你那儿，天都亮了。这辈子要是没有你，这人生该得有多无趣啊！这些话沈岩从未听谢怀景说过，他听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们二人之间居然阴差阳错地错过这么多年。沈岩将他扶到床上睡下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。往后余生，他一定会倾尽所有的爱来珍惜他。啊，沈岩，今夜过后，你的男人就是我的了。公主，出事了，人家这位失火了。走，你别去了，王爷喝了太多的酒，你吩咐厨房煮醒酒汤，一会儿王爷若是不舒服，你照顾好他。是，公主。此时一女子缓步而来，她的发髻和沈岩一模一样，脸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衣裳却不一样。见过公主。她绕过走廊，径直来到谢怀景的卧房。为了下班快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啊，沈岩，今夜过后，你的男人就是我的了。当他的手解开第一颗扣子的时候，原本睡得正香的谢怀景突然睁开眼。王爷。谢怀景抬手一掌打去。王爷，你打我做甚？我是妍儿啊。你也配叫妍儿？别以为你披着他的脸，你就能成为他。来人！王爷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拿来水。不一会儿，林小六端着一盆冷水过来，朝他脸上泼。何小姐，是你？王爷，
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我和他那么像，就连门口的侍卫都没有认出来。你还没有资格让本王回答你。何芊芊夜闯王府，行刺本王，被我当场擒住，把他送到官府。王爷饶命啊！我没有要行刺您，我就是太爱慕您了，想要跟您在一起。但是您的眼里只有公主，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王爷，我可以不打扰您和公主，我愿意做小，伺候您和公主，求王爷饶命啊！林小六，打烂他的嘴。是王爷。林小六上前挽起袖子，不知廉耻，冒充公主，肖想王爷，找死！不过几巴掌下去，何芊芊就晕死过去了。真是一点不经打。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送官。公主呢？人间至味失火，公主救火去了。灵王今日怎能没来呀？奴才听说人间至味昨夜失火了，王爷兴许是去帮了公主的忙，一时没有来得及上朝。皇上，王爷和公主来了。沈岩无事不会出现在早朝，他若出现，必有大事。宣，见过皇上。免礼，此女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此女是何文堂之女何芊芊，昨夜闯入王府行刺臣，被臣当场抓获。大胆！你为何行刺灵王，还不从实招来？臣女极度幼宁公主，爱慕王爷，王爷看不上臣女，臣女爱而不得，心生怨恨，就想杀了王爷泄愤。荒唐，荒唐！皇上，不仅如此，昨夜人间这位失火，也是何芊芊所为。大胆何芊芊，把你所犯之罪一一招来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乱棍打死。臣女探听到昨日是王爷的生辰，又听到幼宁公主要陪王爷过生辰，于是放火烧了人间至味，引公主离开，然后假扮公主模样混进王府，行刺王爷。皇上，臣女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皇上饶臣女一命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大皇子妃。来人，带燕昭月。燕昭月整理着衣着，昂首挺胸走了出去。他跟在陈公公身后，来到了乾坤殿。儿媳见过父皇。燕昭月，你指使何芊芊谋害灵王，可知罪啊？父皇，儿媳冤枉啊！是何芊芊她经常向儿媳诉苦，说爱慕灵王，非她不嫁。儿媳没有想到她因爱生恨，对王爷痛下杀手，还烧了幼宁公主的店铺。你若是冤枉的，又如何对她作案的经过知道的如此详细？儿臣……皇上，一切都是臣指使的，和大皇子妃没有任何关系。幼宁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皇上，纵火的人就在外面，让他们进来一问便知。把人带进来。林小六将纵火之人带进来，玄德帝一问，他们都招了。无耻之妇，念你腹中还有皇室血脉，朕暂且饶你一命。燕氏谋害灵王，指使人纵火伤人，手段残忍，心肠歹毒，不知悔改。现贬为庶人，待诞下皇室血脉，逐出皇宫。幼宁，书院没了山长，你考虑一下，谁来做这山长合适？臣觉得燕青合适。皇上，燕青是护国公之后，护国公府满门，就留下燕青和国公夫人。他对皇上的忠心是不用怀疑的，而且燕青才华横溢，品行端庄，有勇有谋。臣认为他是做山长的不二人选。幼宁果然最懂朕心，和朕的想法一样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是皇上。太后娘娘，又见面了。沈岩，你不是应该在苍月比赛，
怎么会在这里？太后娘娘挺关注我的动向啊。深更半夜的，你们来作甚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宁正勋死了。死了，好，这件事哀家已经知道了，你们走吧。太后娘娘，别急啊。宁正勋是晋国羌客人，他的真名叫慕容楼，他假冒宁正勋的身份潜伏在我们大秦，也是杀害镇南王和王妃的凶手。太后娘娘，这些事儿你都是知道的吧？太后这才反应过来，沈岩一直在诈她。你想套哀家的话，你还嫩了一点儿。太后娘娘，既然我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这些，你以为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吗？怀景，他想看证据，给他。太后娘娘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可是你写给宁正勋的亲笔信，皇上抄了国公府，从里边搜到的。太后脸色瞬间一狠，伸手就要上前去抓谢怀景手里的信，想毁掉证据。想毁证据？太后娘娘，你还是认罪吧。太后娘娘，有了物证，你以为你还能跑得掉？这个蠢货，哀家叮嘱过他，每次看完信之后一定要毁掉信。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还把信留着。他死了就死了，还连累了哀家。他谋划了一生，到头来却全部成了泡影。原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展得很好，但是你出现了。你如果不出现，皇帝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，哀家就成为了大秦真正的掌权人。是你毁掉了哀家的一切。沈岩，哀家真的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你一个人毁了我们精心策划10余年的计划，你真该死。你也只能恨我一下，还能将我怎样？这封信是假的，我只不过是模仿了你的笔记。没有想到你招得这么快。太后娘娘，你有今日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慕容楼身为晋国人，你是大秦的太后，你怎可与他合作？你这是卖国！难道你就不怕他是奸细，盗取大秦的机密吗？哀家有何怕的？哼，是先帝毁了哀家的一生，哀家便要毁掉他打下来的江山。太后娘娘，你现在所受的罪，真是没有一分罪是冤枉的，罪有应得。我父王当初之所以会收到那封信，是因为他早就怀疑宁正勋的身份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个部下，他也没有死，就是他保存了那封信，我们才证明了宁正勋是晋国人的身份，也是杀我父王母妃的凶手。等我父王母妃在世时对你的敬重，你死有余辜。所有挡哀家路的人都得死。所以，宁正勋杀我父王母妃的事儿，你参与了？不然，你以为宁正勋为何那么快就能劫杀你父母？我体内的毒也是你动的手脚。斩草当然要除根，谁让你爹太强了？万一你长大和他一样，坏我们计划呢？谢怀景满脸怒意，提剑直接刺向太后。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不！谢怀景哪里会理会他呀？他双目猩红，跟发了疯似的。这一剑是我父王的，这一剑是我母妃的。紧接着第3剑，这一剑是我父王下属的。今日你先还点债，等事情结束，我一定亲手了结了你的性命，替所有被你害死的无辜之人报仇。杀了你，九州任我肆虐，天地之间再无一人能阻我。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就随意处理一下，保证你能活着见到皇上。沈岩，许久未见，你的功夫又长进了。是你太蠢了，一直没有长进。慕容楼、太后都只是提线木偶，线的另一端被牢牢拽在神秘人的手里。我将颠覆九州，重建九州，摧毁你一直以来坚持的公平、公正、正义、和平。
有我在，你的幻想永远不可能实现。杀了你，九州任我肆虐，天地之间再无一人能阻我。他说完，抬掌打向沈岩。你不死，我不灭。二人的剑端相撞，彼此的剑都断了。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，沈岩手中的断剑已经刺进他胸口了。他看着神秘人，突然脑袋一疼，仿佛要爆炸了一般。沈岩视线模糊，晕了过去。过了良久，妍儿，醒醒！沈岩听到声音，缓缓地睁开眼，目光扫过四周，有片刻的陌生感。妍儿，你怎么了？沈岩将目光落到谢怀瑾脸上，突然捧起她的脸，将唇附了上去。妍儿，你怎么了？亲爱的小姐姐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妍儿，你记起我了，是吗？谢怀瑾，我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一个人等了我这么多年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没有让我失去你。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。好，永永远远在一起。我们先回去把太后的事处理了。好。该死的沈岩，竟然让你恢复记忆了。主子，您再封印他的记忆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封印不了了。如今沈岩太强大了，强大到他已经控制不住了。决定封佑宁公主为大秦第1个女丞相。佑宁公主心系百姓，医术通天，以身试毒，治瘟疫救秧苗，除奸臣敌寇，造军器护国，教书育人，为国争光，是大秦的福光啊！国不可一日无相。朕决定封佑宁公主为大秦第1个女丞相。诸位何有意见？儿臣承认佑宁公主有才华，为朝廷立了不少功劳。父皇，纵观过往，女子掌权后患无穷，请父皇三思呀。父皇，儿臣也觉得不行。佑宁公主以后要嫁给灵王的，一个王妃做丞相，坚决不行。他们不是不同意沈岩的才华，而是觉得沈岩是个女子，不配为相。向来天下做主者皆为男子。皇上，臣觉得佑宁公主堪当此任。皇上此举英明，臣也觉得佑宁公主是做丞相的不二人选。佑宁，你的意见呢？臣感谢皇上对臣的信任和器重，但臣不是最合适做丞相的人。沈岩是手持赤天剑的人，上斩皇亲国戚，下斩贪官污吏，他根本不需要丞相的名头。为何？皇上，国之根基，教育为本，教育大计也是100年大计。臣想继续教书育人，尽自己所能，为朝廷出一份绵薄之力。听听，你们听听，朕都替你们感到惭愧。你们以为了不起的官位，佑宁公主根本就不想要。一个人来人世间走一走，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眼睛不要一直盯着名利。臣等谨听皇上教诲。佑宁，那你觉得谁最合适啊？臣认为燕青最合适。沈岩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佑宁公主，刚刚我父皇还在夸你不追逐名利呢。你是燕青的师傅，燕青做丞相和你做丞相有何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他首先是他自己，然后是皇上的臣，到最后才是我徒弟。他若为相，是为百姓谋福，为朝廷效力，而不是为我。燕青，你自己有何想法？臣将严于律己，严格执行皇上的命令，永远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请皇上放心，也请诸位同僚监督。好，从今以后，朕希望你能如你师父一般，成为朕的左膀右臂，咱们君臣共力，让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臣遵旨。妍儿，看你身后。沈岩转身，刹那之间被眼前的情景给震惊了。
所有的火妹被摆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，四周点有蜡烛，在火妹的面前还闪烁着一排字：沈岩，我爱你。沈岩，我们成亲吧。他转眸看见谢怀景单膝跪地，手中捧着一束火妹，深情告白：嫁给我，做我谢怀景的妻子，我会一生一世守护你，永远珍视你，信任你，支持你，敬重你，疼爱你。沈岩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他将一枚金戒指戴在沈岩手上。从今以后，沈岩就是你们的王妃，你们怎么敬我，服从我，便怎么敬她，服从她。是王爷，见过王妃。大家免礼。好了，你们退下吧。你最近回来的这么晚，就是在准备这些吗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火妹是他最喜欢的花，代表着坚韧永恒。谢怀景啊，真是将整个心都装满了爱，捧到他面前。佑宁公主将以公主的仪式从宫中出嫁，所有的嫁妆朕来出。妍儿，明日我进宫禀明皇上，请皇上定我们的婚期。好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臣有事起奏。灵王有何事？臣想和佑宁公主完婚，请皇上为我们择妻。你已经为朝廷建功立业了，却还未成家，是朕这个皇叔的疏忽呀。礼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现在就翻书，看看哪一天是黄道吉日，适宜婚嫁。是，皇上。作为一个叔父，没有照顾到谢怀景的婚事，他觉得自己疏忽了。眼前看着谢怀景，现在他再也不羡慕谢怀景了。他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，陪在沈岩身边。皇上，臣查看了近1年的日子，明年6月初6是一个黄道吉日，最适宜嫁娶。陈富贵，你旨将佑宁公主和灵王的婚期公布天下，届时佑宁公主将以公主的仪式从宫中出嫁，所有的嫁妆朕来出。是，皇上。大秦建朝以来，从未有不是皇室子女从宫中出嫁的先例。玄德帝还要给沈岩出嫁妆，这是在嫁自己的女儿啊！臣和公主谢主隆恩。郑尚书，灵王和公主的婚事便将由你们来操办，一定要尽心尽力。臣遵旨。皇上，这主婚人定谁？朕会在宫中送公主出嫁，然后再到王府主持婚礼。这得有多忙？但他想想就觉得很开心。是，皇上，臣这就开始着手准备，一定将灵王和公主的婚礼举办得风风光光。哎呀，沈岩，我是你亲生父亲。见过公主，之前您吩咐我们查的人已经查到了。沈岩的目光落在那画像上，和他方才见的孟木原长得一模一样。公主，他是宾国国王孟木原。孟木原，他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有想过他的亲生父亲不是大秦人。主子，佑宁公主已经见过宾国国主了。我谋划了10多年的重头戏，终于要登场。主子，您觉得大秦皇帝会保护佑宁公主吗？就算是想保，他也保不了。整个大秦1000万人，肯定有无数的人想杀了沈岩。为了民心，大秦皇帝他不敢保沈岩。那到时候，宾国和大秦势必会发生大战。沈岩不是心怀天下、心系万民吗？他是战争的源头，到时候两国民愤，哀怨四起。只有他以死窃天下，方能平息这场大战。主子真是英明，这场戏无论怎么算，沈岩都是输，都得死。若风，可以点火了。公主，穆大人来了。叶迟，在外面守着。是，公主。我是该叫你穆大人，还是皇上？公主如此聪慧，
自然应该知道如何称呼朕。皇上不担心我在茶里下毒？公主这般聪明，怎会在自己的府里下毒谋害使者呢？那可不一定，毕竟一个使者深夜潜入我公主府，我有10000个理由可以要他的命。我不是普通使者，我是宾国之王。宾国之王伪装成一个丞相潜入我大秦，又是何居心？哎呀，沈岩，我是你亲生父亲。我不承认，你就永远不是。这件事瞒不住的，若大秦皇帝让我们当众滴血验亲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。哼，若连这点小事我都解决不了，我这神医之名岂不是徒有虚名？你是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是。可你是我女儿，你是宾国人，你应该回到宾国，而不是留在大秦。你别忘了，我娘是大秦人。天下之人，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由其父亲的身份决定，而不是母亲。我沈岩的身份，我自己做主。沈岩，我是你亲爹。我生在大秦，长在大秦，你从未养育过我一分。如今我长大了，你倒是想起来当爹了。沈岩，我是你亲爹。我生在大秦，长在大秦，你从未养育过我一分。如今我长大了，你倒是想起来当爹了。明圣皇帝，天底下哪有这么想得美的事儿？我是有苦衷的。你的苦衷是能让我娘起死回生，还是能抵消我曾经受过的痛苦屈辱，又或者能偿还我外祖父外祖母的丧女之痛？我如今是我外祖父外祖母唯一的亲人，是他们活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盼头。你当年不辞而别，丢下我娘一个人面对流言蜚语，害得她所嫁非人丢了性命。你让我外祖父外祖母经历了丧女之痛，如今还想带走我，毁掉他们活下去的期盼。你这等于是杀了他们。你如此对待你的恩人，你良心何在？孟木原知道沈岩听到他方才跟顾老先生、顾老夫人说的话了。沈岩，你能不能听朕解释呀？幼宁公主深得朕心，现收为朕之义女。沈岩，你能不能听朕解释呀？沈岩，朕此次乔装而来，就是为了寻找你娘。孟木原将当年的事情娓娓道来。在他们父女2人说话时，京城已经谣言四起，同时宫中也得到了消息。皇上，现在到处都在传，说宾国使者穆丞相其实是宾国皇帝，幼宁公主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此次这宾国皇帝就是为了幼宁公主而来。现在这宾国皇帝正在公主府，要带幼宁公主回宾国。这么隐秘的事，幼宁才回来1日，就传得到处都是了。奴才也觉得很奇怪呀。陈富贵，你旨。很快，旨意拟好。皇上，这他们的父女关系还没有公开，我们要抢占先机。幼宁公主是大秦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幼宁公主接旨。臣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幼宁公主救死扶伤，心怀天下，多次扭转大秦国运。朕膝下无女，幼宁公主深得朕心，现收为朕之义女。幼宁公主深得朕心，现收为朕之义女，赐皇姓谢，改口称朕为父皇。钦此。恭喜公主啊！奴才来的时候，皇上还有话特意要交代。幼宁，你是大秦的公主，谁也夺不走。只要你愿意，朕可以封你为王为侯，所有流言蜚语，朕替你挡。只要你不想走，谁也无法带你走。幼宁公主，皇上可是真正的器重你啊，爱护你啊。他知道玄德帝惜才大度，很重视他，可他从未想过玄德帝竟可以接受他的身份。
玄德帝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迅速决策，他没有给这件事情发酵的时间，他用手中的权力给沈岩挡下万众的利剑。臣谢主隆恩，请公公转禀皇上，请公公转禀皇上。臣吃大秦的米，穿大秦的衣，臣生在大秦，长在大秦。臣的母亲是大秦人，臣的亲人、朋友、挚爱都在大秦。臣永远是大秦人，生是大秦人，死亦大秦魂。这样的沈岩值得玄德帝最好的对待。他不慕荣华权势，永远理智清醒，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。哎，公主的话，奴才一定会如实转达。奴才告退了。燕儿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跟着你。我回宾国，你也去？去。你可是大秦的王爷，去了宾国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有你啊，有你，胜过世间所有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。可我不想，我想我爱的人堂堂正正，受世人敬重，不想他受一丝一毫的伤害。伤在他身上，比伤在我身上还要令我痛苦千万倍。好呀，那我们并肩前行，永远是彼此的依靠。父皇，您千万不能收一个敌国奸细为义女啊！这样岂不是等于把大秦拱手送人吗？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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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众爱卿，有事奏来。父皇，幼年公主是宾国人，她是潜伏在我大秦的奸细，请父皇处死她。幼宁公主是朕的义女，是大秦的公主，什么宾国的奸细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陈富贵，昨夜皇上已经下旨收养幼宁公主为义女，可以父皇为称呼。父皇，您千万不能收一个敌国奸细为义女啊！这样岂不是等于把大秦拱手送人吗？朕做事，轮得到你来指挥？恳请父皇怜悯天下苍生，拯救天下子民，处死沈岩！请求皇上处死沈岩！请求皇上处死沈岩！皇上，幼宁公主的母亲是大秦人，她身上流着一半大秦的血，她自入朝便一直在为朝廷效力。幼宁公主的出身是她自己无法选择的，但她能选择自己的心。她选择做一个效忠大秦、对朝廷有用、造福百姓的人。请求皇上宽恕幼宁公主。请求皇上宽恕幼宁公主。燕丞相，幼宁公主是你师父，你当然维护她。你身为大秦丞相，不顾国家利益，竟然只顾自己私欲，求皇上宽恕敌国奸细，你是何居心？是谁要杀朕的女儿？孟木原的声音落下，人已经迈步进来，他只带了孟北辰。什么你的女儿？那是朕的女儿。玄德帝看着孟木原，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，理直气壮。只要滴血认亲，便可以确认幼宁公主的身份。即使你收她为义女也没用，她是朕的女儿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是我大秦的水土养育了幼宁公主，她生在大秦，长在大秦，就是大秦人，是朕的女儿。朕会将她视如己出。沈岩是宾国唯一的公主，是朕唯一的女儿。朕可以将宾国君主之位传给她，你可以将大秦国主之位传给她吗？哼，你以为幼宁公主稀罕你说的那个位置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她，不知道她想要什么。只要给我们父女相处的时间，假以时日，朕一定比你更了解她。血缘亲情，这是谁也无法替代的。既然宾国之主这么有信心，不如我们就让幼宁公主自己来做选择。玄德帝听到了沈岩通过陈公公转禀，他是信心十足的，但是孟木原的底气就不足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何必牵扯到孩子？孟木原，你错了，幼宁公主不是孩子，是我大秦的中流砥柱。我要留在大秦效忠他，倾我毕生之力，造福天下百姓。你错了，幼宁公主不是孩子，是我大秦的中流砥柱，是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护着的良臣。
文武百官都惊呆了。他们从未想过有生之年竟能看到2个皇帝吵架。沈岩今日照例去了书院，他正讲着课，宫里就来人了。幼宁公主来了，见过皇上。幼宁来了。宣德帝，朕说过，此事由你我决定即可。你让公主来作甚？朕收幼宁为义女，是想告诉幼宁，如果她不想走，谁也带不走她。朕希望她留下，但朕不会强迫她，威胁她留下。幼宁和灵王有婚约，2人婚期已定，他们历经生死，2人情比金坚。朕不希望他们2人被拆散。明圣帝，你和幼宁公主的母亲阴差阳错，没有成就良缘，难道如今还要让幼宁和灵王重蹈你们的痛苦吗？幼宁，决定权在你手里。你若想离开，朕不会为难你；你若想留下，谁也带不走你。皇上，我的心始终如一，从未改变。你现在总该相信我的选择了吧？我们皇上是明德仁厚的君主，我要留在大秦效忠他，倾我毕生之力，造福天下百姓。我谢谢你给予我生命，但是大秦养育了我。在彻底放弃之前，他还要试试玄德帝，看看玄德帝对沈岩的态度。妍儿，那朕该如何？沈岩跪在孟木园面前，磕了3个响头，然后抬头道：生不如养恩。皇上，我谢谢你给予我生命，但是大秦养育了我，我娘也是大秦人，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大秦。世间之事岂能事事如意？不如意才是常态。我祝愿皇上4季安康顺遂，祝福宾国国泰民安。好，好，好，妍儿，大秦将你养育得很好，是朕亏欠了你，亏欠了你母亲。朕来晚了，有些事再做也不是当时，毫无意义。妍儿，你是对的，朕支持你的决定。以后在大秦好好生活，若是想来宾国，随时可以来，宾国永远是你的家。宣德帝，朕要和你大秦结盟。从此刻起，宾国愿意和大秦永结秦晋之好，成为兄弟国，互帮互助，2国永不开战，永远和平。好。玄德帝见沈岩成功留在了大秦，而且还能跟宾国结为兄弟国，这可谓是双喜临门。来人，备笔墨。是，皇上。陈公公备好笔墨，玄德帝和孟木园当场亲笔写下协议，盖上他们的专属玉玺。贤弟，贤兄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护好幼宁，他是我大秦的瑰宝，朕在，朕永远是他的靠山。有贤兄这番话，朕就放心了。以后有机会，希望贤兄能来宾国游玩，我们2国之间要多走动走动啊。以后有机会，朕一定去。妹妹，我是哥哥。哥哥，哎，以后有哥哥在，宾国永远是你的家，我和父皇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好。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来人，把这狗奴才拖出去，杖毙！皇后娘娘，皇上中毒，这奴才是目前唯一的线索，他死了，线索就断了。既然他什么都不肯说，留着有何用？我刚刚听皇后娘娘说要把他直接杖毙。皇后娘娘，你该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？胡说！妹妹慎言，本宫和皇上是夫妻。夫妻同心，本宫怎可能害皇上？哼，谁知道呢？父王，儿臣救驾来迟，请父皇恕罪。你带这么多人来作甚？儿臣当然是来保护您的，是你下毒谋害我父皇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的忠心，杀了你，你就能永远保护你的主子了。
你们母子都要杀这奴才，该不会真是要杀人灭口吧？婉贵妃娘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他是唯一线索，不能死。父皇，他又不肯供出幕后主使，留着也没有用啊。儿臣杀了他，替父皇报仇，也算是尽了一份孝心。老四，你是别有目的吧？见玄德帝已经看出来了，谢承轩也没有再继续隐瞒。孽子，你别忘，朕才是你的老子。父皇，您上位吧，将皇位禅位给儿臣，儿臣尊你为太上皇。所以，你今天带着人来，是要逼朕退位？这不叫逼你退位，而是你年纪大了，这个位置已经不适合你了。如此说来，指使这奴才给朕下毒的，也是你。当然，父皇，你真的已经老了，老的连一个奴才都能害了你。你放心，你虽不仁，儿臣却有效。儿臣手里有解药，只要你下旨禅位给儿臣，儿臣立即给你解毒，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谢承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只是杀父弑君，天理不容！你尽情的骂吧，等我登上皇位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就凭你也配那个位置？我呸！皇后娘娘，平日里装的端庄贤惠，没有想到背地里却是烂心肠，教出这样大逆不道的儿子。我儿子谋的是正业，哪像你的儿子，废物一个。玄德帝双掌相击，发出一声脆响，只见一道红色的影子从偏殿走了出来。沈岩，是你？你没死？当然，不然岂不是错过了殿下的这一出好戏？这时，玄德帝已经坐起来了，他精神抖擞，没有半分中毒的样子。父皇，您也没有中毒？孽子！就凭你这点小伎俩，就想害朕？你别忘，朕才是你的老子！谢承轩已经明白过来，他被沈岩和玄德帝算计了。那又如何呢？你们以为你们能逃得掉吗？今日这皇帝之位，我要定了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就凭你？你以为我就只带了这点人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皇宫都被我的人给包围了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们都得死。哼，不如你试试。来人，开始行动，片甲不留。殿下，完了！什么完了？他说你完了。殿下，我们的人都被杀光了。轩儿，还不快跪下，给你父皇认错！轩儿，谢承轩，你这样看着朕，是不是不服气呀？没错。轩儿，皇后听到谢承轩这句话，气得脸都绿了。你有什么不服气呀？父皇，您为何如此偏心呢？以前您偏心谢承宇，他是您儿子，儿臣尚可理解；您偏心谢怀景，他父母死得早，儿臣也可以理解。但为什么你要偏心沈岩啊？沈岩他和您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他甚至是异国人，您为何要如此袒护他呢？儿臣是中宫嫡子，是您众多儿子中身份地位最高的，可是您的目光却从未落到过儿臣身上，就连最小的谢承渊儿臣都比不过。既然您不在乎儿臣，那儿臣只有自己努力去争取了。杀了谢承林，儿臣就是长子，是嫡子，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毁了沈岩，就再无人能阻挡儿臣的夺位之路。至于父皇您不爱儿臣，儿臣就只有送您一杯毒酒了。谢承轩认为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瑕，他说起来还洋洋得意。父皇，您看呐，论智谋，儿臣并不比沈岩差，沈岩能做的，儿臣也能做。你错了，你能做的事，佑宁公主做不了。你错了，你能做的事，
佑宁公主做不了，你在摧毁朝廷，祸害百姓，谋杀朕，这些事，佑宁一件事也做不出来。谢承轩残害手足，陷害忠良，杀君弑父，天理不容。现贬为庶人，剥去姓氏，发配吉家，永不得回京。皇上，不可呀！吉江那是野人居住的地方，轩儿去了那里必死无疑呀！皇上。而且玄德帝对谢承轩厌恶至此，都不愿意承认谢承轩是他的儿子。他剥夺了谢承轩的姓氏。皇后，朕念你对此事毫不知情，留你一条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先废去管理六宫的权利，长居坤宁宫，永不得出宫。灵王，外面的情况如何？领头的人已死，反抗之人已尽数斩杀。现在燕大人带兵在外面守着，投降者全部放逐，永不回京。剩下的事，你去处理。臣领旨。见过皇上。他依旧不肯叫孟木原为父皇。哥哥，果然不出父皇所料，他早已猜到你肯定没事儿，而是在宫中。妍儿，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大秦皇帝都选择相信你，看来他的确是个好皇帝。让你留在大秦，我也彻底放心了。明日我就准备启程回宾国了。我给你把把脉。沈岩虽然没有叫他一声父皇，可他却做了很多女儿都做不了的事情。皇上身体恢复得不错，服药不能间断，路途上要慢一些，回去以后不能太过于操劳，注意休息。好，好，朕都听妍儿的。妍儿，你都瘦了。想你享受的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我给你做10天的饭，保证将你喂得白白胖胖的。谢怀瑾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我舍不得。这双手是用来执旗、握笔，而不是用来做饭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原来我的手这么金贵啊！那是当然，在我眼里，你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是宝贝。几日不见，嘴越来越甜了。那，给你尝尝。妍儿，连睡着了都在喊他的名字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，让你如此魂牵梦绕？身影站在床前，静静地看着谢怀瑾。眼下是最好的下手时机，她要成为谢怀瑾的女人，将属于沈岩的一切都夺过来。谢怀瑾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了。她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身上的衣裳，到了最后只剩下里衣。当她正要爬上谢怀瑾床的时候，妍儿，连日劳累，谢怀瑾睡得很沉，睡眼惺忪的他在喊出这一声时，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你不是妍儿，你是沈颖。他人还在床下站着，可谢怀瑾竟然醒了，而且还识破了他的身份。明明他跟沈岩长得一模一样。怀瑾，我是妍儿啊，怎的数日不见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？沈颖学着沈岩的语气，脸上挂着温柔的笑。别狡辩了，就算你跟妍儿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她是天仙，你却是生长在暗处的蛆虫，令人作呕。我和沈岩长着同样的脸，为何他可以得到你的爱，我不可以？我爱沈岩从来不是因为他的脸，只要是他，是沈岩，无论他长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他。这太不公平了！生而为人，沈岩可以得到一切美好，我却什么也得不到。既然我永远也得不到你，那我就毁了你，杀了你，让沈岩永远活在痛苦当中，让他尝到失去挚爱的痛苦。皇上，臣领兵出征，阻击飞雪国。既然我永远也得不到你，那我就毁了你，杀了你，让沈岩永远活在痛苦当中，让他尝到失去挚爱的痛苦。然而谢怀瑾没有如期倒下，反倒是被他弹出了数米远，口吐鲜血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身上有什么东西？谢怀瑾取出胸前的玉佩。你深爱他，他护着你，你们可真是恩爱。我们是你永远也拆不散的。我还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一定送你和沈岩去地狱，
做一对恩爱鬼夫妻。5月初10，边关告急。正如沈岩所料，九州大战爆发了。众爱卿，你们有何看法？都说说看。皇上，此次大秦被3国围攻，佑宁公主是罪魁祸首，应该将她送到前线，交予天齐、北厉、飞雪国，以平息他们的怒气，从而让他们撤兵。如此一来，避免战事扩大，百姓遭殃。南半仓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可以把嘴巴闭上。皇上，臣愿意领兵出征，阻击天齐。皇上，臣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只要朝廷需要，臣一样可以提枪上阵，用命捍卫百姓的安全。皇上，臣请求出征。臣也愿意。皇上，佑宁公主到了，请。佑宁，想必消息你已经收到了，你有何看法？皇上，臣领兵出征，阻击飞雪国。佑宁公主，你一介女流，领兵出征，岂不是让其他国家嘲笑我们大秦无人呐？选择和飞雪国对战，要是你真有本事，你怎么不选择和北厉或者天齐对战呢？南半仓，你3番5次的针对本王的未婚妻，当本王是死了吗？执政者，唯佑宁公主是也。南半仓，你3番5次的针对本王的未婚妻，当本王是死了吗？我这个徒弟还在此，南将军，你也太目中无人了。佑宁的请求朕准了，你要凯旋归来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让世人知道，大秦女子巾帼不让须眉，不是只有男儿才能保家卫国，女子一样可以。臣领旨。灵王，你领兵阻击天齐，霍将军领兵阻击北厉。臣领旨。这一次，朕也会御驾亲征。皇上不可呀！皇上，战场凶险，此次是几国混战，其凶险的程度更是无法预估，而且朝廷也离不开皇上您啊。皇上，前线有我们，您放心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是啊，皇上，臣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会保护好大秦，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。佑宁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如果皇上真想御驾亲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佑宁公主，此话你真敢说呀？若有万一，你担得了责吗？有我在，皇上不会有事。此次天齐、飞雪国、苍越、北厉，为了鼓舞士气，他们都是君主亲自带兵出征。如果皇上不去，也许就算我们得胜归来，皇上也会遗憾吧。执政者，唯佑宁公主是也。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将你娶进门，等我。沈岩能得玄德帝信任，不单单是因为能力的问题，更是因为他懂玄德帝，他知道玄德帝想要什么。朕心意已决，朕会御驾亲征，告诉将士，朕与他们同在，告诉天下百姓，朕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朕活出性命也会保护他们，让他们以生在大秦为荣，来生还做大秦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严大人，朕御驾亲征以后，朝中诸事就交给你了。你带着6部的人辅佐太子，处理好一切事宜。战事紧急，要奔赴前线的赶紧回去收拾行李，和家人告别。点兵，出发。燕儿，你为何同意皇上出征啊？怀瑾，皇上是明君，但是他也是男子，他需要证明他自己。他想让天下人知道，他的大秦强大了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皇上出事的。但是如此一来，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。无妨，我们快走吧，告别外祖父外祖母，我们就得出发了。他们即将奔赴不同的战场，在不同的地方。燕儿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好，你也一样。等抗战胜利，我们再聚。谢怀瑾将沈岩拥入怀中。等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就该成亲了。我等你。等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就该成亲了。我等你。3个月以后，
九州大战彻底结束，九州新的3足鼎立出现：大秦、苍越、宾国。10月底，谢怀景、玄德帝带着将士凯旋而归，燕青带着文武百官在城楼门口迎接。打了胜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但是整个京城都笼罩着化不开的忧伤和悲痛。队伍停了下来，林小六最先下了马车，他掀开马车帘子，谢怀景从里面走出来。他面色冰凉，眼神空洞，看不出什么悲伤，但是整个人都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一丁点活力。他一身铠甲，腰悬佩剑，双手端着一个托盘，那托盘上放着一件衣裳，一把佩剑。这是沈岩的遗物。玄德帝是从谢怀景身后的马车里出来的。恭迎皇上凯旋而归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师父，弟子拜见师父，恭迎师父归来。恭迎幼宁公主归来。我的言儿，你让外祖母怎么活呀？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沈岩是跟沈颖同归于尽，而且尸骨无存。外祖父，外祖母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言儿。你们打我，骂我吧，不关你的事，我们不怪你。外祖父，外祖母，把灵堂撤了吧，换成喜堂。虽然我们不想，但打仗就有牺牲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老先生，老夫人，你们节哀。幼宁公主是为了保护大秦百姓、天下苍生而牺牲的，她是天下的功臣，失去她，朕也很痛心。大秦失去她，是大秦的损失，我们会永远铭记她，她会名垂青史，被世世代代所敬仰。幼宁公主功勋卓著，一生都在为朝廷而奋斗。她创办医学院，发展农业，提高军事、经济综合能力，直到最后为国牺牲。现朕封幼宁公主为秦国公，永享太庙，以慰英灵。多谢皇上。以国家的名字作为沈岩的封号，这样的荣誉古往今来沈岩都是第一个，而且沈岩也将是大秦史上的第一个女国公爷。拜见秦国公！喊声此起彼伏，举国哀痛。到了前厅，灵堂已经布置好。谢怀景将沈岩的衣裳和佩剑放在桌上，看着那白花花的垫子，犹如万箭穿心。言儿，我们到家了。言儿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等打了胜仗回来，就是我们成亲的时候。现在我们终于凯旋而归了。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但是我还是要履行诺言，我要娶你为妻。外祖父，外祖母，把灵堂撤了吧，换成喜堂。怀景，你这是？我要娶言儿。怀景，我知道你对言儿一往情深，但是他已经走了。朕当初说过，要将秦国公视为朕的亲生女儿，她将从宫里出嫁。可日子总归是要继续的，将来会有别的女子做你的正妃，言儿就不占这个名分了。你们的婚事取消吧。外祖父，我们成亲，言儿一定很高兴。我想言儿开心，而且这一辈子我只有言儿一个妻子，绝不会再娶其他任何人。明日我将迎娶言儿过门。顾老先生看着谢怀景，欣慰又悲伤。如果沈岩在，他们俩将是多美的神仙眷侣啊！怀景，你考虑清楚了？这个念头从未动摇。我要娶沈岩，让她封官过门，做我的妻子。好，快撤灵堂，换喜堂。喜堂设在宫里，朕当初说过，要将秦国公视为朕的亲生女儿，她将从宫里出嫁。是皇上。公主府依旧是灵堂，王府开始准备喜堂。
皇宫已经按照公主出嫁的仪式开始准备。妍儿，你先安心等着，我回府布置喜堂，等明天一早我就来娶你。吉时已到，拜堂。今日，孟氏之女沈妍位居秦国公，嫁于谢氏之男谢怀瑾为妻，为灵王妃，一拜天地。谢怀瑾抱着灵牌，双膝跪地，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二拜高堂。他和灵牌一起拜玄德帝。玄德帝心里一酸，一个是他最爱的侄儿，一个是他最器重的臣。夫妻对拜。他对着灵牌行拜礼。礼成。谢怀瑾抱着灵牌，泪水滚落在红纱上。妍儿，我们成亲了呢。今天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往后呀，你就是灵王府的女主人，又多了一个新身份，灵王妃。妍儿，可惜你再也听不见了。你走了，剩我一个人该怎么办？怀瑾，你带着妍儿下去休息。今天是我和妍儿的大喜之日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妍儿说，她很开心，她说谢谢你们。往后，希望大家继续开心，好好生活。怀瑾，你要做甚？皇叔，我答应过妍儿，要与她生死与共。她在，我便活；她死，我也死。荒唐！秦国公牺牲了，我们都很心痛，但是他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活着。如果你随他而去，那他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做这样的傻事，让我以后怎么向你父王母妃交代啊？皇叔，我这一生放荡不羁，顽劣不堪，唯独只有对沈妍倾心倾力，从不曾有懈怠。她是我一生的宿命。妍儿，我来陪你了，你等等我。她是我一生的宿命，我所有的热情、宠爱、使命都给她了。她一走，就带走了我存在的意义。请王爷三思。生同亲，死同穴。妍儿，我来陪你了，你等等我。静儿，王爷。等的身体缓缓向后倒去，他听到周围的人在疯狂叫他，他嘴角带着笑，很快他就可以见到他的妍儿了。妍儿，我来了。这时天空之色骤变，漫天金色浮泽九州，沈妍脚踩金光缓缓而来。那是什么？是秦国公。金光护送沈妍稳稳落地，咻的一下子金光消失了。他没有理会周围的人，而是奔到谢怀瑾身边，抱起谢怀瑾。怀瑾，怀瑾！然而谢怀瑾依旧是双目紧闭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怀瑾，你怎么那么傻？沈妍心如刀割，痛得无法呼吸。他跟谢怀瑾的前身都不是凡人，他能活，谢怀瑾肯定也可以。拿起方才谢怀瑾自刎的剑，割破自己的手腕，将血喂进谢怀瑾嘴里。过了一会儿，沈妍看到谢怀瑾的手微微动了动，眼珠子也开始转动。瑾儿，怀瑾。他目光落到沈妍脸上，一脸惊喜。妍儿，天道君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他知道谢怀瑾方才经历死而复生以后，曾经的记忆也回来了。天道君，我给孟婆煮了4万年的汤，好辛苦。怀瑾，我们都还活着，哪里来的孟婆啊？今日是你们的大婚之喜，朕就不久留了，朕要去吃席了。方才我去阎王殿走了一趟，阎王说我命数未尽，上苍怜悯我和王妃之间的至死不渝，特许我俩做一世夫妻。从今以后，沈妍就是我谢怀瑾的妻子了。恭迎王爷王妃回来，贺喜王爷王妃大喜。幼宁见过皇上，皇上，幼宁回来迟了。
回来了就好，朕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佑宁，朕已经封你为秦国公了，以后你就是大秦的秦国公，是大秦的第一个女国公爷。玄德帝说这话的时候特别自豪，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女儿，给予了她荣华富贵。多谢皇上。秦国公，今天你和灵王成亲，朕是把你当做闺女出嫁的，朕给你准备了嫁妆，是从宫里出门的。今日是你们的大婚之喜，朕就不久留了，等新婚过后你再来见朕，朕要去吃席了。今人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婚房，谢怀景将门一关，一把将沈岩搂进怀里，紧紧地拥着。妍儿，我在。妍儿，我在。他的妍儿回来了，他还活着。妍儿，我好爱好爱你。二人唇齿相依，所有的相思、相爱、期待、等待和守护，都在这一瞬间化为唇间的甘甜。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。好，我等你。他今天可是新郎官啊，要出来敬宾客酒的。傍晚时分，林小六搀扶着醉醺醺的谢怀景回来，谢怀景闭着眼，软软地靠在他身上。没有人了。人家醉了。我想。好啊，灵王，你刚刚装醉，起了小心思。我把所有的宾客都敬完了，我想尽快的回来陪我的妍儿，就只有这种办法了。真聪明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准备了什么给我说？我想说，我很想你，很想很想。我也是。谢怀景一把将沈岩拦腰抱起，轻轻放到床上。怀景，娘子啊，是不是该改口了？改什么口？相公、官人、夫君，都可以啊。不叫。哎呀，娘子啊，叫一声嘛！我等这一声夫君，等了好几万年了。好几万年呢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从我明白男女之情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每次醒来最渴望的，就是听到你的声音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喜怒哀乐。但要问具体时间，我也不知道，久到已经记不清了。我爹娘给了我第一次生命，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娘子，谢谢你啊！这是我此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夫君，我爱你。夫君，这是谢怀景听到过的最好听的一句话。跨越了千万年的等待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回应。娘子，夫君，我想，水到渠成。很久很久以后，二人酣畅淋漓，相拥而眠。可是不到半个时辰，一切又开始了。九州再无兵国皇帝孟木原。在沈岩成亲后的第20天，孟木原抵达了京城。王妃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？不是我们的皇上，是宾国的皇上，您的父皇。快请他进来。到了前厅，孟木原已经到了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就想来看看。孟木原见到沈岩完好无损，他那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妍儿啊，你如今回来，身体可有不适啊？没有，比以前还好了。上厨房准备姜汤，收拾南院，晚上我来下厨。是，王妃。王爷呢？在军中。父皇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妍儿，我退位了，你哥哥做了宾国的皇帝，此次我来大秦就不走了。想来如今宾国已经传出我离世的消息了，以后九州再无宾国皇帝孟木原，而大秦国则多了一个无名的老头。父皇此举是为何？妍儿别担心，我呀只是想离你的母亲近一些，住在她的旁边，陪她一起等日出，和她一起看日落，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。好，我尊重你，只要您觉得开心就好。
腊月中旬，书院放假，除了玄德帝宣他进宫，其余的时间沈岩都窝在家里。他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写成了各种类型的书，然后有专人印出来，摆在京城大大小小的书店。妍儿，是不是孩子要生了？他一把把沈岩拥入怀中，紧紧地抱着。妍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，谢谢你让我这个孤家寡人拥有这么多。自他失去父母以后，他就没有家了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如今他有妻子，有岳父、外祖父、外祖母，现在他还有了孩子。夫君，你抱疼我了。妍儿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有没有伤着你啊？我们宝宝有没有事儿？没有伤着我，宝宝也很好。夫君，在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也是一个人。你说我温暖了你，其实你也治愈了我。我们夫妻是一体的，以后我们的家会越来越热闹，我们也会越来越好。希望我夫君的双眸看尽世间繁华，阅尽人间美好，再无半分悲伤。很快，沈岩有身孕的消息就传了出去。顾老夫人、顾老先生直接搬来王府，他们二老要亲自照顾沈岩。宫里的赏赐犹如流水一般涌进了灵王府。转眼就到了8月，沈岩的身体越来越沉，腹中的孩子也即将要出生了。8月14，中秋节前夕，沈岩正在厨房里教厨娘制作月饼。突然他肚子一痛，整个身体就像要被撕裂一般，大汗淋漓。妍儿，是不是孩子要生了？是。王妃，快把王妃扶到卧房里面去请孙小姐，派人去告诉王爷。沈岩在床上躺好的时候，孙欢心就到了。王妃，宝宝都很好。要发动了。王妃，你别紧张，以前都是你帮别人接生，今天你把自己和宝宝放心交给我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恭喜王爷、王妃，是个小姐。谢怀瑾回来的时候，见大家都在院子里围着，众人满脸担忧。外祖母，妍儿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啊，孙小姐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，可是里面安静得很，什么声音都没传出来。在他们那一辈儿，要是生个孩子，人站在院子里都能听到屋里人的吼叫声。如今屋里这么安静，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哎呀，怀瑾，你不能进去。王爷，您不能进，不吉利啊！让开！王妃，宝宝出来了。婴儿的啼哭声清脆嘹亮。妍儿，谢怀瑾正好进屋，他第一时间没有看孩子，而是奔到沈岩身边，握住沈岩的手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的孩子。恭喜王爷、王妃，是个小姐。妍儿，我们的女儿长得像你，很漂亮。夫人，辛苦了。这时，沈岩眉头一皱，肚子又开始疼了。王爷，要不您把宝宝抱出去，跟老先生、老夫人瞧瞧，第二个宝宝要出来了。好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这是你们的外曾孙女儿。哎呦，我的心肝呐！我瞧瞧，你是我的亲子弟弟啊，我的宝啊！顾老先生将手往衣裳上面擦了又擦，搓了又搓。娘子，我也想抱抱宝贝。那你小心一些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是我的小乖乖呀！崽子，你再不出来，老子打你屁股了！王妃，用力！孙欢心极力克制，可是声音里面依旧是夹杂着担忧。妍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沈岩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。王爷，小宝宝不想出来。崽子，你再不出来，老子打你屁股了！敢折腾你娘亲！
他立刻施针旋转胎位，又过了半炷香时间，那二宝终于肯出来了。二宝哭声嘹亮，中气十足。恭喜王爷王妃，是个小公子。沈岩瞄了一眼，他实在是没有力气，老二把他折腾够了。谢怀景见沈岩难受，他心疼不已，随口说了句：不看了，抱出去给我外祖父外祖母看吧。是，王妃。宝宝瞬间就嗷嗷大哭，就像个小老虎一般，扯着嗓子张着嘴巴，两只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这不知情的还以为他狠狠被揍了。夫君，抱抱他。谢怀景很不情愿地接过宝宝，一脸嫌弃：姐姐这么乖，弟弟怎么这么皮呀？他现在严重怀疑，姐姐之所以成为姐姐，是被弟弟一脚踢出来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抱出去吧。老先生，老夫人，这是小公子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，怎么哭得这么凶啊？是不是饿了？妍儿，辛苦你了。妍儿，辛苦你了。看到孩子们，我就不觉得辛苦了。一想到那是我和你的孩子，我就觉得满心的幸福。妍儿，谢谢你。你要不要睡一会儿啊？一会儿困了再睡。夫君，孩子出生了，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字吧。在沈岩怀孕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了是双胞胎，也知道是一男一女。他们提前取了好几个备用的名字，只是没有确定下来。乳名让外祖父外祖母取，许名你来。你不取？我没有夫人有才华，就不班门弄斧了。民心勿负，民心见性。女儿就叫谢明熙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呀。儿子的名字你来取吧。女儿叫明熙，那弟弟叫明寒吧。日寒寒，寒天将亮，熙光明。希望他们姐弟二人相互扶持，成为彼此，也成为自己的光。妍儿，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要勇敢地去面对，相信黑暗终将过去，黎明一定会到来。夫君，你刚刚还谦虚说自己没有才华，你看你取的名字多好啊，多有寓意，我觉得非常棒。那是因为有夫人在啊，是夫人教导的好。那也是我家夫君有天赋，一学就会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说我骄傲了，那一定是我家夫人夸出来的。很快，沈岩和谢怀景的龙凤胎出生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。到了傍晚，皇宫里的赏赐犹如流水一般涌进王府，丞相府举办酒宴，名为认子宴。晴儿，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，娘。燕昭是我们的宗亲，他身上流着燕氏的血，而且他父亲战死，母亲病逝，我们给他一个家，他来继承国公府的香火。你若在乎国公府的香火，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了。娘，儿子不孝，请您原谅。儿子不孝，请您原谅。说只是为了生一个孩子，延续国公府的香火，儿子就要去娶一个女子，但是儿子又给不了她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疼爱和关心，这样对那个女子很不公平。晴儿，你能爱天下百姓，为何就单单爱不了自己的妻子？儿子爱的人做不了儿子的妻子，可是儿子的爱全部都给了他，再给不了任何其他的姑娘。我们的孩子，只要他不做违背律法、道德、道义的事儿，我会给他足够的自由。儿子爱的人做不了儿子的妻子，可是儿子的爱全部都给了他，再给不了任何其他的姑娘。这是一个永生都无法解开的局，儿子只有终身不娶。自己的儿子太过于聪明，他将一切都计划好了，费尽心思的爱沈岩，保护沈岩。他这个做母亲的，除了心疼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晴儿，你总是替所有人考虑，可你从来没替你自己考虑过。娘不关心国公府的位置，有没有人能够继承？娘只要自己的儿子快乐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娘尊重你，只要你开心快乐，只要你将来不后悔。3个月以后，
小明熙和小明涵买100天，沈岩和谢怀瑾为他们办100天酒，府内热闹翻天，宾客满座。小明涵喜欢热闹，他一整天都没有闭眼睡觉，只要一放到床上，他就开始哭，他要大家轮流着抱。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会哭啊。小明熙就不一样了，除了他经常看到的那几个人，其他的他谁也不要，一碰到他就立即哇哇大哭。沈岩看着睡得香香的2个宝贝，笑得十分无奈。夫君，你说涵儿的性格像谁啊？整天就知道玩，而且是变着花样的玩。不像你，肯定就像我喽。你小时候可没有他皮，他还没有满1岁，等以后长大了，王府估计都关不住他。我们的孩子，只要他不做违背律法、道德、道义的事儿，我会给他足够的自由，让他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涵儿以后若是连世子都不愿意做，你也同意？当然，他不要世子之位，不要王府，那王府就留给我们的女儿。若是我们女儿也不要呢？那我们就再生一个。西西，你说娘亲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？谢明涵，我是你姐，你应该叫我姐姐哦，也没大没小的。要不是我踢了你一脚，你怎么会比我先出生？我才不要叫你姐姐。不管我是怎么先出生的，那我就是要比你先出来，我就是你姐姐。等娘亲生了弟弟或者妹妹，他们就可以叫你姐姐了。这时屋内传来了声音，生了，王妃生了双胞胎，1对小公子。哇，我有弟弟了！都是弟弟，我还想要个小妹妹呢。一想到以后有3个人叫她姐姐，她就立刻开心起来。3个人叫我姐姐啊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随着2胎的出生，王府也越来越热闹了。王爷、王妃，正使都来了。王爷、王妃，皇上病重，太子请你们马上进宫。来人，备马车。沈岩和谢怀瑾到玄德帝寝宫的时候，玄德帝已经不省人事了。皇兄，师父，怎么回事？皇上最近晚上有喝汤的习惯，一般都是亥时左右。可今天晚上，皇上一直没有喊奴才，奴才就过来看皇上，奴才喊了几声，皇上都没有答应。沈岩的指腹搭在玄德帝的手腕上，心瞬间就凉透了。太子，今夜之事，你还告诉了谁？燕大人。谢承渊话音一落，燕青迈步进来。师父、太子、王爷、容妃娘娘，我最多只能维持7天。连沈岩都回天乏术，那意味着玄德帝的生命真的走到了尽头。这7天，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皇上。外面的事，太子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在谢承渊没有真正的登基之前，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。王爷、燕青，剩下的事交给你们了。佑宁，臣在。辛苦你了。沈岩开始施针，然后将自己体内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输到玄德帝的体内。须臾之后，玄德帝已经停跳的脉搏重新恢复了跳动，呼吸也有了，但是他就是醒不过来。沈岩守了玄德帝5天5夜，不曾离开半步，也不曾合眼。终于在5天之后的午时，玄德帝醒了过来。皇上，您醒了。佑宁，臣在。辛苦你了。这5日来，他虽然睁不开眼，但是寝宫内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。不说为人臣子，就算是为人子女，沈岩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只要皇上能好，臣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佑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，去请太子殿下、容妃娘娘，说皇上醒了。是，王妃。不到1盏茶的功夫，谢承渊和容妃来到玄德帝面前。沈岩悄悄退下，留下他们一家3口说话。父皇。面对即将要永远离开他的父亲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彷徨。渊儿，你已经成才，
大秦交给你，朕放心。父皇，元儿将来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一定要敬你师父，相信他，支持他，保护灵王府永世安宁。是，父皇。容妃，朕一走，你就孤单了，好好活着，下辈子我们再做夫妻。皇上，玄德帝体力不支，他还有好多人没有见过。有宁公主呢？灵王、涵儿。父皇，儿臣这就去请他们。片刻之后，沈岩一家以及朝中重臣都来到了寝宫。我爷爷，你们都来了。灵王、燕相、圣上书，朕把太子、把大秦江山托付给你们了。臣等谨记，绝不负圣恩，不负圣恩。沈岩察觉出玄德帝的不对劲儿，连忙伸手往他体内输送内力。有宁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朕要走了。玄德帝神色松弛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，他没有任何的遗憾。他看到了天下太平，成为了九州霸主，他的丰功伟绩将会名垂千秋，后世之人也永远会记得他。皇上！沈岩一跪，所有人都跟着跪，齐声高呼，声音悲怆。指腹离开玄德帝手掌的瞬间，玄德帝就缓缓闭上了眼。皇上驾崩了。很快，整个皇宫都知道玄德帝驾崩的消息。紧接着，宫里响起了丧钟，满城悲鸣，举国哀悼。15年以后，夫君，你看日出，好漂亮。是很漂亮，但是没有我家夫人漂亮。这话我爱听。那我就说一辈子喽。那可不行，一辈子听一句话会腻的。不会啊，我变着花样的说。杨儿，你知道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我发现什么最美吗？雪山的雪莲？不是。赤焰山的花火？也不是。江城的大海？更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你啊，我的妍儿。在我心里，这世间万物千景都不及我的妻子分毫。在我心里，我的夫君也如此。